是力控系统赋予机器人的生命，对生产柔性的极致追求，对复杂精密作业的需求，对人机协作安全的要求。星汇传感，洞悉市场，以客户期待的产品价值为导向，从6维联合标定设备尼比鲁系统的开发，到传感器结构的创新性突破，星汇传感的每一步创新，都源于对客户价值与行业痛点的深刻洞察。全功能小型化6维联合标定架尼比鲁 1.0， 高集成6维联合标定仪水星 1.0 自主研发，双重配合。它将解决工厂标定难、客户验收难的端到端行业痛点。星汇推动行业从卖方声称向双方可测的信任机制转变，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凝聚行业顶尖人才。星汇核心团队来自行业领军企业，具备深厚的居民两用技术背景，在结构设计、算法开发、信号处理等关键领域积累了深厚其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星汇以技术突围为使命，助力中国机器人核心部件走向深度产业化与开发协作，助力真正意义上的全身力控机器人快速落地。依托资方中鼎股份的供应链优势，协调年产量20万家自建标准化工厂，星汇传感全方位保障产品质量的批次稳定性，形成兼具技术深度与制造实力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行稳是穿越周期的智慧，我们的致远是共赴未来的承诺。星汇传感不追逐一时风口，只坚持长期主义。殷实机器人创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于微小精密运动执行器和灵巧操作末端执行器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作为行业领先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殷实机器人及研发、生产制造为一体，总生产经营面积近1万平，包括北京、苏州、深圳3地，分别作为研发总部、制造工厂及销售中心。核心产品仿人五指灵巧手和微型4伏电钢，在微小型、高精度和力控技术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作为仿人五指灵巧手行业领导者，是中国首款商业化量产五指灵巧手先驱，依靠灵巧手核心部件自研自产，解决灵巧手价格高、无法量产的难题，并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支持。作为微型4伏电钢开创者，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获得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定。微型4伏电钢不仅是灵巧手核心驱动关节，同时赋能众多精密制造设备，实现智能化升级。殷实机器人目前已拥有国内外知识产权80余项，服务客户1800多家，不仅包括国内众多头部企业，产品还批量出口海外，灵巧手累计交付数量超1万只。微型4伏电钢年产能10万台，广泛应用于机器人、新能源、半导体、3C 电子及生物医疗等领域，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acquainted with the subject will recognize as a conspicuous failure. Fooling around with alternating currents is just a waste of time. Nobody will use it, ever. Heavier than air flying machines are impossible. A rocket will never be able to leave the Earth's atmosphere. No matter how advanced science becomes in the future, it is impossible for humans to land on the moon. There is no reason for any individual to have a computer in his home. 640 kilobytes ought to be enough for anybody. I predict the internet will soon go spectacularly supernova in 1996 collapse. I propose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can machines think? 这个时代，云上的电缆学会了自己思考，地下3000米的无人区独立有序的运行，大模型可以自动推导新材料的合成密码，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跨境电商的热点趋势。AI 正在陪伴人类探索世界，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Those who can't imagine anything can't create the impossible. 世界有一条线，连接光明与黑暗。机器人也有一条线，连接虚拟与现实。而大多数机器人只停留在感知的这一边，看得见物体，却看不见空间结构；看得见形态，却看不见物理规律；看得见动作，却看不见自主决策；看得见现在，却看不清下一个状态。晨昏线科技为机器人装上真正的大脑。作为一家致力于构建能够场景化落地的具身机器人大脑的公司，我们打破硬件壁垒，让智能真正流动。以世界模型为核心，构建机器人的底层认知，在空间中理解结构、速度与方位，在物理中感知材质、力与运动规律，在时间里看见因果，预判趋势，自主决策。Termi Brain 具身大脑，让智能真正落地，突破空间束缚，精准操控分毫之间，从理解到预测，从预测到干预，无惧物理干扰，穿越复杂障碍，以全域泛化能力，让智能真正觉醒。一脑多用，思考更快，行动更稳。20步连续作业，长程规划，实时纠错，无需人员干预，稳定可靠。这就是晨昏线世界模型。它不以机械执行为目的，以时空理解为起点，读懂世界，预判变化，自主决策，在持续学习中成长，在时间沉淀中进化。一颗大脑驱动万般躯体，一套心智唤醒全域智能。在指尖，他懂得刚柔并济；在产线，他懂得分毫不差；在园区，他懂得明察秋毫。非常堆放，请及时处理。当世界看见了他，他便让世界看见了真正的智能。这一切能力的背后，是晨昏线科技完整的技术闭环。晨昏线科技将为每一台机器人打造具身大脑，让机器真正看见世界，看见光，也看见光背后的秩序，看见现在，也看见即将到来的未来。晨昏交织，智能觉醒。昆维科技
致力于研发、生产用于机器力学感知的智能型6轴力传感器产品。核心技术源于空气动力学测量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成功研发了可用于国产替代的高精度6轴力传感器产品。6轴力传感器主要由弹性体、压阻型敏感元件、智能电路、过载安全保护器、防水欧圈及上下保护盖构成。弹性体采用了特殊高强合金，过载安全系数高达3倍，采用 ISAT 多学科优化平台设计，确保了弹性体结构的力学性能及解耦功能最优化。传感器内部的压阻敏感元件信号经智能电路进行数字量转换后，通过内置的核心算法对多个通道的数字信号进行解耦计算，并实时输出。弹性体上设有过载安全保护措施，可有效避免传感器过载断裂造成的安全隐患。部分产品采用防水电缆接头及防水欧圈，最高防护等级可达 IP67 级。装备6轴力传感器的机器人可用于医疗诊断及手术领域，例如远程 B 超、骨关节置换、骨髓穿刺过程中的骨区识别、腹腔器官穿刺导航等。工业6轴机器人装备6轴力传感器后，可显著提高其柔性，使其具备灵活的手感，可应用于3C 装配、机械零部件装配等。机器人根据装配过程中的干涉力，自主调整零件位置和装配方向，可有效避免严重干涉导致的零部件损伤。装备有6轴力传感器的打磨机器人具备力位混合控制功能，通过对磨削力进行反馈控制，可实时补偿打磨工具的进己值，实现横力打磨，从而避免磨料磨损导致的打磨质量缺陷。机器人将在未来进入千家万户，照看我们的家园，陪护老人和孩子。通过对空间各维度力的检测，避免机器人在服务过程中对人的意外伤害。通过力控拖动视角，让所有人都能简单快速地教会机器人去执行任务。坤维科技，让机器感触精彩世界。源于生命奥秘，成于工程智慧，悦全仿生成立于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禄全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终身教授任雷领衔创立，总部坐落于北京昌平区，团队核心成员来自国内顶级工科名校与世界级顶级研究型学府，致力于仿生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打造高度仿生的智能人形机器人产品。任雷教授于2017年国际首创了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这一原创理论与技术体系打破了机器人传统刚性铰链式设计与高能耗的行业局限，从指尖灵巧操控到全身灵活作应。我们打造了覆盖仿生灵巧手与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全系列产品矩阵，信手 XM-M1 采用全面仿生设计，单手搭配472个触觉传感单元，在速度、力度、精度与灵敏感知等核心维度实现了跨越式突破，重新定义了刚性灵巧手的性能边界。应手 Y-HAN-M1 依托任雷教授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以38个自由度创下全球纪录，不仅实现了3项颠覆性创新，更在核心性能方面实现了力量、速度、精度、灵活、柔顺的5位一体协同提升，为仿生灵巧手领域树立了新的性能标杆。
博行 Xbot 拥有51个自由度与感知能力，实现自主学习迭代行走步态。博文 WBOT 通过0.2平方米超小底盘与仿人宽、膝怀3折叠设计，并结合全身层级神经网络运动平衡控制，实现了操作范围的极大拓展。双臂负载20千克，可搭载灵巧手完成精密操作，加速场景落地。现阶段，博文 WBOT 已在富维悦全机器人应用实验室得到落地应用，为多场景应用奠定基础。值得关注的是，悦全仿生4款核心产品在第15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期间首登央视新闻联播，并获央视新闻直播报道，相关视频总观看量超5300万，话题阅读量突破1亿，获得了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成立至今，公司已获得100家专利60余项行业荣誉，荣获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项，同时与英企富维、国家电投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推动仿生技术在多行业场景落地应用。未来，悦全仿生将持续深化仿生阿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推动这一颠覆性技术体系拓展至更广泛的应用领域，让高度仿生的智能机器人走进更多场景，赋能更多产业，用自然的智慧点亮人类的生活，书写仿生具身智能的全新篇章。欢迎回到第3届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第2天的现场，我是来自高勤动力的康玉琪，非常荣幸能为大家开启今天上午的议程。本次大会由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指导，立德机器人平台机器人大讲堂主办，特别鸣谢总冠名零星巧手对本次大会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感谢英驰机器人、昆维科技、新汇传感、陈婚线科技、悦全仿生、他山科技、心动纪元、百度智能云、超维传感、强脑科技、语数科技、千寻智能、乐聚机器人、高勤动力等50余家行业知名企业的携手助力。值此大会之际，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出席大会的嘉宾。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姜先生，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CTO 唐健唐先生，他稍后会来。瑞维技术副总裁石淼红石总，超维传感创始人兼 CEO 李延辉李总。
中科第5季青年首席科学家、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黄岩黄总，中科硅际 CTO 孙佳孙总，凌云光元客世界 CTO 陈普陈总，凌云科技物理 AI 业务产品总监王嘉黎王总。好，掌声欢迎各位。经过昨天从宏观格局到核心产业链的全面解码，我们对产业的现状与挑战有了清晰的认知。今天上午，我们将聚焦动能换新、具身智能赋能下的技术革命，聆听一线技术领军者分享他们如何突破边界，让机器人的身体与智能真正融合。首先，让我们有请国立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先生带来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架构再思考，从体外智能到身体智能。掌声有请。各位这个老师早上好啊！我今天第2天，我又来给今天的论坛做个开篇演讲。我想了一下，这个人形机器人发展了3年了，所以呢，我今天想把我自己的思考，人形机器人具身架构的再思考，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本人是做机器人的，可能具身智能不是我的本源专项，和后面像唐建总啊，各位在座的具身智能研究的专家，我们从机器人的视角，我谈谈我的看法跟观点，也许不对的，可能供大家来参考。那我们看到这次春晚呢，又再次承包热点，大家越来越觉得现在每年的春节，就是科技春晚。那次我看有人笑称，现在一台晚会没有机器人的变得越来越珍贵了。大家是不是觉得机器人在渗透到各个生活？那我回顾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22年我们开启的 AI 加机器人这件事儿，实际上这个路线还是没变。其实我今天的主题更希望给大家说，我们的机会依然存在，大家不用太焦虑，我们要找准方向，那还是沿着 AI 加机器人。那我觉得大脑、小脑、肢体，如果我们单个技术来看，基本上都已经成熟。做大脑的时候，我的大脑很强；做机器人的时候，我都能春晚了。那做肢体的，我的核心零部件外面有那么多的公司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在哪？其实我觉得卡点就卡在了通用数据上。有了通用数据，才能是通用智能。我特意把这2个词放在这里，因为做着大家可能3年的探索，说我为什么这个技术还没有落地？但是我一定要强调，这一轮人形最重要的经验是，过去我们做了40年的垂类应用，没有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是成功的。所以我再次强调，一定要坚持先走通用，解决通用数据，再做通用智能，然后再去做垂类的应用。这条路我觉得是更适合这一轮人形机器人。大家一定不要走到往后倒退的路径上去了。那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我4个的体会。第一个还是刚才我说的，尤其今年我们要做的首要的事就是以数据来破局。那我们看看全球的态势，机器人已经进入到 AI 到机器人的深水区。3年前我就问很多的专家，我们的大脑是人工智能，我们双手操作是不是人工智能呢？很多人觉得好像是不对的，但24年证明了 VOA 这个事证明了双臂操作、双手操作是人工智能。我3年前问的双足行走是不是人工智能？那很多人觉得好像属于控制问题，双足行走一定不是。但今年的
这个 Figure 它就推出了 S0这个架构，进一步证明啊，双足行走一定是人工智能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把人形机器人的整个技术架构，我觉得发展到今年来讲，我们要坚持去走通用智能加通用人形的角度，那是全球的态势。那我们国内格局呢？刚刚过去的半马，我相信我们整个人形机器人界应该都震撼了全球。很多国外的媒体啊，国外的老师联系我，哎，中国的人形跑得那么快。那好多的媒体又在说，哎呀，荣耀是不是一个做互联网、做手机的，把我们整个机器人界也打败了？那我的解读呢，并不是的，那只是这一群具身智能的头部的企业，一直把不可能再变成可能。那荣耀这一次的案例是这样，那也许过几天我看北京市又宣布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总在创造这个历史，创造这个奇迹。所以我下面有一句话呀，其实这次半马以后，我觉得整个行业的心声是，把人形机器人要做到长跑，要看作马拉松，和自己匹拼，致力于成为自己的冠军。我觉得具身智能整个赛道已经开启。那我们国际中心的视角呢？我们在上海，我经常说我们不是又一个整机公司，所以我们认为，包括行业整个都认为，具身智能应当更多的赋能到能干活这件事儿。所以特意做个广告啊，我们去年为了破局数据这件事儿，在全国建了7个训练场。如果有更多的领导希望躬身入局啊，进入到具身智能，今年我觉得是进入训练场非常好的一年，大家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在各地建立训练场。那我把上面总结呢，经常用这个，我们取得了超过所有人的想象，但是我们这个想象应当说是从0到1的一个胜利。那我们不仅要问啊，走完了从0到1，我们如何走好从1到10，甚至从1到100的一个状态？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核心判断，现在的所有我们的通用智能的卡点，卡在了数据上。我们的大脑、小脑的模型，我相信现在尤其今年，包括上周这个派0.7发布以后，世界模型也跟 VOA 融合了。也许我们的大模型的完成度已经走完95%，那我们的小脑肢体的控制算法都能跑半马了，都超过我们人类能力了，基本上也成熟。但我们的基础设施算力现在大家也足够重视，芯片也可以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数据。我不知道数据我们需要多少，我姑且给它一个量10T。那现在我们真正高质量的数据，也许我们有很多 PB 级的这个图文数据，但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不足1T。如果我们按这个线性逻辑去走，这件事儿我们可能要10年才能完成。那怎么去做这个数据破局这件事儿呢？我觉得第二个观点依然是以体系来制胜。那我们重新审视什么叫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需要什么样的？那具身智能这个概念，现在大家通过两会之后都非常了解，但实际上我们回看具身智能，就会发现我们是希望要一个智能机器人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做。那这样的具身智能才是机器人需要用到的。那这样的智能怎么去办呢？前面我也说过了，就先从数据开始找规律，把这个数据的规律找出来。第二个呢，把这个数据灌入到大模型。我特意把这个我们的龙腾大模型放在这里，其实都差不多的，就无论做 VOA 的，大家本质上都差不多，我就不再展开。很多具身智能的专家，但我姑且给它叫一个词。现在我们具身智能恐怕只走到体外智能
这个阶段。为什么呢？我给大家总结现在具身智能的4个特点：一个，智能不在身体里；第二个，知识不在身体里；第三个，我们的身体不参与智能的发育；第四个，知识与身体是分离的。所以我们尽管说发展这么快，我个人认为具身智能只走到一半，我们还有一半路没走。那这一半路是什么呢？我给它叫要从体外智能走到身体智能。那在体外智能之前，我们有一个概念是离身智能，人类一行行的编码来实现机器人能够用。从24年开始，我们通过 VOM、VOA、VON， 包括世界模型，把我们机器人的体外的循环，我们获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但是体外智能的特点，大家是不是觉得还是属于预训练，是一个经验比较好的、泛化比较好的身外智能？我们的机器人就像一个被动执行的机器，依然是我们大模型规划好，机器人去执行。但我们的机器人应该不是这样的，它能不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做，那是我觉得是下一步的关键范式。所以我姑且叫它身体智能，或者对应就叫体内智能。这件事怎么去走呢？今天我可能就是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有没有可能把这后半程给走完。那走这件事之前呢，我们要确定一个路径。我觉得如果我们锚定了 AI 加机器人这个技术体系是对的话，一定要深耕。我觉得不要轻易的把我们既有的成果给推翻，而在这上面用手术刀式的精密来解剖推动我们技术往前走。所以我用第3个题目叫以深耕明正。那依然还是我们这个总纲，就好多做了时间长了，有些时候我们不会去翻我们当初的初心，那就是 AI 加机器人。总体上来讲呢，就是大脑、小脑、肢体。底下我画了一个比较重要的 AI 基础设施，这个底座，这个容易被人忽略。去年包括前年，我们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想，我们不应该做机器人，也不应该做模型，应该拿起这个传感器去把数据给打造。那包括我们的工具链，当然今年 AI 基础设施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这4个方向，我觉得依然还有很多不完善。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想再进入到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我依然是这句话：人形机器人还刚刚起步，大家的机会还特别多。就我们只要不折腾、不摇摆、不碎片化，把这个体系给填满，一张蓝图绘到底，那是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未来能获胜的最重要的一个信念跟决心。那在这个总体技术纲领的之下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身体智能。那我自己思考了一下，这个我也很难了解，因为人类的智能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我自己想了一下，我们人体应该有3个特征。第一个呢，身体，我们的智能来自于哪儿？我们智能绝对不是待在书房，绝对不是只看书不到世界，我们应该跟世界去交互以后所产生的智能，我们人类把它叫做常识跟因果。但我们通常会发现，机器人是目前来讲是不具备自己走到户外。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交流了以后，有一台机器人在现场能够记住各位的话，就常识跟因果很少。第二个呢，感知、动作、认知、适应一体化的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我总在说我们现在的春晚表演很精彩，我们的马拉松也很精彩，那其实还是我们工程师在机器人的体外完成了这个规划。而机器人应该不是这样，我们通过规划，它大脑自己去思考，产生动作。第3个呢，这个因果以及自带的常识以及自带的适应性，
还要帮助我们人类去走到完全没有走过，去探索环境。我们很多人会去攀登珠穆朗玛峰，会去到远洋，会去到太空。那这些一定是没有先验知识的，那怎么去泛化？我觉得这3点是具身智能，尤其身体智能最大的3个标志性成果。那今天我们天天都在说人形机器人一定要能干活，那我想能干活还是要给它分解到移动、操作跟理解的身体智能。每一年人形机器人发展都很快，但今年呢，我觉得是带有身体智能的泛化性，是能干活要去解决的主要问题。未来呢，我想，比如说好多记者问我，你在比如说用春晚舞台，我怎么看得出来一个机器人是预制的跳一个舞蹈，还是自己在跳舞蹈呢？我幻想了一个场景，也许在座的哪个厂家未来在春晚能够呈现一下，不是一个编排好的舞曲，比如说我们请一个钢琴家现场即兴的弹钢琴，机器人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开始舞动，随着节律开始舞动，在那一刻应该说就是身体智能发生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去走一走这个路径。那这个路径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从体外智能获得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呀，是整个的研发范式发生了改变。为什么 VOA 能获得那么多人的支持？我给它总结为，我们现在在做机器人开发，就不是以动力学模型来驱动了。很多人很痛苦的在那儿推数学模型，好多人说物理智能、物理 AI 好像听不懂。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物理学这门课本身也不懂，那我们能不能让 AI 来帮助我们呢？所以现在的经验是构建训练场，通过训练场获得数据集，再到具身智能模型，然后来执行体外智能的循环。这个范式我觉得是需要来保留的。那我们把这个范式的经验挪到身体里面，会产生一个什么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构建一个从被动模仿到自主构建的一个感知、决策、执行、反馈的这样一个闭环。那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能不能这么做？就是我们是需要机器人自己看到自己做。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预训练的体外模型，也许我们可以身体里建一个身体智能的模型，可以把预训练模型当作老师，它就是社会总结出来的知识库。那我们身体里应该有呢？应该有一个学生模型，身体里来自己的大脑来决策学习，然后小脑实施协同来实施这个。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过去的体外智能之上，在老师模型，其实如果我们看身体智能这个范式的话，跟体外智能前面我那张图几乎完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把老师做的经验搬到我们自己的体内，其实就是我们人类到大学去进修的一个状态。有体外有老师模型，体内有学生模型。那我觉得可能是构建观察、决策、执行、反馈的一个身体智能的一个新的范式，也就是把体外智能看作老师，把我们自己身体机器人本身看作学生。但这个学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可能对机器人来说大量的都没有完成。那说是这么说，要做哪些准备？我觉得从体外智能到身体智能的要做4项准备工作。第一个呢，用计算来定义身体。我一直觉得得推动这个方案。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机器人的整体架构都放在了我们主控计算机上？我觉得我们人类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大脑，我们有脑干，有中枢，我们每一寸皮肤都是智能体，所以我们要发明大量的新一代的计算大脑、小脑跟神经末梢的
这种芯片以及我们的高速通讯网络，用计算来定义身体。第二个呢，我去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说，大脑还不够大，大脑要大堆参数。就过去我们会担心，我们做具身智能的参数特别大，人形机器人接受不了，所以现在我看最大的包括派 0.7 模型只是一个6B 的参数。那我一直要鼓励，如果我们的老师模型就是大脑模型是生活在云端的，我们能不能做个6000几千万亿的参数的大脑模型，然后在小脑里面呢真留一个大脑模型出来？那这样的话，体内能循环，大脑能够做一个量级比较高的，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双循环，实现体外跟体内的自学习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时间也快结束呢，最后我给大家说一个我的感想，就是具身智能一定还是走到了一半。我们过去3年一直在深耕，今天我说的是延长线，怎么丰富我们技术体系，一定不要抛弃我们这个技术体系。我最担心的，好多人因为受到了挫折以后，我公司很难有数据集，又回到了专用硬件、专用模型上去。这条路过去40年走不通，到今天我觉得依然走不通。我们要坚持这个。那给我们所有人的机会呢，是构造自己的垂类大脑。大家现在今年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机会，我的工业大脑啊、农业大脑啊、康养大脑啊、这家电大脑，大家不用着急做机器人了，快速的把你行业的大脑做好，做垂类的数据集的储备。我们不做垂类应用，但要去做垂类数据集的储备。等2-3年后，也许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品牌，用超级终端一灌入，那就迎来了我们的这个所有场景的一个落地。所以我这儿还是推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标委会，大家有希望把千行百业的数据去收集回来。那怎么去做呢？一个可以找到我们标委会，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方法成熟了以后，我们通过标委会来定义这个行业的通用人形是什么，再来帮助大家定义这个行业的专用人形是什么。这样我们整个社会的力量能够聚集，我们能实现大家抱起团来的，而不是内卷型的一个比赛。所以半马给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体系不折腾，这个数据制胜不内卷，标准引领不散乱。大家不用焦虑，机会蓝海市场依然在，大家一起联合起来，我相信人形机器人跟具身会走得更快。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谢谢各位。感谢江总的精彩分享，为我们理清了从体外智能到身体智能的架构演进逻辑，打开了人形机器人设计的新思路。那么我们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CTO 唐先生呢还在路上。下面先让我们有请瑞维技术副总裁石淼红先生带来知行合一具身智能场景化落地破局，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行业的同仁们，大家早上好！很开心今天来到具身智能大会的一个现场，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然后今天早上一路从酒店到会场的整个过程中，一片绿意盎然，让我感觉到了我们具身智能也是一片欣欣向荣，向阳而生。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知行合一，具身智能场景化落地破局。这个主题我们更多的是从我们企业的一个角度来分享我们过去这几年来我们所做出的一些产品，以及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考。
众所周知，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处于一个物理 AI 时代，那我们其实也已经置身于巨深大航海中，其中多模态大模型 VLA 以及世界模型的一个快速演进，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但实际上这其中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巨深的暗礁，是我们需要去逾越的。我们总结一下有2点。第一点的话是我们真实的执行能力比较弱，就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出现的这种场景这种产品，运行得很溜，但是一拿到客户的现场去运行，就会发现各种稳定性、可靠性不足，不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商业闭环会比较慢，这个会体现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在 demo 的阶段到产业的大规模的一个推广的过程中，其实需要经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路程，而当前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还不足以让我们很快的进行一个闭环。而瑞维技术，我们经历了从 AI 1.0 到 2.0 到整个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化的应用过程中，我们也走过了很多弯路，总结了几个痛点。首先，第一个痛点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产品形态不适配应用的需求。其实，现在我们接触了很多的这种初创产业初创的团队，他们的思路会先推出一个标品。然后通过标品再去查找我们有适配的一些场景，这实际上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市场跟我的产研是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场景应用比较难。其实我们都知道，真实的业务的流程是非常复杂的，包含各种人机混合、突发状况等等。而目前的话，我们的行业内是还没有非常成熟的场景解决方案能够适配这种各种复杂的场景。第3点的话就是训练数据的获取比较难。其实刚刚国地共建我们的江总也提到了训练数据的一个重要性。对于企业来说，我们也是一样会发现训练场景的多样性以及算法的需求算力的一个需求以及数据采集的成本非常的高。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具身通用的一个模型，它的应用效果目前还不达预期。这主要是体现在从感知、决策到执行的整个链路中间，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优化的点，而目前的技术还不足以去支撑它能够非常平滑的、顺滑的那个运行下来。那瑞维技术作为一家摸爬滚打了10多年的这样的一家企业，我们是采用了另外的跟现有的很多的企业不太一样的一个思路。我们是选择了让机器人在场景中去进化，而使得机器人在真实的应用中成为业务的专家。具体来说，我们分4点。首先，第一点的话，我们是把我们的机器人放在的真实的场景中去诞生。我们会从真实的业务痛点出发，在我们定义产品的初期，我们的产品经理、我们的研发人员会深入到客户的一线中去充当他们的角色，去了解他们的业务的痛点，而不是做一个通用的本体出来去适配这样的场景。第二点的话，我们是在场景的设计过程中，我们是会去适配现有的流程，我们不太会去改变客户的一个流程，因为尤其是 B 端的用户，它的流程，如果你去一旦涉及去改变它的现有流程的话，你的成本会非常的高。第3点的话是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在场景中的一个训练，在真实的场景中，我们去收集高质量的任务的数据，加上专家的视角以及异常的一些案例，来不断的使得我的整个训练模型更加的健全。第4点的话，就是我们也在实际的场景运行过程中，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是不断的会去持续的去反哺我的模型以及作为我产品迭代的一个输入。那基于我前面说到的瑞维的一个落地的一个路径，那我们也有
制定了一整套的场景驱动的产品定义的这样的一套原则。我们是聚焦于 B 端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会更加的会专注在需求端以及痛点的挖掘。那目前的话，我们是专注在2到3个非常垂直的一个场景以及它的行业，比如说我们的民航、泛民航以及我们的物流行业。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 B 端的场景之下，我们去设计我们的端到端的感知跟执行的一个方案，同时搭配我们的快慢协同的异构大脑，以及再加上我们高效可靠的一个本体，从而去给客户带来产品的价值的同时，形成这样的一套闭环，从产品的定义到给客户提供价值，到给客户来促进客户的一个成功，然后客户的成功又同时呢，他会提供真实的数据给到我们，同时我们的真实数据又同时又反哺到我的本体，使得我的本体在不断的进行一个迭代，而在迭代过程中，我又进一步去满足客户的一些需求，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会形成2个闭环，一个是数据端的一个闭环，一个是商业的闭环。这2个闭环也使得我们的产品在不断的往前去滚动。那瑞维在过去的很多年的一个历史中，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底气是来自于我们在真实的物理环境中的一些感知、硬件跟工程的一些积累。我就拿一个我们目前在国内的市占率应该是排名第1的那个民航业、智慧民航业来讲，目前我们累计服务已经超过14亿的人次的民航旅客。同时，我们的产品以及服务也部署于国内超过2/3，吞吐量达到1000万人次的机场。也就是说，在座的每一位，可能你们很大概率都使用过瑞维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么，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开发跟客户的一个共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从我们的基础能力到增值能力到核心能力的这样的一些积累。也使得我们在具身智能的这一块更加的顺滑，以及更加的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技术底座。那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在过去的1年中，我大概也跑了海内外大概有20多个机场。那我更多的会去关注在大家可能一些默默无闻，然后大家不太关注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的行李搬运场景。那通过跟这些行李搬运场景的一些工人的一些调研以及需求的一些挖掘，我会发现有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我们的机场的行李搬运工人，他一天的一个工作量大概要搬1000件的行李，也就是说，你的行李托运完之后会经过一个分拣系统，然后就到一个行李搬运区。那工人就会一件一件的把它堆到那个拖车上。那一天1000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相当于16到20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其实我们的搬运工人是非常的辛苦。他每天要弯腰，然后再起身，然后再挪动那个箱体到车上，所以不断的这样循环过程。而很多的这种这些搬运工人，其实他们也受到了很多职业病的一些困扰，甚至他们的环境也是非常的恶劣，夏天非常的炎热，冬天非常的冷，中间又没有任何的，就是中间噪音会非常的大，所以使得这样的场景底下，这些工人的状况都非常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状况都不是特别的好。那其实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的具身智能这么强，我们的大模型这么的强，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关注一下我们底层的这些工作人员，帮他们把他们的从繁重的工作中、简单重复的工作中释放出来，让他们去做一些更高级的工作，而让机器人来替代他们做一些繁重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情。这是瑞维，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事情。那
瑞维做这个事情的初心，实际上是我们希望通过具身智能的技术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是来炫一下技术。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话，我们的整个技术的架构上，我们会提出了一个 VTFLA 的一个多模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协同架构。它主要是基于快慢协同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设计。我们设计的出了一个慢系统跟快系统。慢系统主要是进行一个逻辑的推理加任务的规则，任务的规划，以及在上面跑我们的具身的大模型。简单的理解，它就是一个大脑，它在思考我应该怎么做，干什么。然后我们快系统更多的就是执行我们的运动控制以及我们的实时的响应，跟同时也跑一些小模型。简单的说，它就是执行大脑给出的一个指令。那在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我们也是采取了从感知层、决策层到执行层。这个我想在座的专家都会比较清楚，我就不过多的介绍。那我这里想强调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提出 VTFLA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都知道 VLA 的这个方式现在已经是非常的非常的热门，大家都在做。但这里面有个缺陷，尤其在我们的行李搬运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缺乏的力感的反馈跟触觉的反馈，会使得我们的这个模型不太健全。这也就是比如说你在搬运行李的过程中，你是需要去知道说我这个行李的一个我要用多大的力，它的材质大概是怎么样的，它是软包还是硬包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表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真实场景的一个出发的考虑之下，我们就提出了 VTFA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从执行端到优化的话，我们也会在基于这种场景的驱动下，不断的去采集真实的一些数据，然后反馈到我们的模型上，从真实的工程数据反哺，然后同时又使得我们的数据飞轮的不断的一个迭代跟复用，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机器人在高度的非结构化和复杂的那个负接触场景中，能够达到更高的容错率，以及工业级的操作。那这个大家看到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整个理论，包括我们的技术架构，在真实场景中的一个应用。我们也推出我们的小蚁行李搬运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的话，它下面这2个视频是我们在真实的在国内的一些机场的一些视频，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场景。它需要去精确的知道每一个行李的航班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的话，它需要知道它怎么样去抓取这个行李。第三，它需要知道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堆叠这些行李，使得整个拖车的一个空间利用率达到最高。那经过实测，我们整个下来的话，我们场景可以节约60%以上的一个人力，然后单人的劳动负荷也可以降低到50%，也就是人力释放出来去做更加高级的一些工作。同时，系统的吞吐量也提升了30%以上，行李的破损率降至0.12%，这些都是我们在机场实测的一个结果。那今年会陆陆续续的往更多的机场去做推广。那同时在这个产品的推广过程中呢，产品的定义跟推广过程中，我们也创新的提出了人机协同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在机场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环境中，其实人机混合是非常的普遍的，所以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知道机器人它是不可能100%的去取代人力，所以实际上我们是留出了空间来让人能够去处理一些机器人处理不了的一些物体，所以通过我们环境动态的一些感知以及人体的识别，融合我们安全的分级机制，来使得人机的协作更加的完美。那最后的话，作为从行业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提出来，我们希望能够跟整个行业的上下游的我们的一些伙伴们
共同的去做全产业链更深度的交融跟沟通。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成为一家单一的硬件孤岛，最终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产业融合，来达到一个通用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也会倡导多方开放协作，然后协同发展。那瑞维也愿意去输出我们的核心能力，包括我们的视觉感知、认知组件，以及基于 VTFLA 的具声大模型，以及相应的一些数据，就我们的在机场中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产生的各类的一些核心的能力以及积累，我们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共创，我们一起去推动整个具声智能行业往更加智能，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方向去发展。感谢大家。感谢石总的精彩分享，为我们揭示了视觉大模型如何跨越感知与决策的鸿沟，真正赋能具身智能场景落地。大模型给了机器人大脑，但感知的最后一环触觉决定了操作能否精准。接下来有请超维传感创始人兼 CEO 李延辉先生分享具身智能的最后1厘米高精度触觉如何重塑机器人灵巧操作。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行业同仁，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深圳超维传感的李延辉。我今天向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具身智能的最后1厘米高精度触觉传感器如何重塑灵巧操作。非常荣幸，今天刚好接在刚才江总和这个石总的后面。我发现刚才讲的很多内容，其实跟我们这是高度相关的。那在今天正式开场之前呢，我想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是不是非常厉害？不管是从这个今年的春晚4家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来说，或者从2周前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上超越人类半马成绩的这个卓越表演，那么这个优秀的成绩都说明了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突飞猛进。但是我们一起想象一个场景，现在最顶尖的人形机器人，当拿起一个装满水的没有瓶盖的一个矿泉水瓶，它能不能做到轻轻的拿起，再轻轻的放下？很遗憾，大部分场合会失效。为什么呢？它要么是用力太大，这个水会溢出；要么是用力太小，瓶子抓不稳；或者是在放置的过程中，当视觉看到瓶子快接近桌面时，它会松手，整个的这个水瓶会落下去，而不是轻轻的放在这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灵巧手操作还没有做到像人一样这个类人操作。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如何用高精度的触觉来解决具身智能这个最后1厘米的技术鸿沟。那今天的介绍主要有以下5个部分。首先，基于刚才那个小例子呢，我们去深入的剖析一下具身智能的现在的一个失效的一些环节。那同时从我们最前沿的一些论文文献上面去剖析灵巧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触觉传感器。第3个是基于我们目前主流路径，然后去分析一下高精度触觉传感的一个必然性。然后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简单介绍和核心产品。那最后我们总结展望一下，当有了这个高精度的触觉感知之后，那灵巧手迈向通用泛化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那灵巧手80%的操作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研究指向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就在于非结构化环境下的力控失稳。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说，当灵巧手抓取一个物体时，它一个是法向力的一个精准度，另外一个气向力的一个缺失。尤其是气向力的缺失，现在导致整个灵巧手的这个通用泛化的操作是非常的大的问题。那我们从刚才这一个事例上分解来看，第一步，
是视觉预判，我大概知道这是一个塑料瓶子，大概知道这里面是1瓶水还是半瓶水，我有个初步的一个法向力和气向力的一个预判。第二步，当我去抓取时，我有个精准的力的感知比如说这样一个500毫升的一个水，5牛的一个法向力3牛的一个单质法向力和2.5牛气向力。那么在我拿取的过程中呢，我通过指尖这个位置的一个位置信息以及法向力、气向力信息，我对它实时的做调整，去调整我施加力的大小。在我最后一步放置环节，当我人手灵巧手如果说有了这个法向力、气向力信息之后，我放置在桌面上，我能感知到气向力逐渐变为0，此时我再松开双手，那么这个水瓶可以自然的像人一样的轻拿轻放放置在桌面。如果缺失了高精度这个三向力信息，那么它是没有办法执行我刚才所讲的这一系列操作的。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真正困难的不是识别怎么碰到，而是识别灵巧手怎么稳稳地抓住这样一个被抓物体，同时并精准地去完成后续的这个操作。那么我们这里提出，高精度的触觉信息是灵巧手通用 AI 模型的训练基础。怎么理解呢？当然也有，昨天展台上也有人问我其实触觉不重要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买了一个手装了一个这个淘宝上买了一个这个非常简单几块钱的一个触觉传感器，说加了和没加之后训练出来的这个东西没有太大意义。但事实上不是触觉不重要，而是整个的触觉的信息数据不够干净这其实也刚才呼应了刚才这个施总和江总的一些论断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要视觉要加触觉，那但是如果触觉的数据不够干净，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噪声，那么就低信噪比的一个触觉信息呢，就会让整个的算法训练的结果是判为触觉信息不重要。那么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我这个手，我每次如果说这个传感器本身的重复性比较差，我第一次抓取它是3牛的法向力，2.5牛的气向力。我第二次抓取它，如果是10%的误差，是3.3牛或者2.7牛。那么我每次训练它所抓的这一堆的数据，到从2.7牛甚至更差，2.5牛到3.5牛这么大的范围之内，那这一系列数据让我后面的算法，我到底采信哪一个数据作为我最终抓取的一个力值？这第一。第二是，我如果说这个传感器的一致性比较差，我这一个手和下一个灵巧手抓的数据又是不一样。我这个手抓的3牛，下个手抓的2.5牛，那么我最终训练出来这套模型算法，它就没有办法做到通用和泛化。所以，我们提出一定要做高一致性的、高可靠性的、高精度的触觉信息，这才是灵巧手通用泛化的一个底层基础。那刚才讲了触觉高一致性这个高质量的触觉的重要性，那到底灵巧手需要什么样的触觉信息？当然，从昨天的嘉宾和今天的嘉宾，大家都分享到了，一定要这个视觉加触觉的一个融合，单一感知的一个局限性，让我们在这个复杂非结构化的任务中呢都会失效。所以，视觉主要负责远距离的这个目标定位和路径规划，它解决的是这个物体在哪里的问题；触觉是要做接触之后的确认以及误差修正，它解决的是怎么拿稳了吗的问题。那只有两者的深度融合，才能去实现类人的一个灵巧操作。所以闭环协同是一个泛化操作的基础。那聚焦在触觉，触觉到底什么是触觉这个在座的有非常多这个做触觉传感器的同仁或者一些要用到触觉信息的一些这个专家。那么大家其实今天早上我还跟教授在讲，那到底什么是触觉信息？那我们通过刚才这个示例去判断，第一是力有多大，我要用多大的力去抓取它，而是法向力这个是不是能够这个刚刚好，又能让水不溢出，也能够把这个水瓶抓起。第二是力的作用点在哪里，它这个大概的力的分布是不是刚好抓在这个我应该抓的位置，我没有抓在这个棱边。第三个是否在滑第四姿态是否变化。那当然是否在滑是需要一个气向力的动态变化去检测。那所以我们从人类的这个分层感知里面去做了启发呢，我们去判断这个整个触觉信息大概有这么多维度。当然，人类的这个皮肤呢感知会非常复杂，
那机器人的触觉其实不需要，当然如果说有人说要真的触觉还要检测疼痛，还要检测凉热，还要识别纹理，当然这些也都重要，但是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灵巧手所真正需要的触觉信息，大概其实可以归纳为高质量的位置信息、法向力信息、切向力信息以及温度、姿态等信息的集合。刚才这个实例里面不需要温度，但是我们调研下来之后呢，也需要温度。为什么？未来一个这个陪护机器人，给您拿了一杯水啊，主人请喝茶啊，有点烫哦，他会知道这个温度大概是是不是人类适宜的温度。但这些它整体来说是一个多维度信息的一个集合。那在这里面呢，又以位置、法向力、切向力为主。所以我们基于刚才这个理解呢，我们就再看一下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的这个触觉传感器。压阻方案、电容方案、霍尔方案、视触觉等一系列，当然现在其实有8大技术路线了，我这里面只是以这个主流一点的这个4大技术路线为例稍微介绍一下。那这个大家都是专家，都比较清楚。压阻当然是一个可以支持多点触控，然后非常低的成本，但是相对来说，单层的一个压阻膜呢是没有切向力信息的，同时它片与片之间的误差大概会在15%到30%，这个看大家的这个加工工艺了。差异会非常大，同时这个线性精度也是大概15%的一个级别到20%的一个级别。电容方案其实电容，基于刚才我理解说这个力尤其这么重要，那么测力其实非常少人用电容方案来测力，电容更多是做接近感知，所有人大家的手机屏都是电容感知，电容做的是0-1判断你按了和没按，接触了和没接触，就做0-1判断。很少人说电容，除了苹果，从 iPhone 的6S 到这个 AirPods Pro，做一个大概的力的感知，但它只是个大概，误差在20%以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如果说要想做精确感知，电容是不适合的。那同时，现在我们看到市面的主流的电容方案呢，其实也是切向力是没有标定的，大概信息是比较这个差异比较大的，它的一致性误差也会在20%左右。那霍尔方案现在也比较主流一点的，然后这个我们实测的数据大概误差会在15%左右，不管是这个精度误差还是一致误差，甚至会更差一点。当然，霍尔方案的切向力也是比较这个信息差异比较大的。视触觉整个看到的大家这个比较主流的几家都是不宣传切向力和法向力这个误差的。那么所以。从这里面看到，我们跟其他人最主要的差异，其实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切向力、精度误差和一致性误差上面，我们是有显著的差异化优势的。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做到2/1000的精度误差1%的一致性误差，那么这样的触觉数据才能够让灵巧手去真正的通用泛化，才是对这个整个的 VTIA 模型的这个 tactile 的这个信息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说，融合感知方案是灵巧手通用模型训练所需要的高质量数据的一个最佳的物理基础。同时，我们所采用的这样的技术线呢，我们本身团队也具备一个1000万级的量产交付能力。那么这个量产交付能力其实也是我们认为未来2到3年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那么我们一旦做到了真正的高质量数据，那这个产品会大量的这个铺上工业场景和居家应用场景。那么所以可制造性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高质量的数据、高精度的这个触觉感知，那里面尤其是高一致性和高可靠性，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工业级的量产门槛。当然还有一些迟滞的话会让整个的相同的载荷在上升和回程中的这个输出不一致，因为也有人找我们说，哎，你们做触觉，你们能不能做一些弹性的？那么弹性的话，其实我们能做，但是一旦它有弹性，这个迟滞问题就解决不了，因为材料本身的特性问题。这是整个业界这个材料底层材料的问题。那么迟滞的话就会严重影响机器人的动力控制精度和一致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用的这个非弹性的一个材料。那么第二个是漂移也是会影响这个整个传感器长期运行中的一个零点和灵敏度的一个会发生偏移，会破坏整个控制模型的稳定性。还有可靠性当然我们评价的不简单是一个寿命的次数，更核心的是关注长期使用后的一个它的性能保持率和一个失效的概率。所以整体来讲，那么实验室能够测到一些数据呢，其实根本不等于系统里面能够长期稳定工作，这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异的。简单介绍，我们公司是超微传感，是以多模态的传感器技术和 AI 算法为核心。
那我们专注于打造革命性的机器人触觉感知系统，为灵巧手、机器人和这个工业夹爪等应用带来稳定可靠的一个智能交互体验。我们团队呢是由材料、算法、力测量、半导体等领域的专家组成。核心团队我们原来来自于这个全球知名传感器和芯片企业，有10多年的柔性压制传感器的产品开发经验。我们整个现在开发的产品已经和部分的灵巧手客户开展了一个送样测试，在多个这个触觉感知场景中呢，是表现得非常好的。我们主要是有5大优势了。第一是说有独家自研的材料创新，我们独特的纳米材料，然后配方和工艺呢，显著提升了这个底面压铸材料的一个结构稳定性，让它的实漂，然后跟竞品大概会有减半的一个特性。同时能够让它这个整个的长期稳定性和一致性会做到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基于对这个产品的理解，然后我们开创了性的这个融合感知。去做到一个极致的指尖空间内，然后做到位置信息、三样力信息、自带信息、温度信息的融合，再结合我们的这个独家的算法，让整个的这个传感器的这个能够做到精准的预判，并消除信号干扰，还原真实的一个触觉的数据。传感器其实最终考验的是一个工艺和交付能力，最终就看一个因为工艺是决定传感器的一个长期可靠性、稳定性、批次一致性的一个最根本的环节。那我们团队过往开发的产品呢，已经实现了这个1000万级的出货量。我们同时也是具备了非常深厚的工艺积淀，知道整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的系统级know how。我们所以一切都归到一个团队。我们之前是在果链的，然后服务客户是苹果、谷歌、微软、华为、OV 这样的消费电子的巨头。我们做了10多年这个消费电子里面的力传感器。所以对整个的产品设计、传感器的集成以及工艺、制造等环节呢，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实战经验。针对刚才的灵巧手，我所分析的灵巧手，其实我们是分类的。整个灵巧手我们分了3大系列。P 系列是指尖，根据它应用场景和这个需求，指尖是一个最高要求的，它要同时感知到位置信息、切样力信息，刚才所讲的一系列信息都要在小小的指尖里面集成。同时我们还需要对尤其刚才讲的力的等一系列这个触觉信息，要求这个线精度，我们实测的是在2/1000，一致性误差会在1%。那同时它也要达到100万次的这个寿命，所以我们是开发了一个这个叫HSP 系列的指尖触觉传感器。那针对于指腹的场景呢，指腹又跟指尖不太一样，指腹要求相对低一点，但同时它要求中间有键绳、连杆、这个电钢等不同的连接方式，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中空的设计。在提供位置信息的同时呢，提供高精度的一个法线类信息。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高性能柔性阵列传感器。也有些厂商叫电子皮肤，那它主要应用在这个手掌和这个手臂等环节。那当然这里面的底层材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信号的重复性误差会在5%以内，位置分辨率会在0.5毫米。所以刚才我们的3个系列，指尖、指腹、手掌，我们全部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全手触觉感知系统。我们的展台在20号，大家可以去参观交流一下。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全手触觉呢，就可以实时的、全面的、精准的感知整个手的这个所有的触觉信息。那么这就对整个更加复杂的操作任务带来了可能。所以我们整个超微传感呢，提供的是整个灵巧手的触觉感知系统，输出高质量的触觉信息。最后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那灵巧手抓取失败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因为它缺失了高质量的触觉信息。那我们超微传感就是专门为此而生，就提供高一致性的、高可靠性、高精度的触觉信息，用小于1%的一致性来助力灵巧手通用泛化时代的早日到来。那么我们展望未来，当机器人拥有了精准的触觉，那未来搀扶我们的，当然我猜测，等我老的时候应该会有这么一天，那一定不再是冰冷的机械手，而是懂轻重、知冷暖的贴心守护者。触觉一定会成为我们这个整个机器人感知世界温情和精密的桥梁。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汇报到此结束。我们的展台在20号，然后换这个公众号 OK 已经切换了啊。好，谢谢大家。感谢李总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看到了高一致性触觉传感如何突破精度与量产的双重挑战，为机器人赋予真实的手感。
那么，一个开放共享的生态将怎样加速创新呢？接下来有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CTO 唐健先生分享天工开万物，构建开源开放的具身智能新生态。掌声欢迎。感谢主持人，感谢机器人大讲堂的邀请。今天非常荣幸代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开源开放方面的工作。就是每次开篇都是以这个莫拉维克悖论啊讲一下，就是这个原话我放在上面就不再赘述了。但这个最直白的解释就是说，机器人和人是相反的，就是对人比较难的任务，对机器人可能比较简单，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就是 AI 或者说机器人已经攻克这种很难的像下围棋这种任务，但是现在连一些2、3岁孩童能做的像这种开门关门啊，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这种工作都做不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打破这个莫拉维克悖论，核心就是这个泛化问题。那么机器人可能就是从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这个行业就开始就是出现，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吧，就是还是在很多的场景，比方说商业服务啊、家庭啊都没有很好的落地，主要核心原因就是这个泛化能力不够。那么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具身智能或者说比较通用的人形机器人，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就是把这个泛化能力做一个大的一个提升，让它能在更多的场景去落地。所以机器人行业整个发展痛点这边我也准备了几页，但归根结底讲到底都是说泛化能力差。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说一款机器人，那么我们要针对它写一个专用的程序，那么它只能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下某一个特定任务去工作。如果换了场景换了任务，那就可能需要新的其他的机器人本体，或者是要重新写这个程序。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整个具身智能为什么这么热？其实现在做的一个核心目标，也就是让它具备这种通用的泛化能力，让这种人形机器人能走入千行百业，能走入各种场景。那么我们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呢，其实我们一直定位是一个平台型的生态企业，就是我们是希望构建一个新的开源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的生态。那么我们主要的一个抓手说，或者说我们的一个途径路径呢，就是聚焦研发我们软硬件的2个平台。那么我们的硬件平台就是我们的通用人形机器人具身天工平台，软件平台呢就是我们一站式的通用具身智能开发平台惠思开悟。我们一直是聚焦这2个平台，不断的迭代和升级我们这个平台级的产品。下面稍微展开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另外就是这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做的一些开源项目，就是我们应该说是整个这个行业啊，就是不夸张的讲是最开源开放的这个企业之一吧。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开放以及开源的工作，比方说我们最新的像我们的一些大脑的模型啊，多模态大模型啊，这个具身世界模型啊，以及这个 VLA 的模型啊，其实都做了开源。还有我们整个惠思开悟平台也是以 SDK 的形式都已经开放出去。下面稍微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我们最新的产品，也是一个升级版的，就是双足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天工 3.0。这个呢我们是计划在下个月，就是5月份就开始发售。整个呢我刚才讲了，它是一个全尺寸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它身高大概是1.7米左右，1.69米到1.7米之间吧。这个然后呢体重呢，其实在全尺寸机器人里头算比较轻的。是60公斤左右，60多公斤。然后全身是31个自由度，这边写42是因为包含了这个灵巧手的自由度。它的标配是这个6自由度的这个灵巧手，所以如果去掉灵巧手的自由度，就全身是31个，主要在腰上有3个自由度，这个头上有2个自由度。然后整个呢，我们也会应该说尽最大努力吧，开放各类接口。
同时也开放我们惠思开悟平台，让大家这些开发者能够非常简单快捷的，就是在基于我们这个天宫 3.0 开发各类的应用。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继续推我们这个轮臂式的，因为大家知道，在一些工业或者是泛工业场景，整个轮臂式的机器人相对还是比较稳定。那我们轮臂式机器人主打是我们的天翼 2.0，这个上身跟我们天宫这个 2.0 非常相似，然后底下是用了一个轮式的这样一个底盘。惠思开悟呢是我们在去年3月份就发布的一个平台，整个平台定位叫一站式通用具身智能开发平台。这里头有3个关键字，第一个是一站式，这个的意思呢是说你开发具身智能应用所需要的各类的工具、基础的架构以及一些基础的模型，我们这个平台都可以提供。第二个呢就是通用。这个也是现在可能大家很多企业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包括整个 AI 行业在说 AGI， 这个 G 也就是 General 的意思嘛，对吧？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能够被用于开发各类应用，包括像工业类的应用、商业服务类的应用、家庭服务类的应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类的应用。所以我们的一个设计目标这边也写了，叫一脑多能，就通过一个大脑能支持各类应用。然后最后一个关键字就是开发。它是一个开发平台，就是这是开发者使用，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开发各类应用。然后整个平台呢也是它本质上是一个分布式的这个具身智能体。那么我们在大脑是一个 agent， 然后呢它应用这种我们在大脑呢其实使用2个模型，一个后续会就是更详细介绍，一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多模态大模型叫 Pelican。这个在去年年底我们也开源了我们的第1版，以及我们的具身世界模型 WOW， 这个2个模型双模驱动吧，就是让这个大脑能够自主进化。那么小脑也是个 agent， 然后它其实就是以现在就是前些日子非常火爆的这种 Open Cloud， 对吧？它其实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小脑是一个 agent， 它会根据大脑分发来的各类的子任务的指令去调用各类的技能模型去完成各类操作。比方说一个技能，我之前也讲过，就是一个动词或者是一个动词加一个宾语，这个看你细化到一个什么程度。比方说打开、关闭、拿起、放下，什么开门啊、关门啊，这些都可以是一个技能。然后一个技能呢，现在最流行的是用 VLA 模型来实现，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具身小脑。然后呢，另外就是整个平台设计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要让它一脑多机，就是去支持各类的这种硬件的平台。目前我们已经适配了大概9种平台，包括我们的天宫天翼以及一些常用的数彩机器人和这个机械臂、协作臂。在去年10月底，我们的第1版的惠思开悟其实已经以这种 SDK 的形式整个开放出来了。这个我们也有2维码相关的主页就是大家都可以下载。这个我说了，它是一个分布式具身智能体，它这个我们把整个这个架构给开放出来了，也就是大家不用写这部分程序，因为这个工程化的这个工程的开发量非常大，我觉得就是应用开发者也没有必要去写这部分程序。然后呢，同时还有它的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技能，比方说抓拿取放啊，什么搬箱子啊，这个相应的这个 VLA 的模型以及这个就是相关的 demo 我们都已经开放出来了。同时在去年年底我们也密集开放了一波就是一些基础的模型，包括大脑用的多模态大模型 Pelican， 这个具身世界模型 WOW， 以及我们的 VLA 模型 XR1，还有呢就是整个平台的一些能力，比方说自主导航的这个能力，室内室外导航，现在我们全在我们 3.0 产品上全都可以支持，并且室外也支持无图导航和有图导航。所以这个我们会陆续的就是不断迭代升级，持续的去开源开放我们这个整个平台的各项能力，方便开发者能够以非常简单快捷的方式开发各类应用。那么下面稍微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具身大脑以及具身小脑。具身大脑我前面介绍了，就是我们是双模驱动，用2个模型。当然核心的做这个场景理解以及任务规划的是我们的具身多模态大模型 Pelican。1.0 版本去年年底已经开放，现在我们正在做2.0 版本，很快就要发布。
以及这个我物，就是英文叫 WOW 的这个具身世界模型。这个具身世界模型呢，基本上大家也知道，世界模型现在非常火，一个非常火的概念。我们认为呢，它在具身智能这边有3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辅助大脑，它作为一个世界模拟器，辅助大脑自主学习、自主进化。它可以为大脑验证各种方案的可行性。第二呢，就是能够生成这种合成的数据。轨迹类的数据可以帮助就是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来训练 VLA 的模型。第3个呢，就是它可以直接被用于作为 VLA 模型控制机器人完成操作。它跟传统 VLA 模型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别，我觉得是因为它的预训练阶段使用了大量互联网上的视频数据进行训练，所以具备更强大的泛化能力。所以我们认为这 VLA 和世界模型在相当一段时间会并存，并不是说世界模型就取代了 VLA。我觉得 VLA 在一些特定的场景、相对结构化、半结构化的环境，目前已经达到了能用的状态。我们觉得今年也会有基于 VLA 的这种规模化的应用可以落地。而世界模型它具备更强大的泛化能力，更适用于需要强大泛化能力的商业场景以及比方说家庭场景。所以整个我们在公司内部是2个路线都是在并行在推进的。下面稍微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多模态大模型天湖，这是去年年底就是开源了第一个版本，是一个72B 的多模态大模型。那么当时我们在就是12个常用的具身智能数据集上，也跟当时的就是比较就是常用的流行的各类的模型，像 GPT-4o 啊，像这个千问的这个模型啊，都做了一些，以及 DeepSeek 3.2的这个模型都做了一些对比。我们在这个跟具身智能相关的各项指标上。是可以就是达到了一个 SOTA 的一个水平。当然我说了，这个是主要是具身智能，它属于一个 domain specific 的一个 model。在一些通用能力，比方说像解数学题啊这样，这个并不是我们重点发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大脑呢？这个大脑的模型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功能，一个是空间理解，就是理解整个空间有什么物品，它们相互位置关系如何；任务规划，就是把一个复杂任务拆解成多个子任务，下发给小脑进行执行；状态预测，判断整个任务是否成功执行。那么有很多的任务其实需要大小脑的协同操作才能完成。同时我们在就是去年年底也是开源了我们首个就是具身世界模型。我们整个布局具身世界模型其实应该说是比较早的，这个 1.0 版本。然后这个呢也是基于开源模型做的后训练，同时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就是由 VLM 加这个 WFM， 就是这种闭环验证输出不断提升视频生成质量的这样一个训练的新的一个范式。另外也提了一个叫 Robo Benchmark 的一个对于具身世界模型的一个这个 benchmark 来用于来去evaluate 去验证就是各类的具身世界模型。那么当时也是跟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具身智能方面的世界模型做了一些对比。我们在长程视频理解啊、视频泛化，特别是物理规律的追寻。大家知道具身世界模型一个非常核心的跟一般的这种视频生成器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生成的视频必须要严格的遵守物理规律，否则你通过逆运动学模型解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轨迹，可能就不能在实际的机器人上成功的执行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的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点吧。还有就是光影变化等等各项指标上都可以达到一个 SOTA 的一个水平。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在我们公司内部其实是 VLA 和世界模型都是在就是同时同步并行推进的。我们在去年年底也是开源了我们的这种跨本体泛化操作的 VLA 模型XR1。它一个特点，一个是跨本体，它可以支持7种不同的机器人本体；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强的泛化能力。这边我们也是采用了一个非常新的这个3段式的训练的一个范式。第一阶段做预训练，用了大量的这种不仅是就是操作类的这种轨迹数据，以及这种互联网上的视频啊等等数据，让这种它的这个基座 VLM 的这种基座有强大的这种feature captioning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第2阶段进行端到端的用这种轨迹数据进行训练，第3阶段针对特定场景进行微调。
那么我们这个 SR1 模型当时也是跟世界上一些比较知名的像 RDT 的模型啊，还有 Physical Intelligence 就是这个派 0.5 啊 0.6 的模型啊，都做了非常全面对比。我们在成功率，就是这种任务执行成功率以及泛化能力上是达到了一个 SOTA 水平。所以在去年年底，就是我们在电子4院应该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第三方机构啊，电子4院拿国家就是具身智能国家标准评测，我们是第一个。目前啊，根据我们的知识，应该也是唯一一个就是通过了这个国家评测的一个VLA 的模型。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在全身运控方面的一些进展。我们整个天宫3.0产品呢，我们在内部的设计的一个理念叫它内部的一个代号叫 DEX， 是 Dexterous 的一个就是简称吧，简写。那么 Dexterous 就是灵的意思，对吧？我们主打呢就是这个设计目标是灵活运动、灵巧操作。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它在运动性能方面能达到能媲美这种小尺寸的机器人，比方说像宇树的 G1，然后呢，我们主打的是这种灵活的这种各类的这种操作。大家可以在运动性能上，基本上除了跳舞、打拳啊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些比较难的高动态动作，像托马斯全旋，我们也是世界上首个全尺寸机器人能做托马斯全旋，以及这种单手的接触式的动作，就是单手翻箱子这些动作，还有就是像侧手翻啊，这种跳台啊，这种跨越啊都可以做。同时呢，我前面也提到，我们天宫3.0是全面支持全自主导航，室内、室外，并且在室外也支持无图的和有图的导航都可以支持。另外呢，就是在刚结束的那个马拉松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前一天是有一个叫勇士挑战赛，也就是障碍赛。设置了大概10项的这种非常难的，到现场你们一看到就应该知道非常难的这种各类的这种项目吧。这个我们在这个自主赛道上也是自主导航的一个冠军，它有自主和遥控嘛，两个。我们也是当时赛场上唯一就是这种双足人形，能够完成几个项目的，就是通过自主导航完成几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同时也拿到了这个智行奖。另外呢，整个我们除了自主导航之外，我们就是整个在运动上用的是感知移动。就大家可以看到，比方说左下角这个它下楼梯啊，可能跟大多数机器人不太一样，就是有很多机器人是盲式下楼梯，那么它会怎么说呢？就是踩棱吧，就是踩这个棱角什么之类的，有点跌跌撞撞的意思。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下楼梯是非常平滑的，因为它是通过视觉感知出地形，然后规划它的这个落脚点，然后非常稳的像人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下楼梯。另外呢，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具身智能的数据基地。整个呢，今年呢，大概也是可以达到就是1000万条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目前呢，整个数据基地有5000多平米，有100多台这种不同类型的这种本体的机器人，还有100多这种数据采集员，可以目的也是为赋能整个行业，提供这个具身智能的高质量数据。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2024年底啊，就是开源了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数据集，叫 RoboMind 的1.0版，这个包括了10万条轨迹数据。那么我们在去年年底，就是2025年底呢，又升级了，把 RoboMind 升级到2.0版，这里头也包含了30万条，就是轨迹的数据，这个覆盖了700多项任务，另外也这里头还有非常就是在行业内非常稀少的，可以说，因为我前一位这个演讲者也提到了触觉，我们也觉得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有1.2万条就是带触觉的这样的操作数据，因为有很多任务，比方说像插拔这种插座啊什么之类的，这样任务没有触觉是根本无法成功执行的。目前下载量也是应该说可能现在这个数据还是比较老的，应该是接近300万的下载量。还有呢，同时我们在去年也是开源了我们的这个高质量仿真数据集。这个数据集里头包含了6大类206个我们叫精雕细琢的高质量的这种铰链的模型，可以直接导入各类的这种仿真器，比方说像英伟达的这个 Isaacsim 这样的仿真器，就会进行仿真的操作。
上个月的这个中关村论坛呢，我们也是正式发布了我们开源开放共创共赢的生态计划。核心呢就是以生态促发展，以开源聚合力。我们重点呢或发力4个方向，一个是开发者的培育、产业应用的落地、具身智能这种技术底座的建设，同时呢为整个行业提供标准测试和中试的服务。另外就是在刚结束的这个半马就是亦庄机器人半马比赛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赛场上我们这个机器人可能数量是比较多的，其实有超过半数用我们的团队，不是我们自己的团队，是2次开发的团队，有高校的，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像蔚来汽车啊、中传啊等等，他们是用了我们的天宫 3.0 的机器人，在上面做了一些2次开发的工作，去参加这个比赛。这里头举了几个典型的案例，比方说深圳大学，它是通过远程遥操作，在2000公里之外操作我们天宫天宫 3.0 机器人完赛的。还有蔚来团队。完全用了自己的自主导航的算法，也是非常快的速度啊，1小时17分完赛。以及德国慕尼黑，这是一个国际团队，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它是自己基于我们的天宫 Lab 这样的一个工具运控的一个框架，去训练了自己的运控算法，完成了比赛，这个成绩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最后一页，那么就是也是我就是最喜欢讲的一页吧，就是我们一直是坚信，就像这个上世纪80年代通用个人电脑取代了各类的这种专用的计算设备，还有本世纪头一个10年，像 iPhone 这样的一个通用这个智能手机取代了像功能手机啊、数码相机、MP3 播放器。PDA 有的是完全取代，比方说大家已经应该现在看不到什么 MP3 播放器和 PDA 了，有的是部分取代。比方说一些专业的数码相机现在还存在，对，但是大部分就是大家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是直接用这种智能手机来照相。那么我们也坚信，就是这种具备通用具身智能能力的通用的人形机器人会全部或者是部分的取代之前的这种专用的这种机器人。那么我们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会全力以赴，也希望和在座的各位同仁一起共同推动具身智能走入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唐总的精彩分享，为我们展示了开源生态如何降低创新门槛，加速产业的协同。有了开源生态，加上触觉的感知，机器人还需要在数据有限的情况下快速的学习。下面有请中科第5季青年首席科学家、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黄岩先生带来空间认知增强的少样本具身大模型，掌声欢迎。好的，大家上午好啊！我带来的这个题目啊，其实偏向这个具身大模型啊，比较偏模型架构多一些啊。我这个主要的一个思路呢，是想去实现我们所谓的少样本的这个具身模型的这个后训练。首先啊，就说一下什么是空间认知，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空间认知这个事情。具身智能，特别是具身大模型啊，在我们整个的学术界，包括所谓的这个工业界都非常的火。无论从这个论文啊、技术报告的发表数量来也好，还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具身智能的公司的这个成长速度啊，已经是当前行业最热的一个点。具身大模型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它相对于上一代的我们所谓的具身智能也好，或者说机器人控制也好，它在上限方面具有很强的想象空间。例如说，它可以去做到这个跨场景、跨任务的这样一个学习。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上一代的这个机器人控制，它更多的可能需要去进行手动的编程，做一个人工的调整。这个相应在例如说，在一些产线上去换形，它的相应的代价就会比较大一些。
现在啊，这对于整体的具身大模型，无论是 VLA、VLN 还是现在的这个 WAM 来讲，其实大家的核心思路无非还是说，我基于所谓的基于 Transformer 的架构，对吧？我们总体而言，整个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演进方式，还是去参考大语言模型或者说多模态大模型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用大量的数据来去拟合大规模的模型。但是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里 PPT 上也列了，与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相比，我们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非常少。基本上我们现在整体的开源的数据，最大规模也就是一个1000万级的数据。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任务，其实相对于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来讲，它的任务复杂度还要更多，相对来说还要有跨本体的情况。从纯数据驱动的角度来讲，我们理论上需要的具身数据量要远远大于大语言模型啊。虽然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非常高效的数据的采集方式，但是呢，就是说受限于数据的采集效率，我们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积攒到足够的多的数据，采用纯粹的数据驱动的方式把具身大模型给训练好啊。现在呢，大家可能考虑的是2个方向去解决数据的问题。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去通过遥操作或者是这个 UMI 去采集真机的数据，是吧？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基于这个5米的方式，数据效率采集确实有很大的提升啊。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还是沿着之前仿真系统到现在所谓的生成式模型，或者说所谓的这个事件模型，通过这条路来去产生一些虚拟的假的这种数据来去训练我们的模型。但是这里面有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生成的数据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我们拿来去训练大模型带来的是噪声还是性能上的增益？这一块呢，就是说还需要有一段的这个技术上的突破。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说，数据固然很重要，但是模型架构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模型架构是不是就必须要对于单一任务就要采集至少几百条，多则几万条，更多的10几万条，这么多的数据，我们去学一个，对吧？叠 T 恤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任务，我们是不是在架构方面可以有优化的空间？我们能不能通过修改架构，让模型对于这个数据的需求量从而降低？这个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其实回顾整体的人工智能的模型，特别是深度学习模型或者说大模型的发展趋势，认知神经科学，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中的认知功能啊、机制啊，对于模型架构创新设计是起的决定性作用的。例如说，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核心模块就是所谓的这个自注意力模块，本质上是源于认知心理学中的人眼视觉注意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因此呢，就是受到这个启发其实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架构上做一些创新，特别是引入更多的认知机制来去降低模型对于数据的依赖性。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主体的研究思路我们关注的场景不仅有操作也有相应的导航，更多的是想做导航和操作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具身大模型。当然，现阶段来讲，受限于数据方面的体量的这个因素我们 VLN 和 VLA 还是分开起来去做的。所以说这就回到了我们更聚焦的人脑中的这个空间认知的能力其实人脑包括这个认知地图空间注意力机制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空间推理其实有很多的认知机制都在强调我们对于3维空间的理解能力，对于3维空间复杂信息的这样的一种过滤能力。我们如果能把这些能力迁移到具身大模型的架构设计中，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的先期验证，可以有效的去降低模型对于数据的需求量，可以有效的降低模型在复杂场景下做运动规划的一个这个失败率。所以说呢，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一直在沿着这个思路来去做，特别是当然这其中只是一些代表性的工作，我们围绕着 VLN 导航从这个19年开始，从 VLA 从24年开始，一直在沿着这个方向去做，提升它的一个所谓的认知能力。接下来呢，我首先从这个所谓的导航和操作分别举一个例子，跟大家做一个简要介绍。这个其实是具身智能领域的一个
主流任务，就是说所谓的视觉语言导航，我们不用提前建图，我们只依赖语言指令和视觉感知，然后呢直接输出，用于指导机器人行为的特别是导航行为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当然这两个图分别是左侧是这个室内场景，右侧是室外场景。我们最近在做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复杂的场景下，例如说在商场啊，在一些大型的展会啊，甚至说在一些户外，我们有没有可能给模型赋予一种鲜艳的这个空间地图的能力？例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会场，我们都可以有一些这个比较粗略的或者说手绘的一些户型图，是吧？我们把这个户型图，它也不是一个等比例的，只是大概的一个示意。把这个户型图能不能送入到具身的导航大模型中，让模型参考的这种空间鲜艳，去降低它需要提前建图啊，需要实时知道自己的位置啊，做一种更自适应的这种导航能力。于是乎呢，其实我们围绕着这个思路建立了一个基于所谓户型图、空间户型图的具身导航大模型这样一个导航大模型，它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不同点，主要的创新其实就是在于说，我们的输入端考虑更多的是说视觉感知，对吧？它的第一视角的视觉感知如何和户型图做更紧密的绑定和对齐，送入到具身大模型中。同样，我们设计了一些辅助任务，这个辅助任务就是帮助模型更深入的去理解户型图，比如说它大概在什么位置，你前面呢大概是一个什么场景，对吧？你已经经过了哪些路哪些会议室等等去做一些辅助任务。当然，这些电量化的结果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其实在一个公司的场景下，这个显示可能会稍微有点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公司的场景下部署在语数的这个机械狗上它可以自适应的在这个公司场景下去规避掉这个行人，然后呢去做一个自适应的导航。另外一块呢，其实如何利用空间能力，就是在操作层面操作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的 VOA 嘛，是吧？然后我们考虑更多的还是模型架构。其实现有的我们大部分的，无论是这个学术界还是工业界，大家所关注的这个或者说所参考的模型，大部分还是基于这个例如说早期的这个派系列的模型。这个模型有什么问题呢？无非是对于数据的需求量会比较高一些。例如说我们做一个单一任务，可能少则就要300-500条数据。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数据呢？其实我们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架构我们是可以类比成一个漏斗的形式。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你的输入端包括3维的视觉信息，是吧？你的模型输出端想要在3维空间中去指导机械臂的末端运动，其实理论上也是包含3维的结构信息。也就是说，你的模型输入和输出可能都是包含3维的结构信息的，反而在模型的内部，在模型真正的建模的过程中，反而把这些所有的3维信息压缩到1维的特征向量上去了为什么是这种漏斗的形式呢？我们先说它有什么问题。我们所关注的机械臂的运动，对吧？机器人的导航行为，它其实重点关注，比如说我们操作的物体、它的体积、它的位置、它的形状，这些东西对我们产生行为至关重要。但如果你说我把这些3维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压缩到一个1维向量上去，它这些重要的空间结构信息就丢掉了，因为1维向量更擅长对于这些语义的信息性建模。例如说这个瓶子是红色的，这个瓶子上面有一些字是农夫山泉，是吧？它更多的关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操作行为理解来讲，它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它把我们更多的空间的信息给丢掉了这个其实主要还是源于数据少。我们数据少就会导致这些现有的架构都会去依赖多模态大模型 VLM 去做。VLM 本身关注的就是语言问答，是吧？我问答呀、操作呀、产生语言呀这些方面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在架构上做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把整个模型架构进行全面3维化把中间的所谓的1维向量把它升级成一个3维的热力图。当然时间因素呢，我们细节就不展开进行介绍了。相关的工作，其实我们在去年的这个 CVPR 的一个国际公开的竞赛上，叫做可泛化的 VLA 的竞赛上拿到了第1名。其实本质上就是说，我们如何在少样本下能够去有效的提升模型对于这个不同光照、不同角度、不同姿势的这样一个泛化性。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实验室场景下的一个示意图，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就做一个这个推拉抽屉、抓拿放这样一个简单的案例，但是呢，我们把它放到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物体类别、不同的抽屉、不同的这个场景、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距离，还有不同的这个背景、光照等等，我们去实现这种所谓的这个少样本的一个泛化性。后来呢，其实我们进一步的结合世界模型，把这个所谓的热力图的思想把它扩充到了一个视频的 foundation model 上去，然后同时可以把这个 VLA 我们所谓的少样本的 VLA 和世界模型统一到一个架构上去，这个视频好像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就直接说了，就不展开放了。右侧是实际的场景，然后呢，左侧是3张图是多视角的，叫做3维的世界模型所展示出来的一个效果。然后中间蓝色呢，是我们所谓的预测出来的一个3个视角下的一个热力图的一个效果。在我们公司层面，就是说我们依赖这种少样本的这个矩阵大模型的能力，其实我们已经展开了比较多的这个落地的应用与众多的这个产业方形成了非常务实的合作。这个是我们公司整个的一个发展历程。公司相当于是从2024年成立，但是前期无论在视觉语言导航操作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这个技术积累。公司层面呢，其实主要围绕2条线。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矩阵大脑。目前来讲，其实我们刚才主要介绍的是一个少样本的能力。其实我们在世界模型方面也为这个矩阵大脑提供它的一个可靠性，包括最新我们其实在世界模型的这个评测的基准 World Arena 上也拿到了第1名另外一条线呢是我们的一个硬件的一个产品线，它其实主要是构建了一个轮式双臂的一个人形机器人，主要是目前来讲主要是面向的是工业场景。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跟这个宇树有深度的合作例如说做一些这个电力的巡检这个搬运物体的这个分拣包括一些插拔、零售的一些场景，都有比较深入的合作。后续呢，也跟这个 SAP、还有国家电网、还有南水北调等等，都有非常深入的合作。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轮式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具体的详细参数信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展台我们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依赖我们自己的这个轮式人形的本体，其实我们也与这个领跑，包括中石化美的和中国电信在无论是这个零售场景或者说加油场景、这个插拔场景，我们都有比较深入的这个落地应用这是一个相应的一个演示视频。但是这个显示的比例应该是有点问题这个可能只显示了这个视频的左上角了未来呢，其实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对未来矩阵大模型其实有一些看法。第一个呢，其实主要还是数据问题。其实我们强调了很多少样本，本质上还是需要对提升对于数据的这个利用效率。但是从数据本身而言，我们仍然需要非常高质量的这个 VLN 或者 VLA 的数据。我们确实看到现在基于所谓的这个人类的，对吧？包括UMI的一些采集方式可以提升效率，但是呢，就是说距离我们真正要达到数据驱动的这个大模型训练，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此外呢，就是说从生成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世界模型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呢，如何在对于比较细节的人和物体交互方面，能够产生比较准确的这种画面的这个技术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突破。第二个就是说 VLN、VLA 所谓的矩阵大模型的小型化，因为本身矩阵大模型的体量就不大，它可能只是一个3B、7B 的体量，但是呢，我们真的要放到实际的端侧，我们仍然需要把它压到0.5B 左右，才能真正做到去部署到机器人上做一个稳定的运行。这块呢，其实虽然说
有一些相应的工作已经产出了，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更多的还是依赖特定数据集进行模型压缩，在泛化性方面，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另外呢，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我们其实现有的很多工作其实都在考虑全身的运动，但是呢，其实全身运动相对于所谓的操作来讲，它的数据的规模又进一步下降。我们确实可以去做这个问题，但是如何我们搞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真正去做到全身运动控制，我认为现阶段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可能是 VLN 加 VLA， 把2个大模型的能力进行协同，可能是比较现实的一个方案最后呢，其实我们第五季其实也寻求，特别是技术层面的，特别是大模型、具身大模型层面的合作，重点关注其实就是少样本的 VLA 模型架构设计以及具身世界模型，特别是面向行为作为条件的具身世界模型另外呢，还有包括人在环路的强化学习后训练，以及与触觉或者说与大模型推理相关的比较前沿的探索方向。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与我们联系大概就是这些，谢谢大家感谢黄总的精彩分享，为我们提供了少样本学习与空间认知结合的新范式，有望大幅降低具身模型对海量数据的依赖。少样本模型提升了泛化能力，而类人的灵巧操作还需要一个专门的小脑来协调。接下来有请中科硅际 CTO 孙总来分享 Kaseya Hand Brain 类人灵巧操作具身基座模型，掌声欢迎。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很高兴又一次站在了这个舞台上，为大家介绍我们新一年的公司的进展。那么今天由我来代表我们公司中科硅际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公司的进展情况。首先呢，我们是孵化自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人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我们团队呢，从很早开始就已经一直在做机器人的上肢的灵巧操作能力。那么我们团队目前有10几人的这个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一起出来创立了我们现在的这家公司中科硅际。那么我们现在人员已经扩张到60多人，知识产权有30多项。我们的总部设在南京，那么在北京和深圳、成都、南通都有我们的研发中心、制造以及销售中心等。那回顾我们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创始人王鹏老师在博士课题初期，也是在2007年开始，其实就已经开启了这个轮式人形机器人的视觉感知相关的研究。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一直是在承担国家的纵向课题，还有为航空航天、军工等等做一些定制化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研发了国内首套的大口径光机组件的柔性装配机器人。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使用的技术路线就与我们现在的具身智能非常的相似了，只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加持，它对任务的理解没有那么的自然和柔顺。那么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从专用转向了通用，把我们这种定制化的末端变成了我们的通用的五指灵巧手。那么在18年期间，我们也是买遍了全球所有的灵巧手，包括这个英国的 Shadow、德国的 DLR、韩国的 Allegro、熊克手等等。那个时候一只手的成本是真的非常的贵。Shadow 的手话，那个时候我们买应该是100多万，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发现了很多问题的，因为我们本身是做一个算法模型的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底层控制对我们是不开放的，它是封装成这种 SDK 的形式来给我们调用的。那所以在算法层面，我们是很难达到这种实时高精度、高响应度的这种闭环的控制的。那么第二个，手这个高精度部件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坏的，那么我们返修一次可能就要3个月的时间，因为在我们国内基本是没有维修能力的。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与场景结合和我们的模型算法开发过程中，觉得这个手有哪些关节、哪些部位，它的设计不是很合理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做调整，但是可想而知。这个外采的这个手，它是不会支持我们这种单点的定制化的。那么基于这个契机，我们从18年到23年开始，从灵巧操作的大脑向下延伸，开始做我们灵巧手的硬件，以及延伸到我们灵巧操作机器人的这个整机的研发。那么从24年开始，我们是在中科院的新模式下第一家孵化成立的公司。那么原本我们在北京的中关村、怀柔以及中科院香港的研究院都有我们自己的机器人中心啊。那么在24年成立的时候，我们也获得了这个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德国红点奖等等。好，那么我们公司的核心愿景其实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就是让机器人像人一样用手去干活。那么我们最终是要让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去。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的其实就是机器人它能够有通用类人灵巧操作的能力。那么想要达到这个能力，我们认为它有4个主要的关键技术。第一个就是适应性，我这个手要能对我操作的对象、环境、任务有足够的适应能力。那么在生产流水线上面，大的、小的、方的、圆的软的、硬的东西，我都能够包覆，我都能够识别，我都能够抓取，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灵巧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任务，它还是使用2指夹爪的形式。那么在大部分的这种抓取的任务里是可以覆盖的，但是一些精细化的操作的时候，其实就不能够满足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手就要有足够多的关节自由度，能让它完成复杂的操作动作。第三个是工具性，因为我们现在的生产生活里面，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和工具都是为我们人手而设计的。那如果想让机器人广泛的铺开，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机器人像我们人手一样，有一双像人一样的5指的灵巧手。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复用我们现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这些工具。那么第4个是人机性，其实机器人和人长期发展来看，它一定不是割裂的，不是相互独立分开的，它最终是要走向千家万户，最终是要和我们一同协同合作共荣。那么基于这个思考，我们将类人灵巧操作能力分成了5个主要的能力等级。那么 DL1 和2等级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固定编程和遥操作的方式，那我就不多赘述了。到 DL3 等级的话，就需要我们有这种多样化物体的适应的能力，也就是能够实现通用化抓取的能力。那么这一类能力其实在我们生产生活中可以占比高达50%左右。那么另一类呢，就是精细化抓取和功能性操作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生活中占比大概是40%，但实际上真正产生经济价值的都集中在 DL4 这一级别。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的非常多的生产环节，我们大部分是借助工具的，而不是只是一个抓取的简单任务。那么到 DL5 呢，就是人机协同的这个协同作业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就会按照我们的这个级别来跟大家具体展开讲一下我们的大脑架构。那么在这之前我们想要实现这个机器人的类人灵巧操作，我们的技术路线一直坚持的是从模型到本体到数据到场景的一个完整闭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坚持要做这个闭环？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到明年可能就已经正好满20年。我们在这20年的探索过程中，发现了非常多的这里面不管是工程化，或者是底层控制，或者是这个硬件本体和模型的适配，以及这个数据它的格式的变化等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那么我们这个模型，首先它要指导我们本体的设计。我们本体并不是说我造出一个灵巧度足够高，稳定性足够好的手就可以了。有一双好的手，还要有一个聪明的脑，才能够把它利用起来。那么第二个，
我们有了聪明的脑，有了灵巧的手，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和场景和任务相结合，它才能胜任这份工作。那么再一个，模型在以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变化非常大，也速度非常快。那么我们采集的数据一定要能够实时配合我们模型的变化，才能够让我们的数据和模型形成一个飞轮，快速的向前推进，而不是因为它体量太大太重，或者是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割裂，我不能够做及时调整。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布的我们的 Cassia Hand 类人灵巧操作具身基座模型。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具身通用大模型。那为什么我们不做具身通用大模型呢？因为我们知道机器人的全身自由度非常的多，有的时候40多、50多，但是要知道这里面大概有一半全都集中在这双灵巧手上面。那么长程的和这种通用化的任务一定会降低我对某一项技能或者是某一项任务的精度和准确度的。那么机器人我想要让它用双手在工业里面去干活，那绝对不能损失我的专业能力。所以我们提出了我们具身基座模型的3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做顶层规划，就是分解和理解拆分我现在的任务。那么中间我们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基座技能，它可以完成通用抓取、功能性操作、响应式人机交互、双手协同等等。那么这里的精细化，那就涉及了我们高自由度的双手双臂的这些具体的操作能力。那么底层控制，那么就来到了我们的手的底端，再形成一个动作的执行、反馈和闭环，不断的实时的实现我们这个持续学习与能力水平的增长的能力。那么这是我们前期在模型方面的大量的积累，这是在 DL3 能力等级，也就是通用抓举的一个子模型。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解决的是，第一个是查杂乱场景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第二个就是它要有空间的语义认知。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手用的是一个3指手，它虽然看起来只比2指夹爪多了一个指头，但是2指夹爪只有1维自由度，但是我们的3指灵巧手有7维自由度，是它的7倍。那这个规划难度和执行难度可能就不是成倍的这个关系，而是指数级的上涨。那这一个是我们做的功能性的操作，基于少量样本的灵巧手的类人功能性操作。那么我们知道很多在场景中我们做的是通用的抓取，那么抓取只要实现一个行封闭和立封闭就可以了，但是使用工具是完全不一样的。以我这个图片上的喷壶来讲，我拿它的喷壶的上面、下面、左面、右面其实都可以把它拿起来，但是我想用它浇花，我想用它喷出来水，那么正确的手势其实只有一个。那像前面几位专家一起讲的数据的这个瓶颈的问题，机器人本体的数据就已经非常少了。那么市面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灵巧手的数据，那又是少之又少。那么在灵巧手的数据里面，大部分又是通用抓取的数据，落到我们功能性操作的数据，那真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提出了我们自己的物体重建网络模块，然后以及基于操作意图的功能性抓取的生成器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那么这个到达了我们DL5级，也就是人机交互协作的能力。那么前一阵子我们看到智源机器人它能够实验动态的与人握手。那么我们在24年已经做的这个工作，我们可以实现的是动态的人与机器人的物体的交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还要识别我的意图，我是想把东西递给你，还是想要让你来使用。那么根据不同的意图，它要用不同的手势来接取我这个物品，是用功能性抓取的手势来接取，还是使用交递的方式来接，还是用这种抓取移动的方式就可以。那么机器人都要通过我的运动和我的动作来进行意图的理解和分析。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把人机融合、智能增强放了进来。为什么呢？在很多的特种应用场景里面，其实自主的方式它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胜任当前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自主的方式它一定是存在风险、存在误差的。那么在一些排爆呀、危险品处置的场景中，它其实是不允许这样的风险存在的。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我们的人的智能和机器人的高精度，我们双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形成这个智能增强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在这里，我们做的人类数据的跨本体迁移，也就是通过我们手的手势，它可以自动的识别手的动作，并且映射到不同的本体上去，这也为我们后续的我们的数据的路线埋下了一个伏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刚才说的机器人识别出我人的意图。那么在一些杂乱场景或者是视线受遮挡的情况下，我人其实通过遥操作是很难完成这个精细化的抓取或者一些操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人进行高层次的顶层的这种路径的规划、任务的拆解，那么到精细的具体的操作的时候，交由给机器人来接管，它来执行这个高精度的操作，那么就是最好的一种融合方式。那么除了模型，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是从模型到本体到数据到场景的全链条。那么本体的话，今年我们也是全新发布了全系列的灵巧全自研的系列化的灵巧手，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发布从来不是一款一款发布，我们都是一系列一系列的发布。那么我们这一个系列呢，一共分为3个，一个是 M 系列，也就是小手系列，还有一个是 X 系列，专针对我们的工业场景，还有一个 G 系列，专门针对于我们上下料搬运和物流分拣系列。这也是我们中科院的一个传统吧，就是都是以场景为主，完成任务为主为导向。那么我们结合我们模型的要求，我们的场景要求，那么我们的灵巧的末端也要有对应的有针对性的系列化的灵巧手来设计和产出。那么下面是我们2款机器人的整机，一个是无迹机器人，一个是无畏机器人。无迹机器人主要就是应用在我们工业化生产里的这种自主的操作模式。那么无畏机器人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人机融合遥操作的方式来进行一些特种场景的任务处理。那么在数据层面呢，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数据采集的时候，要么是需要用手柄，它只能控制2指夹爪，或者是控制5指手呢，只能完成一个闭和开的简单的01的动作。那么针对我们人手这种10几20个自由度的高自由度的动作捕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也有很多，比如说铜构臂或者是外骨骼的形式，那么安装或者是佩戴在我们人的身上，其实是非常累和有这个阻碍性的。那么我们也是全自研了我们的可穿戴舒适型的这种束采设备，它可以同时采集我们人手的手指弯曲，也可以采集我们手掌的接触力，同时可以采集我们上肢的臂的大幅度的这个操作能力。那么在数据采集方案方面，我们也是有3个方案。第一个就是遥操作的实机数据。那么因为我们的数据采集和我们的灵巧手都是我们全站自研的，那么我们也拉通了这一项技术方案，我们可以在实机中完全采集机器人的运动关节和所有传感器的数据。这样的话，是我们机器人最真实、最能直接反馈它动作情况的一部分数据。那么第2部分就是我们的无盆底数据，也就是今年最火的这个 Ego-centric 或者是 Human-centric 这种数据方案。那么佩戴我们的数据手套，它无惧遮挡。就是我们头戴的相机，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在操作一些复杂的操作，或者是手伸进了柜子里、箱子里，或者是拿东西的时候，后半部分被遮挡。那么用我们的数据手套的话，就没有这个遮挡的问题。那么第3个也有我们自己大规模的物理仿真的数据生成。那么由于我们前期的这些，不管是从硬件到算法模型的积累，我们也积累了100万级的通用能力加垂类场景的针对类人灵巧操作的数据集。那么这个数据集它就不仅仅是抓取
通用性抓取更包含了通用抓取、功能性操作、人机交替、人机结合、双手协同、人机融合等等各个角度的数据。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场景，这个视频可能需要我们中控老师帮再放一下。那么在场景里面，我们今年也是快速进行了场景验证，拉通了我们完整的一个闭环。因为不管是手的硬件本体，还是我们的大脑，最终是要让它能够实际干活，它才能验证它是否是一个有效可行的方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跟京东、包括极致家、然后小米等等都有大量的合作，在工业场景里面的物流扫码、柔性上下料、仓库分拣、工业搬运都有很多的合作。那么右下角我们有一个脑机接口平台，这也是第一次将活体猕猴的脑机接口读到它的意识之后，借由我们的灵巧操作的大脑和我们的灵巧手，完成了活体猕猴用意念来控制我们灵巧手给它喂水果的这么一个任务。那么我们目前的生态合作，当然这是简单列出了我们一些生态合作伙伴。我们现在也加入了京东的这个巨神智能数据的生态共建的这个团队里面。那么也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结合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把我们这个机器人的上肢的类人灵巧操作能力真真实实落地在我们的广大的应用场景里面。这是我们在过程中获得的北京市的科学技术1等奖、2等奖、军工奖等等。那么我们前期也是获得了这个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创新发明奖以及这个恰贝克奖等等。那么最后再解释一下我们公司的名称，中科就是孵化自中科院，硅基其实意思就是开启机器人硅基生命新纪元的意思。那么我们作为类人灵巧操作、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引领者，希望和广大的上下游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启机器人硅基生命的新纪元。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孙总的精彩分享，为我们拆解了灵巧操作背后的大脑决策与小脑控制的分工与协同，让类人操作从理论走向工程，大小脑协同让机器人会动手。那么这些技术何时才能走进我们的生活呢？下面让我们有请松研动力首席市场官张淼张总带来从春晚舞台到走进千家万户的主题分享，掌声有请。大家好，然后我是松研动力的CMO 张淼。今天的话就简单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从春晚到最终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的一些经验的这个分享吧。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松研动力。那我们的话其实是成立于2023年的9月，然后核心团队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这些知名的高校。然后目前来说，我们的产品线主要包含双足人形机器人产品线和我们的仿生机器人产品线。产品和我们对应的解决方案呢，现在也在这个科研、文旅、陪伴等多个场景实现了这个规模化的应用。然后回顾一下我们松研的这个整个发展历程，其实应该说核心是在我们首台机器人在这个公司成立1个月的时间内落地之后呢，可能通过了这个第1届的人形机器人半马，让大家认识到了我们。然后到我们去年的7月份，机器人的整个交付量级突破了100台套。同时的话，在去年的10月底，那我们作为行业里面第1家发布了一个这个消费级的人形机器人小不米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到今年的2月份亮相到了央视春晚，整体上经历了一个快速的这个发展的过程。
然后这一页呢，其实就是展示了我们双足人形机器人目前来讲核心的3个产品 N211和我们的消费级的人形机器人小布米。然后他们的这个详细介绍，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松原动力的官方公众号去了解详细信息。然后包括我们的仿生机器人的话，今年也在这个央视春晚和这个蔡明老师合作的这个小品《奶奶的最爱》上，那个展现出了我们的这个应该说超高自由度的这个仿生脸和整体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尤其在这个春晚舞台上的话，那我们也是成为了春晚仿生机器人的这个独家合作伙伴和人形机器人合作伙伴唯一一个双重身份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应该说我们也是首个把这个机器人带到春晚语言类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这样的一个展现形态呢，也是对于松原动力这个人形机器人技术和这个产品它的一个能力的这种应该说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在春晚结束之后的话，其实我们会更加把自身的精力放到我们的场景落地和商业化交付当中。那在这个在这里也稍微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观点。那其实纵观整个这个近3年，那2024年呢，我们认为整个行业的话，其实整体上还是处于一个实验室的时代。那大家会发很多的这个 demo， 然后进行很多多元化的这种探索。在目前然后在2025年的话，其实大多数的厂商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产品竞赛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行业里密集的发布了很多的这个新产品，然后产品的性能呢成为了行业竞争的这个壁垒的焦点。那在今年的话，其实我们会觉得大多数的公司已经完成了从产品发布到商业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跨越。那规模化的落地能力和这个商业化的能力以及场景解决方案的这个闭环，其实是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焦点。那我们松研的话，其实也在这样的转折中看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机遇。那我们认为的话，最终人形机器人想要走进千家万户，那它的核心机遇还是处于 C 端的这个市场。那只有我们切入到了消费级这样的这个赛道，才能支撑起这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宏大的叙事。但是的话，我们也一定要率先的跳出一些同质化的这种竞争，然后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差异化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所以说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的话，那我们的选择是重塑我们自己人形机器人成本和性能的这个边界，做到这个消费级的这个水平的话，那其实核心的话，在我们要提升我们核心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自研比例，并且在供应链上进入一个深度的垂直整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同时我们在这个材料和结构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创新，然后对结构设计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优化，大量的采用了一些复合的材料，采用了一个极致轻量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方法，然后进一步的去带动了成本的降低。那可以说，松研动力从一开始的话就一直在致力于打造机器人的产品，而不是机器人的 demo。那我们也秉持着坚持从用户需求出发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最终希望打造真正能走进家庭的一些实用性的这个产品。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想要做到这个消费级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那我们要造买得起的产品，以及做好用的设计，以及去建有未来的这个生态。那首先的话，其实我们会从多重能力的组合去推动我们的机器人产品从实验室走向生活。那在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自研的运动控制算法，可以进一步的打破机器人的这个性能壁垒，让我们消费级的产品同样具备这个动态的运动控制的这个水平，去完成一些复杂的操作动作。同时的话，考虑到这个机器人走进家庭，它的这个安全交互设计层
面上也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单独为家庭场景打造了安全防护体系，同时做了一个极致的轻量化的减重的这种方法，去全方位的保证这个家庭当中使用这个机器人的安全性同时呢也考虑到了这个 C 端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体感，我们通过了一些情感化的这个设计，让机器人整体上和人的交互更具备一些亲和力。第三的话，可能是来自于我们清晰的生态布局，因为我们考虑到对于 C 端的这个用户来说，它的那个内容生态其实是提高用户粘性的一个核心的应该说一个抓手，所以说在这里我们高维度的去做了很多生态的合作，去共建我们的这个生态，实现了一个平台化的发展和跨越。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把机器人从一款专业化的设备变成一个消费级的伙伴在这里核心先提3点。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万元级的定价，那我们觉得这个定价确实也是成为撬动 C 端市场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支点吧。然后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大多数的订单其实来自于 C 端的这个消费者，这个其实也充分印证了应该说现在的市场对于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拥有着强烈的这个需求。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款消费级的人形机器人小布米，它的这个整个的身高还不到1米，它的这种小尺寸的这种设计，其实更适配于家庭的场景，它可以在这种有限的空间里去自由的进行穿梭。第三个的话，也是我刚刚提到的这种高运动性能，其实可以更好的去配合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目标用户群体小孩子们，去完成一些编程的实操、互动的游戏。包括这个教育陪伴的一些功能等等。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单独为我们的核心用户群体7到13岁的小朋友做了一些额外的设计。首先，我们的机器人它可以成为小朋友的 AI 启蒙的这样的助手。那我们的小布米搭载了图形化编程的系统。那我们会以这种拖拽式编程和可视化配置的这种非常简单的操作模式，让小孩子呢其实无需掌握一些非常复杂的这个代码，就能够轻松的完成机器人的一些动作设定和这个交互的逻辑配置相关的这些内容。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配备了专属的这个机器人控制的 APP， 然后抛弃掉了遥控器这种方法。那在 APP 上，我们的界面采用了一个极致简约的这样的设计，然后功能的分区也非常的清晰，然后同时做了很用户友好的这种操作设计，大幅度的去降低了 C 端用户使用的这个门槛。第三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的机器人搭载了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的处理技术。那这个整体的交互的话，其实是非常的自然流畅和响应及时的。这样的话，其实在和小朋友去做一些互动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可以陪伴我们的核心用户群体去进行一个聊天解闷啊、讲故事啊，然后答疑解惑呀，实现一些高效且有温度的人机交流。最后的话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是专门为家庭场景打造了这样的一整套的一个安全防护体系。那除了机身采用了复合材料以外的话，我们的结构设计也是全面针对于家庭场景进行了一个优化，去保证这个场景下的一个使用的安全性。最后的话也是考虑到了家庭场景需要收纳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配备了一键自主归位的这种功能所以这样的话轻触这个指令的话，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动起身，然后包括自动的这个进行一个收纳，它无需复杂的操作。那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包括他的这个家长也能够轻松掌握和上手。然后麻烦钟阔老师帮我放一下这个，就最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那个片子里面最后的就是我们小布米它的这个应该说一个简单的这个舞蹈动作吧。就其实我们把一款专业的这种设备现在带到了这种 C 端的消费级产品里面。那最后谈一谈我们
把机器人送进千家万户这件事情。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做出一台机器人其实是不难的，但是难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批量交付高质量、高品质的机器人给到用户手中。那其实松研也一直在为自己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去做准备。那在2025年底的话，我们的单月交付量呢已经突破了500台套，然后整体上应该说初步建立了产能释放、渠道承接和场景落地的整体的商业化闭环。那我们觉得想要做到这样的交付能力的话，离不开3个条件：稳定的供应链、严苛的质检以及规模化的生产线。那在开始打造这个消费级的整个战略布局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上下游的这个供应链的资源的整合，并且持续优化我们的生产作业流程，然后以及去提升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率，并且在这个产品的测试验证体系这儿，那我们也是让我们的出厂的每一台机器都要通过我们的耐用性啊等等多项严苛的这样的一整套测试流程，去确保每一台交付到用户手中的机器都是符合我们的出厂测试标准的。那最后呢，我其实就是想说，我们松研动力的话，一直致力于以技术创新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高地去奔赴到家庭场景，奔赴到人间烟火。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为我们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从舞台表演到家庭服务的商业化跃迁，让我们看到了技术落地的真正节奏。从舞台到家庭，每一步都离不开数据的驱动。接下来有请林英光元客世界 CTO 陈普先生分享以人为中心的具身智能数据驱动物理 AI 技术进展与生态构建，掌声欢迎。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今天非常荣幸的话，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1年以来的话，在这个具身智能这块儿，尤其是数据驱动这部分的一些进展。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母公司凌云光还有元客世界的一些背景情况。我们凌云光的话呢，它是96年创立近30年的话呢，一直在视觉、人工智能还有光电信息这块持续的这个研发和投入。我们主业的话呢，主要是面向工业制造为包括国内的显示屏，然后消费电子，还有印刷检测，还有就是光伏玻璃、锂电隔膜，提供一整套的这个就是从机器视觉质量检测到智慧工厂解决方案这样的一个就是企业。那我们整个就是全链条的话呢，包括在工业人工智能这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就是智能视觉器件，包括各种不同功能的工业相机、镜头，还有就是各种数据卡，以及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可配置的视觉系统，以及智能视觉装备到智能工厂的解决方案。那么此外，我们在22年的话呢，也开始孵化了一个就是面向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子公司元客世界。那么为这个就是具身智能的企业提供从数据到这个就是量产检测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解决方案。那我们是元客世界的前身的话呢，是凌云光的一个事业部，叫立体视觉事业部。早期的话呢，我们原来是服务于影视行业从运动捕捉到这个就是3维光场重建，主要是服务于这个就是影视里面的3D 的内容制作。那么12年的话呢，我们和清华的这个戴琼海院士团队，我们一起这个就是共同研发的这个立体光场技术设备，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这个设备的话，后来产品化以后，在国内应用到包括影视行业的像绝技，还有就是疯狂外星人这些制作。那么从23年开始的话，具身智能行业逐步在国内这个兴起。那么运动捕捉技术和这个就是光场重建技术也开始应用到这个就是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因此我们就是专门独立成一个全资子公司来服务于这个就是行业。我们现在的主要业务的话呢，一边是这个就是具身智能，一边是我们原来的这个就是文化
元宇宙的这个业务。那么具身智能里面的话呢，我们是依托于我们自己全站自主自研的这个 FT Motion 运动捕捉系统和 LastStage 立体视频系统，那么为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提供包括这个就是 Robot 接脸机器人多模态数据采集系统啊 ，Robometrics 机器人运动检测评估系统，还有就是 Robot Master 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小脑训练系统。那我们的这个就是目标的话呢，主要是解决当前具身智能产业的这个就是数据困境。其实从23年到去年的话，我们其实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很多的尝试。这个数据金字塔的话呢，也是不断的被刷新，然后被重新的这个就是更正。数据采集的这个技术的话呢，也是不断的在发散，也不断的收敛啊。从早期的这个就是 VR 遥操作，惯性的这个就是捕捉，然后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光学运动捕捉光惯，到现在的这个 egocentric， 还有就是乌米的这种就是采集方式。那么我们确实也发现，现在的话就是易获取这个就是的数据的话，视频数据，那么它确实在这个模型训练上，这个最终的成功率和泛化性来说是比较差的，就是它最后的这个价值相对比较低。那么越就是难采集，尤其是真机真人的这种遥操数据和真实数据的话，它的这个质量非常高，对于我们这个就是模型训练，包括 sim to real 的这个就是 gap 非常小，但是它的采集成本呢，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就是环境的限制也比较多啊。因此现阶段的这个行业的话，还是处于这个真人的这个就是 HOI、HRC， 就是和我们的环境交互和我们的这个物体交互的这个就是数据是极度缺失的，制约了我们这个就是具身智能模型的这个就是发展。那么去年我们其实参与了国内非常多的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训练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去年的话，还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国内的，不管是政府牵头、政企合作的这些素材中心，它的核心的话呢，还是以机器人为中心啊，购买大量的这个本体，通过这种遥操作或者是同个币的这种方式去采集大量的数据。但是1年以后的话呢，发现这些大量的数据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沉淀下来了，就是它可能在特定场景、特定本体上能够实现一些像桌面级的这种就是抓取任务的这样的一个实现，成功率都比较高。但是这类场景的话呢，我们发现比较难以迁移到这个就是各种复杂的这个场景里面啊，尤其是我们公司主业的话是工业制造，我们也和很多家的这个就是机器人公司合作，然后呢进入到包括锂电、包括3C 汽车这些行业里面。我们发现目前的话呢，在数据采集上面，包括模型训练上面，就有一个悖论啊，就是机器人目前能做到的这个能力和我们对它的期望中间的 gap 还是比较大。就是我们发现机器人现在能实现的简单的抓取或者是搬运马舵这样的一些能力，它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这些对于这个就是工业制造场景或者是其他场景里面，这都是属于一些低价值场景。就这些场景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可以替代的方案啊，比如说包括 AGV 小车，包括我们的机械臂，甚至我们用人力去替代的话，它的 ROI 都算不明白啊。就是说目前来看，更多的还是做一个尝试探索，要真正产生商业价值闭环的话，这个目前账是没有算明白的。所以今年的话呢，我们其实也和各个就是说本体公司，包括这个就是政府的一些新建的素材中心去讨论怎么样解决这个行业的这个就是问题。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观点，就是从以机器人为中心转变到以人为中心，就是转变传统的这种高成本的这种大量本体遥操作的模式，构建以人为中心的这个数据采集范式，来形成我们这个高质量仿真合成数据和以无本体采集的这种数据，来解决这个目前当前的这个数据成本质量适配之间的这些矛盾。那么通过我们高质量的就是富含物理交互特征的这种就是演示的数据，解决泛化性，那么大幅降低我们不需要大量的这个本体，大幅降低真机采集成本和损耗成本，以及可以实现这个跨本体啊。以前我们可能是依赖某一家的本体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素材，但是它跨本体的这个就是泛化非常困难。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就是复用性、数据复用性的问题。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去年在各种尝试中啊，就是发现我们现有的这个就是主流的这个就是 VLA 的这个就是模型技术，
那么在解决一些这个就是复杂场景下，它还是存在一些痛点啊。第一个就是当前我们 VRA 采集出来，包括我们真机摇操的视频，它抽帧以后的话，关键帧基本上都是还是2维视频。如果在环境中的话呢，有这样一些同样的物体，它具有深度信息，那会导致机器人出错啊。所以机器人它本身是在3维世界中运行的3维物体，那么用纯2维的这个就是视频数据去训练的话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就是问题。同时的话呢，机器人它是需要和3维世界物体交互的，且不破坏物体。所以我们现在大量的这个就是训练过程中缺乏一些这个精细化的这个就是力学数据。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在和物体交互的过程中的话呢，这部分的维度的数据维度的缺失的话，对于我们后续的那个就是训练的这个成功率和泛化性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就是一个统一虚拟和现实的这个就是模型啊。第一个，它拥有一个非常高精度的这个就是世界模型的这个基模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技术，把它这个就是从物体的这个表面纹理啊，到它的这个就是物理属性，都能够高精度的这个还原出来。然后通过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模型，加上我们多模态的这个力学反馈，去弥合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这个感知鸿沟啊。这里面整个方案的话，我们会打造这么一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就是训练数据采集工具链和平台啊。它这里面就是会采用就是我们这个通过多模态的这个就是训练数据采集，去训练这个就是学习场景的这个技能啊，以及通过我们这个就是小脑的这个就是训练数据采集，去训练我们就是身体的这个动作。然后支撑它的这个就是几个书载方案的话呢，一个是多视点的立体视频啊，通过立体视频的方式去解决当前视频信息的这个就是2维到3维的数据缺失，还有一个是多模态力学反馈数据去解决这个机器人、人机和人和物体交互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力学反馈的这个缺失。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是引入了就是2个技术来去解决当前的这个就是一些挑战啊，一个是多视点立体视频采集加 VGGT 加4D 高斯来解决世界模型重建效率和真实度的问题。那么数据层面的话呢，我们面临的是第一个当前的这个数据规模不足，然后数据质量低和场景覆盖窄。那么我们通过 VGGT 的这样的一个3D 视觉技术模型啊，通过高效重建引擎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单场景，就是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工厂场景或者是酒店场景，单场景的这个就是扫描建模啊。单场景的话，我们整个扫描建模的话可以小于5分钟，然后呢，同时它的计算效率更高，对这个就是 CPU 和 GPU 的这个消耗，对算力的需求更低，可以实现这种并行的这种海量处理。同时它的这个就是接触点的这个定位的话呢，可以到亚厘米级啊，就是我的这个机器人和这个物体环境的这个交互啊，它之间的这个就是物理接触点的这部分的关键信息位置的话，我们能够做到比较高的这个精度。第二个是在训练层面的话呢，解决这个就是仿真到这个真实的这个鸿沟，以及传统仿真缺乏真实感和泛化能力差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4D 高斯的这个渲染技术啊，实现照片级的这种真实感写真啊，这个就是可以达到这个就是 PSNR 的话超过30 dB， 那整个就是这个它重建的这个精度基本上是能达到人类的这个就是物理级的这个视觉精度。同时它的实时渲染性能的话呢，可以达到这个就是在800×800下分辨率下可以达到82的 FPS， 满足实时交互的需求。最重要一点，它的这个时空是连续的，4D 时空连续，那么生成时序一致的这个动态场景，而不是离散的这种就是单帧。那么这对于机器人在这种就是世界模型过程中，它的这个就是对周围的感知、这个推理决策的这种长序列的这种任务的话呢，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基于此的话呢，我们会面向这个就是，尤其是今年我们会重点面向工业场景啊，面向我们的工厂，面向我们的这个就是产线，它里面的各种设备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配套的这些场地，构建这样的一个多视频立体视频和多模态力学传感数据构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去解决这个 VRA 的这个就是痛点。然后我们会整合真实世界捕捉的数据，以及3D AIGC 的一些数据，还有就是现有的3D 资产，构建上百种工业里面的场景，以及100万级的这个就是常规的这个就是动作数据量啊，实现同时支持我们无穿戴的立体视频动作采集，面向不同的场景和空间的这样的一个采集系统。
我们现在的话正在打造国内首个以人为核心的面向人机交互的高精度的立体视频加运动捕捉和多模态力学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这里面的话呢，这个就是数据中心里面它的采集的这个就是数据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它的力学的这个交互精度可以达到0.1流，然后这个视觉的这个接触精度的话可以达到这个就是0.1毫米。当然整个的这个数据的话呢，它确实它的成本也会比较高，然后同时数据的规模不会特别大大概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在1万条左右这样的一个高精度数据。我们现在会采用这套高精度的数据的话呢，训练我们在工业具身智能里面的一个基础模型基于这个基础模型训练的比较好以后的话，我们再基于此去做大量的这个合成和仿真数据，来实现这个就是数据集规模的这个就是增长和扩充。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就是立体视频加4D 高视的话呢，去赋能机器人的这个技术革新和应用升级首先是解决我们现在人形机器人从这个就是双足运动到我们现在的local manipulation 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控制就它不仅仅是只用手去进行这个操作，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它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腰部我们的这个腿部，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脚尖这些全身的这种运动控制，根据这个就是现场的这个场景的这个适用性来去选择最合理的这种就是操控方式。这里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就是高还原度的这个立体视频多视点的多维度变光照的这种3维视频我们可以实现把真实半径仿真，然后实现随机域的训练到真机部署这个是我们和南科大这个就是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人类的这个篮球动作学习以后，然后再到机器人的这个仿真训练最后迁移到机器人的这个就是真机完成这样的部署我们最近看到其实很多行业里面的这个就是公司的话都在研究就是更复杂的运动，包括这个网球、乒乓球、羽毛球这些这些其实场景的话，我们现在都和他们在合作，在去做这样的一个验证。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们面向工业场景里面我们基于这个就是3D 和4D 高视破键和世界模拟去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的认知世界的这个仿真模型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苏州的这个工厂里面做的一个实景的这个建模这里面的这个就是核心的这些设备它都是可以作为独立资产的，可以去进行任意的这个就是摆放也就是说我们在训练过程中的话一旦出现了这个就是物体的几何位置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光照条件变化，它这些泛化条件都是可以实现这个就是去预设的，通过随机域的去这个就是训练模拟这个就是说现实过程中的各种这个就是发生变化，环境发生变化以后机器人的训练场景，来提升机器人在各种场景下的这个训练成功率和泛化率。这个的话是我们针对就是 local manipulation 就是这种全身运动让机器人包括我们看到春晚语数5 boot 里面的这种跑酷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在通过人的这个数据采集结合这种就是障碍物上面的这个就是一些力学的这个就是反馈，那我们把人体的这个运动和力学的这个就是反馈信息统一把它整合起来形成这样的一个物理世界交互的数据，然后用这个来去训练机器人通过这个就是各种拟人的动作完成就是说用身体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去进行这种障碍的这种就是翻越通过这种障碍越野还有就是跑酷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应用。然后我们元科世界的话呢，提供整个全链条的具身智能解决方案，从研发制造到应用，服务于全流程环节。首先在研发制造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他们有些是走过了这个初创阶段，那么他们用这个就是 URDF 作为标准来去验证我的机器人的这个就是运动控制的增值是不是和我的 URDF 设想的这个结构，还有就是我的运控的算法保持一致。第二类的话呢，是有一类公司的话，它用我们真机的这个就是手搓的这个样机去校准它的这个 URDF， 这是在研发阶段。在量产阶段的话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检测机器，通过这个就是机器人的这种工装夹具和这个光学标记点，去非常高精度的检测机器人在这个行走、转身做各种动作时候的它的动作质量，去支撑我们机器人的这个就是
从千台、万台量产的这个下线。那么在这个后端行业应用里面的话呢，我们提供这个 VLA 的训练数据采集的这样的一套解决方案，以及我们小脑训练的解决方案，可以面向我们的这个就是工业场景，还有文博文理这种场景的话呢，去提供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包括舞蹈、武术，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任务场景里面的这个就是训练。那我们3套方案的话，就是给机器人建我们的数据粮仓啊，做运动裁判，当艺术老师。那么这里面我们多模态的数据采集系统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精度是非常高啊，通过光贯融合的运动捕捉的话，可以实现0.1毫米的定位精度和0.1度的这个角度。那么整个数据准确率的话呢，通过这个光贯融合可以实现这个就是99.97%的这个就是数据准确率。整个穿戴的重量呢也是非常轻的，可以适合我们大规模长时间的数据采集。同时我们有自主研发的这个就是重定向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算法，可以重定向到目前大部分的主流机器人的本体。那么我们在做这个通过现有的这个本体去做这个就是摇射素材的时候，无需再做2次的重定向开发，可以直接一键的话去进行实现我们的这个数据采集。同时数据的话，我们还提供多模态数据的这个质检，包括对其标注以及数据最后管理的这些能力。那么在这个就是量产阶段的话呢，我们基于高精度的机器人光学工程夹具去评估整机性能啊，我们可以实现这个连续的这个动作语义分割，去提升测试效率，以及低频小幅振动的滤波算法，消除我们的这个异常测量误差。那么这个是我们给智源机器人它在这个就是工厂里面它下线1万台的时候啊，我们给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整个出厂检测和性能评估报告。那么它这个环节的话是整个它的机器人质检的一个最后一道环节。我们目前支持4台机器人啊，最多可以支持8台，然后呢，在整个区域里面实现这样的一个分区的检测，互不干扰。同时可以对接机器人的自动化测试平台，无需人工操作，全流程自动化，就只有拆装、工装夹具的话需要人工去干预。同时单台的测试时长的话，从4个小时的话缩短到了15分钟。机器人的话，单日下线的话，从20台提升到了这个100台。然后在这个就是小脑训练和机能的这个就是学习这块的话，我们打通了从人体动捕、重定向到这个就是强化学习、仿真训练、真机部署的整个验证环境啊，验证路径。那么这个是跟南京大学合作的一个2分40秒的这个就是极乐净土的这个舞蹈的这个啊。它这里面有包括，左下角是人体动捕数据，右下角是仿真数据，中间是真机数据。那么长达2分40秒的时间里面，有大量的这种就是旋转、踮脚的这样的动作，然后都能够保持比较好的这个就是平衡。我们目前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运营了一个长达10年的这个就是运动捕捉的这个就是数据采集中心，所以我们现在有海量的人体数据集。包含各类的这种就是各种场景里面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的话呢，我们会在6月份的话呢，做一部分的这个开源，面向我们的这个高校，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些本地公司，他们可以去训练一些高精度、高动态、高复杂度的一些这个数据。然后其他的数据这块的话，我们现在也在和头部的机器人公司去合作，他们会从我们这里去，就是说采购大量的这种数据去做他们的这个就是本体的这个就是训练啊，去完善他们的 local manipulation 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好，这现在是我们上面是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啊，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陈总的精彩分享，为我们系统的梳理了物理 AI 数据驱动的最新进展，点明了数据生态对具身智能长期发展的核心价值。数据构建了物理 AI 的世界，但真实的物理世界还有大量柔性、可变形的物体需要处理。最后，让我们有请林迪科技物理 AI 业务产品总监王嘉玲女士带来“当具身智能进入柔性世界 ，ThinkReal 如何补上关键一环”的主题分享。掌声欢迎！各位好，我是林迪科技物理 AI 这一块的产品总监。然后我们今天讲的是当具身进入柔性世界的时候，ThinkReal 如何补上关键的一环。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的一个视频左边是没有进行物理仿真的，右边是我们进行了物理仿真的。然后这个效果其实我们已经在牛顿的引擎上面已经做了一个 partner 的作为一个 contribution，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测试。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机器人行业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其实在现在机器人比较成熟的行业，还是在一个流水线结构化的工业环境，它是高效可控，并且呢，它可以经过编程进行一个非常有序的去操作。但其实机器人如果要进入到更复杂的环境，比如说轻工业环境，或者说居家的环境，它会面临到非常多的噪音。我记得昨天千寻的PPT 其实讲到，他们进入家庭会采集60%多的布料的数据，以及8%以上的皮革数据。那这些数据其实都是机器人的数据采集里面现在比较欠缺的一部分。那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其实做什么的。我们早期其实做服装的，并不是做机器人的。我们为什么敢把这个10年的家底转到了具身行业？其实是因为我们目前发现我们里面很多的引擎的底层技术非常合适去做具身的仿真数据。然后第一个我想讲的是我们的 GPU 的一个在 GPU 上解算的 SDK。它其实是我们过去10年我们的自研团队跟多个服装品牌进行验证下来，我们需要达到高精度的水准，以及真的要去产业落地的高性能的解算来进行优化的。这个我们就接下来可以看个对比视频。左边是我们的 GPU 的仿真效果，中间是谷歌 Magico 的一个效果，然后右边是 XSIM 的一个效果。可以看到，其实对比最强烈的是 Magico， 然后我们跟 XSIM 大概是3倍左右的效率。大家可以想象，如果都是用一套仿真进行机器人的训练，我们只需要训练2天，而如果用的是 Magico 或者 XSIM， 可能就要2周的时间进行训练。这个对于算力的一个成本其实还是很高的。这个为了验证我们的能力，其实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刚刚跟头部的 AI Lab 进行了一个合作，他们用我们的仿真的平台数据进行一个采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采集的数据的一个稳定性和一个材质的一个表现。其实如果大家做过一个面料的仿真，其实大家都知道抖动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以及机械爪在抓取面料的穿透问题也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甚至到多层的时候能够表现到仿真稳定性，都是整个业内现在头疼的一个点。然后这个是在现场进行展示的1倍速展示。然后我想讲的是，比如说叠衣服的 demo 其实分为2种，一种是现在在视频看到的，只是把一个既定的一个摊平的服装进行根据 policy 进行一个折叠。那还有一种其实比如说要去识别衣服的初始状态，它可能是一个摊平的很完整的状态，也可能是半折叠，也可以是一个随意的任何状态。那这个状态下，机器人能否去识别并行一个摊平一个 frame？ 像我在视频里说放了一个随意的状态，然后机器人去练习它怎么展开，其实才是这个叠衣服的 demo 里最难的那一步。那这个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训练的数据的反馈系统。那这个反馈系统其实在柔性世界比较难踩，因为它没有非常好的一个 benchmark。那这个点，它比如说我们的抓取点是哪2个点？这个其实你比如说还有这个沿着哪条缝纫线去展开，那这些信息是正好我们在过去10年做服装建模里能够快速进行语义的标注以及进行服装制作的一个优势。我看下一页我讲一下 Arena 是一个比较神奇的故事，是因为我们的服装客户其实过去一直有提，比如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在网上的官网里面给我搭建一个虚拟的展厅。但是我们的虚拟展厅呢，因为服装品牌它1年下来会有4个季度的主题，它的展厅的搭建是非常高频次的，然后可能说变化也比较多，风格也很多。那机器人在训练场进行训练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类似的需求，我怎么能让一个人能够快速搭建出像乐高一样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快速搭建一个场景，并且可以做泛化，同时可能你给我开始分成10个房间、1000个房间然后在这上面我做数据的泛化。就像刚才唐总其实提到说，
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点是空间世界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也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然后这里面，因为接下来我可以展示用 Python 的一个脚本进行场景里面灯光和物体以及一些其他材质的一个变化。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光线还是材质，以及桌面上的各种物体，我们都可以随意进行更换。然后还有一些材质，塑料袋的变化。那整个刚才其实讲的就是右边那块蓝色部分，我们的 Arena 里面包含了我们的仿真能力，我们的高保真的一个渲染能力，以及我们有的一个训练框架。但其实还有一块我们的优势是还是数字的资产。其实早期在做 Real to Sim 的资产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因为我们做的数字资产其实要对接到生产的，那对接生产的话，它的穿的 fitting 的物理属性是否正确，以及它仿真以后的大小是否正确，它的形态是否正确，都是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讲，其实是要求很高的。那在做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优化。其实我理解数字资产其实有3个点去评价它是否是高质量，一个是完整性，一个是准确性，还有一个是鲁棒性。那完整性上面，我们过去在面料上已经累积了几千块的面料和物理属性。我们其实并且自研过一个相机，这个相机可以直接一拍就可以拍到面料的 PBR 以及很多的物理测理，比如说面料的拉伸、弹性和弯曲重量，这些都可以通过仪器进行测量。同时，经过我们的建模软件的话，其实可以自带这些语义的属性，并且呢，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抓取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抓取状态的。那这个其实归根下来也发现，其实是一个网格的问题。当一个网格比较完善的时候，其实抓取的时候就不太容易穿模。如果大家去拿网上的公开的一些数据集，可以发现，比如说狭长三角形，或者说是一些比较乱的目前的土生 3D 的网络，其实都是有这些问题的。而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重拓扑的算法，进行这方面的优化。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我们整个框架去进行一个面料的采集会做的一些操作。一个是我们需要一个硬件的采集，我们进行了一个所有的拉伸力啊、弯曲力之类的测量，然后会快速的进入我们的建模软件进行建模。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过去10年的一些基建工作。然后这些资产其实是可以导出 USD 格式的。为什么一定要导出 USD 格式呢？是因为不管是 Newton 还是 NVIDIA 的 ASIC Lab， 或者说是 Mojico 这些生态下面，这套是一个行业通用的一个格式。那这套格式下面，大家就可以在这上面进行训练。然后有了我们的physical 的一个 scene 的一个计算器，然后有了我们资产，然后有了一个场景搭建工具。其实在这个基础上是完全可以进行我们能力的包了进行测试。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叠衣服以外因为在座大部分是灵巧手嘛，然后灵巧手其实有一块比较在仿真里面比较难做的就是量反馈的仿真。我们跟一家客户在谈的时候，他们谈到，比如说我的柔体能不能进行一个变形，变形以后能够给我分析出它的力反馈。这其实也是我们早期有一家比较巧合的客户在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做的。他是一家内衣客户，内衣客户大家可能在想，为什么这个客户跟这个力反馈有关呢？因为他希望我们做一些柔体模特，然后柔体模特穿上他们的瑜伽服，穿上他们的内衣以后，其实这个整个肉的这边的形态它是会被勒紧的，勒紧的时候其实它要去分析它穿戴上的舒适程度，那可能有应变量，然后一些变形的程度去分析，然后反过来去通过这些反馈进行一个他们内衣的一个内部的设计的修改。那这个底层那个逻辑非常的契合了灵巧手的力反馈分析。其实不管是这个，还有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加强学习的框架里面，可能说如果只用 VLA 的数据采集是采集不到的，可能就是需要通过仿真去实现。那这些
整的一块的 demo， 其实大家可以用仿真去尝试。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我们想到的一些落地场景，通过我们的仿真能力进行一些测试。非常感谢王总的精彩分享，为我们打开了柔性世界模拟的全新维度，让我们看到了仿真技术如何弥补真实数据不足，加速具身智能训练。尊敬的各位同仁，今天上午的议程已圆满结束，9位嘉宾从架构、生态、视觉、触觉、少样本学习、灵巧操作、商业化以及数据驱动到柔性仿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具身智能技术的变革的深度盛宴。这些分享不仅展示了前沿突破，更指明了产业落地的可行路径。下午的会议将于1点半准时开始，届时将围绕场景拓展、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实战版图开展精彩分享。现在进入午休时间，请各位嘉宾随身携带好个人物品和会议资料。我们下午再见。触觉
是力控系统赋予机器人的生命，对生产柔性的极致追求，对复杂精密作业的需求，对人机协作安全的要求。星汇传感，洞悉市场，以客户期待的产品价值为导向，从6维联合标定设备尼比鲁系统的开发，到传感器结构的创新性突破，星汇传感的每一步创新，都源于对客户价值与行业痛点的深刻洞察。全功能小型化6维联合标定架尼比鲁 1.0， 高集成6维联合标定仪水星 1.0 自主研发，双重配合。它将解决工厂标定难、客户验收难的端到端行业痛点。星汇推动行业从卖方声称向双方可测的信任机制转变，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凝聚行业顶尖人才。星汇核心团队来自行业领军企业，具备深厚的军民两用技术背景，在结构设计、算法开发、信号处理等关键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经验。结构创新始终是国内外6维力传感器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星汇以技术突围为使命，助力中国机器人核心部件走向深度产业化与开发协作，助力真正意义上的全身力控机器人快速落地。依托资方中鼎股份的供应链优势，协调年产量20万家自建标准化工厂，星汇传感全方位保障产品质量的批次稳定性，形成兼具技术深度与制造实力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行稳是穿越周期的智慧，我们的致远是共赴未来的承诺。星汇传感不追逐一时风口，只坚持长期主义。殷实机器人创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于微小精密运动执行器和灵巧操作末端执行器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作为行业领先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殷实机器人及研发、生产制造为一体，总生产经营面积近1万平，包括北京、苏州、深圳3地，分别作为研发总部、制造工厂及销售中心。核心产品仿人五指灵巧手和微型4伏电钢，在微小型、高精度和力控技术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作为仿人五指灵巧手行业领导者，是中国首款商业化量产五指灵巧手先驱，依靠灵巧手核心部件自研自产，解决灵巧手价格高、无法量产的难题，并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支持。作为微型4伏电钢开创者，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获得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定。微型4伏电钢不仅是灵巧手核心驱动关节，同时赋能众多精密制造设备，实现智能化升级。殷实机器人目前已拥有国内外知识产权80余项，服务客户1800多家，不仅包括国内众多头部企业，产品还批量出口海外，灵巧手累计交付数量超1万只。微型4伏电钢年产能10万台，广泛应用于机器人、新能源、半导体、3C 电子及生物医疗等领域，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think. 这个时代，云上的电缆学会了自己思考，地下3000米的无人区独立有序的运行，大模型可以自动推导新材料的合成密码，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跨境电商的热点趋势。AI 正在陪伴人类探索世界，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Those who can't imagine anything are create the impossible. 世界有一条线，连接光明与黑暗。机器人也有一条线，连接虚拟与现实。而大多数机器人只停留在感知的这一边，看得见物体，却看不见空间结构；看得见形态，却看不见物理规律；看得见动作，却看不见自主决策；看得见现在，却看不清下一个状态。成婚线科技为机器人装上真正的大脑。作为一家致力于构建能够场景化落地的具身机器人大脑的公司，我们打破硬件壁垒，让智能真正流动。以世界模型为核心，构建机器人的底层认知，在空间中理解结构、速度与方位，在物理中感知材质、力与运动规律，在时间里看见因果，预判趋势，自主决策。Termi Brain 具身大脑，让智能真正落地，突破空间束缚，精准操控分毫之间，从理解到预测，从预测到干预，无惧物理干扰，穿越复杂障碍，以全域泛化能力，让智能真正觉醒。一脑多用，思考更快，行动更稳。20步连续作业，长程规划，实时纠错，无需人员干预，稳定可靠。这就是成婚线世界模型。它不以机械执行为目的，以时空理解为起点，读懂世界，预判变化，自主决策，在持续学习中成长，在时间沉淀中进化。一颗大脑驱动万般躯体，一套心智唤醒全域智能。在指尖，他懂得刚柔并济；在产线，他懂得分毫不差；在园区，他懂得明察秋毫。异常堆放，请及时处理。当世界看见了它，它便让世界看见了真正的智能。这一切能力的背后，是成婚线科技完整的技术闭环。成婚线科技将为每一台机器人打造具身大脑，让机器真正看见世界，看见光，也看见光背后的秩序，看见现在，也看见即将到来的未来。成婚交织，智能觉醒。坤维科技致力于研发、生产用于机械力学感知的智能型6轴力传感器产品，核心技术源于空气动力学测量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成功研发了可用于国产替代的高精度6轴力传感器产品。6轴力传感器主要由弹性体、压阻型敏感元件、智能电路、过载安全保护器、防水欧圈及上下保护盖构成。弹性体采用了特殊高强合金，过载安全系数高达3倍。采用 iSight 多学科优化平台设计，确保了弹性体结构的力学性能及解耦功能最优化。传感器内部的压阻敏感元件信号经智能电路进行数字量转换后，
通过内置的核心算法，对多个通道的数字信号进行解耦计算，并实时输出。弹性体上设有过载安全保护措施，可有效避免传感器过载断裂造成的安全隐患。部分产品采用防水电缆接头及防水欧圈，最高防护等级可达 IP67 级。装备6轴力传感器的机器人可用于医疗诊断及手术领域，例如远程 B 超、骨关节置换、骨髓穿刺过程中的骨区识别、腹腔器官穿刺导航等。工业6轴机器人装备6轴力传感器后，可显著提高其柔性，使其具备灵活的手感，可应用于3C 装配、机械零部件装配等。机器人根据装配过程中的干涉力，自主调整零件位置和装配方向，可有效避免严重干涉导致的零部件损伤。装备有6轴力传感器的打磨机器人，具备力位混合控制功能，通过对磨削力进行反馈控制，可实时补偿打磨工具的禁忌值，实现横力打磨，从而避免磨料磨损导致的打磨质量缺陷。机器人将在未来进入千家万户，照看我们的家园，陪护老人和孩子。通过对空间各维度力的检测，避免机器人在服务过程中对人的意外伤害。通过力控拖动视角，让所有人都能简单快速地教会机器人去执行任务。坤维科技，让机器感触精彩世界。源于生命奥秘，成于工程智慧，悦全仿生成立于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禄全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终身教授任雷领衔创立，总部坐落于北京昌平区，团队核心成员来自国内顶级工科名校与世界级顶级研究型学府，致力于仿生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打造高度仿生的智能人形机器人产品。任雷教授于2017年国际首创了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这一原创理论与技术体系打破了机器人传统刚性铰链式设计与高能耗的行业局限，从指尖灵巧操控到全身灵活作业。我们打造了覆盖仿生灵巧手与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全系列产品矩阵，信手 XM、M1，采用全面仿生设计，单手搭配472个触觉传感单元，在速度、力度、精度与灵敏感知的核心维度实现了跨越式突破，重新定义了刚性灵巧手的性能边界。应手 Y-HAN-M1 依托任雷教授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以38个自由度创下全球纪录，不仅实现了3项颠覆性创新，更在核心性能方面实现了力量、速度、精度、灵活、柔顺的5位一体协同提升，为仿生灵巧手领域树立了新的性能标杆。博型 XBot 拥有51个自由度与感知能力，实现自主学习迭代行走步态。博文 WBot 通过0.2平方米超小底盘与仿人髋、膝踝3折叠设计，并结合全身层级神经网络运动平衡控制，实现了操作范围的极大拓展。双臂负载20千克，可搭载灵巧手完成精密操作，加速场景落地。现阶段，博文 WBot 已在富维悦全机器人应用实验室得到落地应用，为多场景应用奠定基础。值得关注的是，悦全仿生4款核心产品在第15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期间首登央视新闻联播，并获央视新闻直播报道，相关视频总观看量超5300万，话题阅读量突破1亿，获得了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成立至今，公司已获得100家专利60余项行业荣誉。荣
荣获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项，同时与因其互为、国家电投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推动仿生技术在多行业场景落地应用。未来，粤全仿生将持续深化仿生阿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推动这一颠覆性技术体系拓展至更广泛的应用领域，让高度仿生的智能机器人走进更多场景，赋能更多产业，用自然的智慧点亮人类的生活，书写仿生具身智能的全新篇章。
触觉，是力控系统赋予机器人的生命，对生产柔性的极致追求，对复杂精密作业的需求，对人机协作安全的要求。星汇传感，洞悉市场，以客户期待的产品价值为导向，从6维联合标定设备尼比鲁系统的开发，到传感器结构的创新性突破，星汇传感的每一步创新，都源于对客户价值与行业痛点的深刻洞察。全功能小型化6维联合标定架尼比鲁 1.0， 高集成6维联合标定仪水星 1.0 自主研发，双重配合。它将解决工厂标定难、客户验收难的端到端行业痛点。星汇推动行业从卖方声称向双方可测的信任机制转变，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凝聚行业顶尖人才。星汇核心团队来自行业领军企业，具备深厚的居民两用技术背景，在结构设计、算法开发、信号处理等关键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经验。结构创新始终是国内外6维力传感器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星汇以技术突围为使命，助力中国机器人核心部件走向深度产业化与开发协作，助力真正意义上的全身力控机器人快速落地。依托资方中鼎股份的供应链优势，协调年产量20万家自建标准化工厂，星汇传感全方位保障产品质量的批次稳定性，形成兼具技术深度与制造实力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行稳是穿越周期的智慧，我们的致远是共赴未来的承诺。星汇传感不追逐一时风口，只坚持长期主义。殷实机器人创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于微小精密运动执行器和灵巧操作末端执行器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作为行业领先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殷实机器人及研发、生产制造为一体，总生产经营面积近1万平，包括北京、苏州、深圳3地，分别作为研发总部、制造工厂及销售中心。核心产品仿人五指灵巧手和微型4伏电钢，在微小型、高精度和力控技术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作为仿人五指灵巧手行业领导者，是中国首款商业化量产五指灵巧手先驱，依靠灵巧手核心部件自研自产，解决灵巧手价格高、无法量产的难题，并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支持。作为微型4伏电钢开创者，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获得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定。微型4伏电钢不仅是灵巧手核心驱动关节，同时赋能众多精密制造设备，实现智能化升级。殷实机器人目前已拥有国内外知识产权80余项，服务客户1800多家，不仅包括国内众多头部企业，产品还批量出口海外。灵巧手累计交付数量超1万只，微型4伏电钢年产能10万台，广泛应用于机器人、新能源、半导体、3C 电子及生物医疗等领域，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passengers, unable to breathe, would die of asphyxia. Everyone acquainted with the subject will recognize it as a conspicuous failure. Fooling around with alternating currents is just a waste of time. Nobody will use it, ever. Heavier than air flying machines are impossible. A rocket will never be able to leave the Earth's atmosphere. No matter how advanced science becomes in the future, it is impossible for humans to land on the moon. There is no reason for any individual to have a computer in his home. 640 kilobytes ought to be enough for anybody. I predict the internet will soon go spectacularly supernova in 1996 collapse. I propose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can machines think? 这个时代，云上的电缆学会了自己思考，地下3000米的无人区独立有序的运行，大模型可以自动推导新材料的合成密码，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跨境电商的热点趋势。AI 正在陪伴人类探索世界，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Those who can't imagine anything can't create the impossible. 世界有一条线，连接光明与黑暗。机器人也有一条线，连接虚拟与现实。而大多数机器人只停留在感知的这一边，看得见物体，却看不见空间结构；看得见形态，却看不见物理规律；看得见动作，却看不见自主决策；看得见现在，却看不清下一个状态。晨昏线科技为机器人装上真正的大脑。作为一家致力于构建能够场景化落地的具身机器人大脑的公司，我们打破硬件壁垒，让智能真正流动。以世界模型为核心，构建机器人的底层认知，在空间中理解结构、速度与方位，在物理中感知材质、力与运动规律，在时间里看见因果，预判趋势，自主决策。Termi Brain 具身大脑，让智能真正落地，突破空间束缚，精准操控分毫之间，从理解到预测，从预测到干预，无惧物理干扰，穿越复杂障碍，以全域泛化能力，让智能真正觉醒。一脑多用，思考更快，行动更稳。20步连续作业，长程规划，实时纠错，无需人员干预，稳定可靠。这就是晨昏线世界模型。它不以机械执行为目的，以时空理解为起点，读懂世界，预判变化，自主决策，在持续学习中成长，在时间沉淀中进化。一颗大脑驱动万般躯体，一套心智唤醒全域智能。在指尖，他懂得刚柔并济；在产线，他懂得分毫不差；在园区，他懂得明察秋毫。非常规范，请及时处理。当世界看见了他，他便让世界看见了真正的智能。这一切能力的背后，是晨昏线科技完整的技术闭环。晨昏线科技将为每一台机器人打造具身大脑，让机器真正看见世界，看见光，也看见光背后的秩序，看见现在，也看见即将到来的未来。晨昏交织，智能觉醒。
坤维科技致力于研发、生产用于机械力学感知的智能型6轴力传感器产品，核心技术源于空气动力学测量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成功研发了可用于国产替代的高精度6轴力传感器产品。6轴力传感器主要由弹性体、压阻型敏感元件、智能电路、过载安全保护器、防水欧圈及上下保护盖构成。弹性体采用了特殊高强合金，过载安全系数高达3倍。采用 iSight 多学科优化平台设计，确保了弹性体结构的力学性能及解耦功能最优化。传感器内部的压阻敏感元件信号经智能电路进行数字量转换后，通过内置的核心算法对多个通道的数字信号进行解耦计算，并实时输出。弹性体上设有过载安全保护措施，可有效避免传感器过载断裂造成的安全隐患。部分产品采用防水电缆接头及防水欧圈，最高防护等级可达 IP67 级。装备6轴力传感器的机器人可用于医疗诊断及手术领域，例如远程 B 超、骨关节置换、骨髓穿刺过程中的骨区识别、腹腔器官穿刺导航等。工业6轴机器人装备6轴力传感器后，可显著提高其柔性，使其具备灵活的手感，可应用于3C 装配、机械零部件装配等。机器人根据装配过程中的干涉力，自主调整零件位置和装配方向，可有效避免严重干涉导致的零部件损伤。装备有6轴力传感器的打磨机器人具备力位混合控制功能，通过对磨削力进行反馈控制，可实时补偿打磨工具的禁忌值，实现横力打磨，从而避免磨料磨损导致的打磨质量缺陷。机器人将在未来进入千家万户，照看我们的家园，陪护老人和孩子。通过对空间各维度力的检测，避免机器人在服务过程中对人的意外伤害。通过力控拖动视角，让所有人都能简单快速地教会机器人去执行任务。坤维科技，让机器感触精彩世界。源于生命奥秘，成于工程智慧，悦全仿生成立于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禄全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终身教授任雷领衔创立，总部坐落于北京昌平区，团队核心成员来自国内顶级工科名校与世界级顶级研究型学府，致力于仿生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打造高度仿生的智能人形机器人产品。任雷教授于2017年国际首创了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这一原创理论与技术体系打破了机器人传统刚性铰链式设计与高能耗的行业局限，从指尖灵巧操控到全身灵活作业。我们打造了覆盖仿生灵巧手与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全系列产品矩阵，信手 XM、M1，采用全面仿生设计，单手搭配472个触觉传感单元，在速度、力度、精度与灵敏感知的核心维度实现了跨越式突破，重新定义了刚性灵巧手的性能边界。应手 Y-HAN-M1 依托任雷教授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以38个自由度创下全球纪录，不仅实现了3项颠覆性创新，更在核心性能方面实现了力量、速度、精度、灵活、
柔顺的五位一体协同提升，为仿生灵巧手领域树立了新的性能标杆。博行 XBot 拥有51个自由度与感知能力，实现自主学习迭代行走步态。博文 WBot 通过0.2平方米超小底盘与仿人宽、膝踝3折叠设计，并结合全身层级神经网络运动平衡控制，实现了操作范围的极大拓展。双臂负载20千克，可搭载灵巧手完成精密操作，加速场景落地。现阶段，博文 WBot 已在富维悦全机器人应用实验室得到落地应用，为多场景应用奠定基础。值得关注的是，悦全仿生4款核心产品在第15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期间首登央视新闻联播，并获央视新闻直播报道，相关视频总观看量超5300万，话题阅读量突破1亿，获得了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成立至今，公司已获得100家专利60余项行业荣誉，荣获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项，同时与英汽富维、国家电投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推动仿生技术在多行业场景落地应用。未来，悦全仿生将持续深化仿生阿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推动这一颠覆性技术体系拓展至更广泛的应用领域，让高度仿生的智能机器人走进更多场景，赋能更多产业，用自然的智慧点亮人类的生活，书写仿生具身智能的全新篇章。
是力控系统赋予机器人的生命，对生产柔性的极致追求，对复杂精密作业的需求，对人机协作安全的要求。星汇传感，洞悉市场，以客户期待的产品价值为导向，从6维联合标定设备尼比鲁系统的开发，到传感器结构的创新性突破，星汇传感的每一步创新，都源于对客户价值与行业痛点的深刻洞察。全功能小型化6维联合标定架尼比鲁 1.0， 高集成6维联合标定仪水星 1.0 自主研发，双重配合。它将解决工厂标定难、客户验收难的端到端行业痛点。星汇推动行业从卖方声称向双方可测的信任机制转变，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凝聚行业顶尖人才。星汇核心团队来自行业领军企业，具备深厚的居民两用技术背景，在结构设计、算法开发、信号处理等关键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经验。结构创新始终是国内外6维力传感器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星汇以技术突围为使命，助力中国机器人核心部件走向深度产业化与开发协作，助力真正意义上的全身力控机器人快速落地。依托资方中鼎股份的供应链优势，协调年产量20万家自建标准化工厂，星汇传感全方位保障产品质量的批次稳定性，形成兼具技术深度与制造实力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行稳是穿越周期的智慧，我们的致远是共赴未来的承诺。星汇传感不追逐一时风口，只坚持长期主义。殷实机器人创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于微小精密运动执行器和灵巧操作末端执行器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作为行业领先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殷实机器人及研发、生产制造为一体，总生产经营面积近1万平，包括北京、苏州、深圳3地，分别作为研发总部、制造工厂及销售中心。核心产品仿人五指灵巧手和微型4伏电钢，在微小型、高精度和力控技术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作为仿人五指灵巧手行业领导者，是中国首款商业化量产五指灵巧手先驱，依靠灵巧手核心部件自研自产，解决灵巧手价格高、无法量产的难题，并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支持。作为微型4伏电钢开创者，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获得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定。微型4伏电钢不仅是灵巧手核心驱动关节，同时赋能众多精密制造设备，实现智能化升级。殷实机器人目前已拥有国内外知识产权80余项，服务客户1800多家，不仅包括国内众多头部企业，产品还批量出口海外，灵巧手累计交付数量超1万只。微型4伏电钢年产能10万台，广泛应用于机器人、新能源、半导体、3C 电子及生物医疗等领域，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anyone acquainted with the subject will recognize as a conspicuous failure. Fooling around with alternating currents is just a waste of time. Nobody will use it, ever. Heavier than air flying machines are impossible. A rocket will never be able to leave the Earth's atmosphere. No matter how advanced science becomes in the future, it is impossible for humans to land on the moon. There is no reason for any individual to have a computer in his home. 640 kilobytes ought to be enough for anybody. I predict the internet will soon go spectacularly supernova in 1996 collapse. I propose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can machines think? 这个时代，云上的电缆学会了自己思考，地下3000米的无人区独立有序的运行，大模型可以自动推导新材料的合成密码，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跨境电商的热点趋势。AI 正在陪伴人类探索世界，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Those who can't imagine anything can't create the impossible. 世界有一条线，连接光明与黑暗。机器人也有一条线，连接虚拟与现实。而大多数机器人只停留在感知的这一边，看得见物体，却看不见空间结构；看得见形态，却看不见物理规律；看得见动作，却看不见自主决策；看得见现在，却看不清下一个状态。晨昏线科技为机器人装上真正的大脑。作为一家致力于构建能够场景化落地的具身机器人大脑的公司，我们打破硬件壁垒，让智能真正流动。以世界模型为核心，构建机器人的底层认知，在空间中理解结构、速度与方位，在物理中感知材质、力与运动规律，在时间里看见因果，预判趋势，自主决策。Termi Brain 具身大脑，让智能真正落地，突破空间束缚，精准操控分毫之间，从理解到预测，从预测到干预，无惧物理干扰，穿越复杂障碍，以全域泛化能力，让智能真正觉醒。一脑多用，思考更快，行动更稳。20步连续作业，长程规划，实时纠错，无需人员干预，稳定可靠。这就是晨昏线世界模型。它不以机械执行为目的，以时空理解为起点，读懂世界，预判变化，自主决策。在持续学习中成长，在时间沉淀中进化。一颗大脑驱动万般躯体，一套心智唤醒全域智能。在指尖，他懂得刚柔并济；在产线，他懂得分毫不差；在园区，他懂得明察秋毫。异常规范，请及时处理。当世界看见了它，它便让世界看见了真正的智能。这一切能力的背后，是晨昏线科技完整的技术闭环。晨昏线科技将为每一台机器人打造具身大脑，让机器真正看见世界，看见光，也看见光背后的秩序，看见现在，也看见即将到来的未来。晨昏交织，智能觉醒。坤维科技
致力于研发、生产用于机械力学感知的智能型6轴力传感器产品，核心技术源于空气动力学测量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成功研发了可用于国产替代的高精度6轴力传感器产品。6轴力传感器主要由弹性体、压阻型敏感元件、智能电路、过载安全保护器、防水欧圈及上下保护盖构成。弹性体采用了特殊高强合金，过载安全系数高达3倍。采用 iSight 多学科优化平台设计，确保了弹性体结构的力学性能及解耦功能最优化。传感器内部的压阻敏感元件信号经智能电路进行数字量转换后，通过内置的核心算法对多个通道的数字信号进行解耦计算，并实时输出。弹性体上设有过载安全保护措施，可有效避免传感器过载断裂造成的安全隐患。部分产品采用防水电缆接头及防水欧圈，最高防护等级可达 IP67 级。装备6轴力传感器的机器人可用于医疗诊断及手术领域，例如远程 B 超、骨关节置换、骨髓穿刺过程中的骨区识别、腹腔器官穿刺导航等。工业6轴机器人装备6轴力传感器后，可显著提高其柔性，使其具备灵活的手感，可应用于3C 装配、机械零部件装配等。机器人根据装配过程中的干涉力，自主调整零件位置和装配方向，可有效避免严重干涉导致的零部件损伤。装备有6轴力传感器的打磨机器人具备力位混合控制功能，通过对磨削力进行反馈控制，可实时补偿打磨工具的禁忌值，实现横力打磨，从而避免磨料磨损导致的打磨质量缺陷。机器人将在未来进入千家万户，照看我们的家园，陪护老人和孩子。通过对空间各维度力的检测，避免机器人在服务过程中对人的意外伤害。通过力控拖动视角，让所有人都能简单快速地教会机器人去执行任务。坤维科技，让机器感触精彩世界。源于生命奥秘，成于工程智慧，悦全仿生成立于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禄全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终身教授任雷领衔创立，总部坐落于北京昌平区，团队核心成员来自国内顶级工科名校与世界级顶级研究型学府，致力于仿生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打造高度仿生的智能人形机器人产品。任雷教授于2017年国际首创了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这一原创理论与技术体系打破了机器人传统刚性铰链式设计与高能耗的行业局限，从指尖灵巧操控到全身灵活作业。我们打造了覆盖仿生灵巧手与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全系列产品矩阵，信手 XM-M1 采用全面仿生设计，单手搭配472个触觉传感单元，在速度、力度、精度与灵敏感知等核心维度实现了跨越式突破，重新定义了刚性灵巧手的性能边界。应手 Y-HAN-M1 依托任雷教授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以38个自由度创下全球纪录，不仅实现了3项颠覆性创新，更在核心性能方面实现了力量、速度、精度、灵活、柔顺的5位一体协同提升，为仿生灵巧手领域树立了新的性能标杆。
博行 Xbot 拥有51个自由度与感知能力，实现自主学习迭代行走步态。博文 WBOT 通过0.2平方米超小底盘与仿人宽、膝踝3折叠设计，并结合全身层级神经网络运动平衡控制，实现了操作范围的极大拓展。双臂负载20千克，可搭载灵巧手完成精密操作，加速场景落地。现阶段，博文 WBOT 已在富维悦全机器人应用实验室得到落地应用，为多场景应用奠定基础。值得关注的是，悦全仿生4款核心产品在第15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期间首登央视新闻联播，并获央视新闻直播报道，相关视频总观看量超5300万，话题阅读量突破1亿，获得了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成立至今，公司已获得100家专利60余项行业荣誉，荣获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项。同时与英汽富维、国家电投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推动仿生技术在多行业场景落地应用。未来，悦全仿生将持续深化仿生阿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推动这一颠覆性技术体系拓展至更广泛的应用领域，让高度仿生的智能机器人走进更多场景，赋能更多产业，用自然的智慧点亮人类的生活，书写仿生具身智能的全新篇章。
触觉，是力控系统赋予机器人的生命，对生产柔性的极致追求，对复杂精密作业的需求，对人机协作安全的要求。星汇传感，洞悉市场，以客户期待的产品价值为导向，从6维联合标定设备尼比鲁系统的开发，到传感器结构的创新性突破，星汇传感的每一步创新，都源于对客户价值与行业痛点的深刻洞察。全功能小型化6维联合标定架尼比鲁 1.0， 高集成6维联合标定仪水星 1.0 自主研发，双重配合。它将解决工厂标定难、客户验收难的端到端行业痛点。星汇推动行业从卖方声称向双方可测的信任机制转变，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凝聚行业顶尖人才。星汇核心团队来自行业领军企业，具备深厚的居民两用技术背景，在结构设计、算法开发、信号处理等关键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经验。结构创新始终是国内外6维力传感器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星汇以技术突围为使命，助力中国机器人核心部件走向深度产业化与开发协作，助力真正意义上的全身力控机器人快速落地。依托资方中鼎股份的供应链优势，协调年产量20万家自建标准化工厂，星汇传感全方位保障产品质量的批次稳定性，形成兼具技术深度与制造实力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行稳是穿越周期的智慧，我们的致远是共赴未来的承诺。星汇传感不追逐一时风口，只坚持长期主义。殷实机器人创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于微小精密运动执行器和灵巧操作末端执行器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作为行业领先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殷实机器人及研发、生产制造为一体，总生产经营面积近1万平，包括北京、苏州、深圳3地，分别作为研发总部、制造工厂及销售中心。核心产品仿人五指灵巧手和微型4伏电钢，在微小型、高精度和力控技术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作为仿人五指灵巧手行业领导者，是中国首款商业化量产五指灵巧手先驱，依靠灵巧手核心部件自研自产，解决灵巧手价格高、无法量产的难题，并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支持。作为微型4伏电钢开创者，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获得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定。微型4伏电钢不仅是灵巧手核心驱动关节，同时赋能众多精密制造设备，实现智能化升级。殷实机器人目前已拥有国内外知识产权80余项，服务客户1800多家，不仅包括国内众多头部企业，产品还批量出口海外，灵巧手累计交付数量超1万只。微型4伏电钢年产能10万台，广泛应用于机器人、新能源、半导体、3C 电子及生物医疗等领域，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I propose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can machines think? 这个时代，云上的电缆学会了自己思考，地下3000米的无人区独立有序的运行，大模型可以自动推导新材料的合成密码，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跨境电商的热点趋势。AI 正在陪伴人类探索世界，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世界有一条线，连接光明与黑暗。机器人也有一条线，连接虚拟与现实。而大多数机器人只停留在感知的这一边，看得见物体，却看不见空间结构；看得见形态，却看不见物理规律；看得见动作，却看不见自主决策；看得见现在，却看不清下一个状态。晨昏线科技为机器人装上真正的大脑。作为一家致力于构建能够场景化落地的具身机器人大脑的公司，我们打破硬件壁垒，让智能真正流动。以世界模型为核心，构建机器人的底层认知，在空间中理解结构、速度与方位，在物理中感知材质、力与运动规律，在时间里看见因果，预判趋势，自主决策。Termi Brain 具身大脑，让智能真正落地，突破空间束缚，精准操控分毫之间，从理解到预测，从预测到干预，无惧物理干扰，穿越复杂障碍，以全域泛化能力让智能真正觉醒。一脑多用，思考更快，行动更稳。20步连续作业，长程规划，实时纠错，无需人员干预，稳定可靠。这就是晨昏线世界模型。它不以机械执行为目的，以时空理解为起点，读懂世界，预判变化，自主决策，在持续学习中成长，在时间沉淀中进化。一颗大脑驱动万般躯体，一套心智唤醒全域智能。在指尖，他懂得刚柔并济；在产线，他懂得分毫不差；在园区，他懂得明察秋毫。非常堆放，请及时处理。当世界看见了它，它便让世界看见了真正的智能。这一切能力的背后，是晨昏线科技完整的技术闭环。晨昏线科技将为每一台机器人打造具身大脑，让机器真正看见世界，看见光，也看见光背后的秩序，看见现在，也看见即将到来的未来。晨昏交织，智能觉醒。坤维科技致力于研发、生产用于机械力学感知的智能型6轴力传感器产品，核心技术源于空气动力学测量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成功研发了可用于国产替代的高精度6轴力传感器产品。6轴力传感器主要由弹性体、压阻型敏感元件、智能电路、过载安全保护器、防水欧圈及上下保护盖构成。弹性体采用了特殊高强合金，过载安全系数高达3倍，采用 iSight 多学科优化平台设计，确保了弹性体结构的力学性能及解耦功能最优化，
传感器内部的压阻敏感元件信号，经智能电路进行数字量转换后，通过内置的核心算法，对多个通道的数字信号进行解耦计算，并实时输出。弹性体上设有过载安全保护措施，可有效避免传感器过载断裂造成的安全隐患。部分产品采用防水电缆接头及防水欧圈，最高防护等级可达 IP67 级。装备6轴力传感器的机器人可用于医疗诊断及手术领域，例如远程 B 超、骨关节置换、骨髓穿刺过程中的骨区识别、腹腔器官穿刺导航等。工业6轴机器人装备6轴力传感器后，可显著提高其柔性，使其具备灵活的手感，可应用于3C 装配、机械零部件装配等。机器人根据装配过程中的干涉力，自主调整零件位置和装配方向，可有效避免严重干涉导致的零部件损伤。装备有6轴力传感器的打磨机器人，具备力位混合控制功能，通过对磨削力进行反馈控制，可实时补偿打磨工具的禁忌值，实现横力打磨，从而避免磨料磨损导致的打磨质量缺陷。机器人将在未来进入千家万户，照看我们的家园，陪护老人和孩子。通过对空间各维度力的检测，避免机器人在服务过程中对人的意外伤害。通过力控拖动视角，让所有人都能简单快速地教会机器人去执行任务。坤维科技，让机器感触精彩世界。源于生命奥秘，成于工程智慧，悦全仿生成立于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禄全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终身教授任雷领衔创立，总部坐落于北京昌平区，团队核心成员来自国内顶级工科名校与世界级顶级研究型学府，致力于仿生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打造高度仿生的智能人形机器人产品。任雷教授于2017年国际首创了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这一原创理论与技术体系打破了机器人传统刚性铰链式设计与高能耗的行业局限，从指尖灵巧操控到全身灵活作业。我们打造了覆盖仿生灵巧手与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全系列产品矩阵，信手 XM-M1 采用全面仿生设计，单手搭配472个触觉传感单元，在速度、力度、精度与灵敏感知的核心维度实现了跨越式突破，重新定义了刚性灵巧手的性能边界。硬手 Y-HAN-M1 依托任雷教授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以38个自由度创下全球纪录，不仅实现了3项颠覆性创新，更在核心性能方面实现了力量、速度、精度、灵活、柔顺的5位一体协同提升，为仿生灵巧手领域树立了新的性能标杆。博型 XBot 拥有51个自由度与感知能力，实现自主学习迭代行走步态。博文 WBot 通过0.2平方米超小底盘与仿人髋、膝踝3折叠设计，并结合全身层级神经网络运动平衡控制，实现了操作范围的极大拓展。双臂负载20千克，可搭载灵巧手完成精密操作，加速场景落地。现阶段，博文 WBot 已在富维悦全机器人应用实验室得到落地应用，为多场景应用奠定基础。值得关注的是，悦全仿生4款核心产品在第15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期间首登央视新闻联播，并获央视新闻直播报道，相关视频总观看量超5300万，话题阅读量突破1亿，获得了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成立至今，公司已获得100家专利60余项行业荣誉，荣获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项。同时与英汽富维、国家电投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推动仿生技术在多行业场景落地应用。未来，粤全仿生将持续深化仿生阿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推动这一颠覆性技术体系拓展至更广泛的应用领域，让高度仿生的智能机器人走进更多场景，赋能更多产业，用自然的智慧点亮人类的生活，书写仿生具身智能的全新篇章。
machines think. 这个时代，云上的电缆学会了自己思考，地下3000米的无人区独立有序的运行，大模型可以自动推导新材料的合成密码，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跨境电商的热点趋势。AI 正在陪伴人类探索世界，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昆维科技致力于研发、生产用于机器力学感知的智能型6轴力传感器产品，核心技术源于空气动力学测量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成功研发了可用于国产替代的高精度6轴力传感器产品。6轴力传感器主要由弹性体、压阻型敏感元件、智能电路、过载安全保护器、防水欧圈及上下保护盖构成。弹性体采用了特殊高强合金。Everyone acquainted with the subject will recognize as a conspicuous failure. Fooling around with alternating currents is just a waste of time. Nobody will use it, ever. Heavier than air flying machines are impossible. A rocket will never be able to leave the Earth's atmosphere. No matter how advanced science becomes in the future, it is impossible for humans to land on the moon. There is no reason for any individual to have a computer in his home. 640 kilobytes ought to be enough for anybody. I predict the internet will soon go spectacularly supernova in 1996 collapse. I propose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can machines think? 这个时代，云上的电缆学会了自己思考，地下3000米的无人区独立有序的运行，大模型可以自动推导新材料的合成密码，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跨境电商的热点趋势。AI 正在陪伴人类探索世界，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尊敬的各位来宾，本次会议即将开始，请您尽快就座，并将手机等通讯设备关闭或置于静音状态。谢谢您的合作。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企业代表、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在下午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还能继续坚持在会场。我是主办方立德机器人平台的潘越，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继续的坚持。然后我还是把这次大会整体的背景情况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本次大会是由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指导，立德机器人平台机器人大讲堂主办。大会的成功举办，特别鸣谢总冠名林鑫小手的大力支持，同时呢，也得到了殷实机器人、昆维科技、星汇传感、陈婚线科技、月全仿生、他山科技、星动纪元、百度智能云、超维传感、强脑科技、语数科技、千寻智能、乐聚机器人
等50余家行业企业的鼎力支持。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的嘉宾，因为有些嘉宾可能在一些会议活动正在赶在路上，所以咱们就不一一鼓掌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嘉宾。然后，首先是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人工智能研究评测事业部总经理梁学修，北京邮电大学拔尖人才教授，顺恒智能首席科学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认知系统与信息处理专委会秘书长方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博导陶勇，智源研究院具春 Infra 数据负责人，北京大学多媒体信息处理全国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姚国才，百度智能云主任架构师应如，乐聚机器人副总裁曾泽斌，优宝特机器人创始人 CEO 范勇，宇力仪器市场部经理雷志荣。下面让我们有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各位嘉宾的指导。大家也感受到我们下午的议程也是邀请了我们在北京中关村，还有来自全国的这个在本体的这些头部的企业，我们这些专家都是在从事一线具身的头部的这个引领的专家。那么首先那么从技术突破到场景落地，是具身智能产业化的必经之路。今天下午呢，我们将紧扣场景拓展、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实战版图，与行业先锋共话，技术落地，真实场景，探索具身智能的扎根产业，创造价值。因为我们那个首位嘉宾梁学修老师，他上午在这个金信局有会议，正在赶来的路上，所以呢，我们调整一下顺序。首先呢，有请我们智能研究院具身英法数据中心、北京大学多媒体信息处理全国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姚国才先生为我们分享如何破局具身智能循环困境。掌声有请。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感谢立德机器人的邀请，然后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具身智能。这个题目有点大，如何破解具身智能循环困境？对，今天的话没法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更多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题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智源研究院在具身智能上面的一些探索和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研究院呢是在2021年3月份开始聚焦大模型，然后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大模型悟道系列大模型的牵头单位。对，我们开辟了中国大模型的研究的时代。然后我们在大语言模型之后呢，又开始沿着多模态大模型到世界大模型这样的一个路径去演进。然后演进的过程中，大家会看到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我们是如何将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世界，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研究院现在在重点去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原因。这个是我们研究院在具身智能的科研布局。这个图的信息量有点大，大家看一下，最底下呢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本体，最上面呢是各种场景。这个呢代表了我们研究院在具身智能上面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我们做的是一个通用的智能，不局限于某一款本体，也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场景。所以我们的定位是做通用的物理 AI， 然后具体做的内容呢，大家会看到这边的话就是infra 层面，就是我在我们研究院负责的，就是做具身智能一站式平台，还有多本体的高质量具身数据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面呢，上面呢我们有研究院内有好几个
不同的模型方向，有偏向于 VLA 的，偏向于世界模型的，偏向于语音模态为主的 model 的。然后在右边呢会有评测的一个体系。所以说我们研究院是打造了从 infra 到数据到模型到评测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闭环。然后在模型层面呢，我们这边其实会探索一些更加前沿的一些路线。这个是我们去年6月份在资源大会的时候发布的一个工作。然后这里边大家会看到，我们通过一个 RobotOS 的大小脑协同框架，可以同时去控制几个机器人，让几个机器人协同的去完成一个任务。而且过程中呢，大家会看到人跟机器人之间是有不断交互的，人可以随时的打断机器人，可以给这个机器人信息，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有记忆，它能够根据这个人跟他互动的过程中给他的一些信息输入呢，自己去知道说如何更好的去服务，做好这个服务。比如说在这个场景里边呢，这个工作人员呢，他需要有减肥的计划。那这个时候在喝饮料的过程中，这个机器人能够去告诉他，你是不是选择那个无糖的饮料？这个收了吧。欢迎。OK， 然后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就当前具身智能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我们梳理出来，比如说按一天的时间分成6个阶段，从午夜到拂晓，到清晨、日升、日中、日暮。大家思考一下，在大家的心目中，认为具身智能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但有同学、有嘉宾会说，现在看到中国已经有好几家估值上100亿的，而且有几家已经到200亿了。觉得现在具身智能是不是已经到了那个日中了，如日中天了？然后有人呢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机器人真正进入一些场景中的工作，好多都停留在 demo 层面，然后觉得是不是还处于一个午夜或者拂晓阶段？这个呢，我跟很多人有这个交流，然后我们从我们在学术的角度前沿，就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情况来说，我们认为目前是处于一个拂晓到清晨之间。为什么呢？清晨是什么概念？清晨的话是我们看清了这个路径，我们就要开始要去奔跑了，然后这个时候再蓄力前行。现在的话，其实具身智能整个路线还是没有收敛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虽然有一些非常漂亮的 demo， 但是大家要从真正的技术的发展角度去细看的话，去发现其实目前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持续迭代。所以目前对于整个具身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去切入的一个机会，因为这里边呢还没有说到了整个行业的收敛出清。那既然具身智能发展处于一个这么早期的话，那为什么会发展这么慢呢？哪些因素制约了它呢？我们从具身智能的4要素去看，这里面包括什么呢？本体、数据、模型、应用。这个4个要素呢，我们发现它存在了一个紧密耦合、相互羁绊的现状。大家现在看到具身智能真正在一些应用里面的落地是比较困难的。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因为模型的能力还不够。然后模型为什么不够呢？大家都知道，数据是对模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约。然后数据为什么会短缺呢？一个原因，本体不够成熟。我们平时在采数据过程中呢，就会发现本体经常坏。然后哪怕本体不坏的情况下呢，大家会发现各种本体之间性能的差异，也会导致我们在数据利用效率上面其实也会受到影响。然后这样的一个循环困境呢，是目前制约着这个行业发展的。而且每一个因素里边呢，其实里边有大量非共识。比如说，我们就以应用为例，大家会看到去年、前年很多公司的话，其实会更多关注在工业跟物流场景，然后这部分的工作 demo 都很多。然后自过去的3个月以来，大家会看到好几个融资很高的公司，大家强调什么？消费、居家场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这里边变化背后有很多因素，有模型层面的，有资本故事方面的，有多种因素，使得大家去关注消费跟居家场景。但这里边呢，对于场景的事情，其实现在呢，整个行业中大家也是有非常多的观点。然后另一个事情呢，是从模型本身层面，从最开始过去的2年 VLA 基本就是成为具身智能的主旋律。大家聊具身智能就聊2个事，一个数据，一个 VLA。然后到去年下半年开始有半年多时间，大家开始逐步去关注世界模型了，然后通过世界模型呢，加上 IDM 力动力学，然后来把
世界模型用于具身智能，然后慢慢的呢，现在大家会发现已经开始缩减到 WAM， 就是通过一个把 VLA 跟 Word Model 融合起来，同时去预测未来的视频跟动作，通过这样的一个联合预测，然后去统一它，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把更多的数据利用起来。但这里边也同样有个问题 ，WAM 能够承载我们对具身智能的所有期待吗？它就是收敛的一个解决方案吗 ？OK， 然后在数据上面，从最开始大家特别关注增肌，到发现增肌的成本太高了，我们很难把数据 scale up 起来。开始去年也是下半年开始发现乌米巨火无比，火了2、3个月呢，现在大家又就目标都放到 Ego 上面了，因为 Ego 数据呢，它的门槛更低，拿一个手机，然后放在胸上就可以去采数据。这个手机架的成本是28块钱。对，大家发现开始也在逐步把这个数据的获取方式朝一些更轻量化、更低成本的方式去，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希望把数据 scale up 起来。但是这里边也同样有个问题 ，Ego 数据就是具身智能的终局，数据的终局吗？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再探索更多的一个具身数据的范式，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考虑到的？然后本体的话，这个新海图的3款型号的机器挺有代表性的，正好代表了现在具身本体中的3个类型。最左边这个呢，大家会看到是 Aloha 形式的，这类呢大家会看到它是一个6自由度的机械臂，然后呢机械臂是立在桌上的，其实是沿袭了传统的我们的协作机器人的那种范式，就是立在桌面上。然后这种范式呢，就是属于相对来说工具链比较成熟，而且呢开发难度会比较低，6自由度。所以说在科研上有特别多人喜欢用 Aloha 的形式。然后在中间这个呢，大家会发现你要进行操作的情况下，可能这种做成人形的坐在胳膊上这种形式呢会更 OK， 所以说就有中间这种中间态。但是呢，大家又发现人手的自由度的话，6自由度是不够的，得7自由度。还有呢，就是仿人臂的话，它的灵巧性也会更强。所以说开始就最右边的 i1 Pro 这种，就是不仅仅是有两个胳膊的构型，而且是尽量仿人的一个手臂。那这现在目前呢是3种形态共存的，3种形态共存的情况下，现在就是其实行业内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话，数据如果特别是 Ego 数据的话，都是来源人类的，那我们希望本体尽量向人收敛，尽量去做出一个跟人尽量一致的本体，这样的话未来的 gap 更小。我是buy in这条路线的，但也有人就是说，我们很多场合不需要那么高自由度的，我们也不需要非得像人一样，所以说我们像最左边的这种以协作机器人领域里边借鉴过来的形态就够了。对，然后这个也是目前的一个大家就是非共识的一个点。然后这里边呢，大家会看到4个角度，大家其实是有各自的不同的立场。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在具身行业中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首先对本体厂商来说的话，大家会有些本体厂商他从他的出发点，他会说本体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好的本体是整个具身智能发展的根基，大家都是基于这个本体去工作的，所以地基决定一切。然后从数据角度来讲的话，大家会说数据超级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数据是燃料啊，如果没有好的数据的话，就没有办法发展了。大家从人工智能角度来讲 ，scaling law、scale up， 这都是大家说的最多的事情。然后现在呢，大家可能有很多人在强调，我要把数据 scale up 起来，我要采非常非常多的数据。然后对做模型的人来说呢，他会觉得在这波具身智能中，它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波机器人智能不是机器人领域里边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是因为大模型的进步，让大家觉得通用智能可能快来了。才会吸引这么多社会资本，才会吸引大家今天坐在这里去交流。所以说，从做模型的角度来讲的话，觉得模型是这一波浪潮的推动力。然后从应用角度来讲的话，包括现在特别是在场，我应该有不少投资人，还有一些政府的领导。从大家的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要去支持具身智能？是因为它能够带来产业变革，是能够促进中国在未来的智能制造里面去赶超。那这个时候呢，应用肯定是里面的牵引，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人会说我的应用是最重要的，我场景是重要的，这些是核心。但从我去梳理后呢，我认为可能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梳理它的关系。我提的词叫生长说。生长说是什么概念呢？本体是根基，模型跟数据是躯干，应用是花果。我们一棵植物的话，你把根砍掉，你把躯干砍掉是不现实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的，都不能少。
所以我们更多应该是从一个培育植物的角度来讲，去充分探讨4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大家立场的原因，因为大家想融到更多钱的原因，去告诉别人我这个就是重要的，盲目的去单点突破。因为在真正要去突破循环困境的过程中，其实是需要把它当成一个系统的去考虑。然后这里边呢，因为刚才提到了，其实有大量的非共识，其实不同设备、不同操作方式、不同的 model， 在这里边呢，在这些都还没有完全收敛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会去思考，在这样的一个范式、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们会有哪些关键的问题要去思考的。第一个，模型跟数据如何实现一个闭环迭代。然后向下看的话，就是如何将各种不同的硬件本体进入我们这样的一套 infra， 还有呢，训练的模型如何能够去在各种不同本体上快速部署。然后对于评测方面呢，就是模型如何能够去评测它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任务上的表现，还有呢，如何根据这些表现去指导模型更好的迭代。然后基于这些呢，我们想具身智能应该朝哪个技术路线演进呢？这里边呢，很多人呢喜欢什么？喜欢追求一时种地。我选择一条对的路线，我就突破了。但我认为具身智能呢，它与其是一个射击游戏，它更像是一个寻宝。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呢，我们更多的是什么？不要想一下子就找到终极路线，而是应该建立能够去快速迭代的能力。比如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巨星 infra， 能够让我们的4个要素形成一个迭代的飞轮。在形成迭代飞轮的过程中呢，让4个要素每一点的小突破能够直接进入整个系统，让全局跟着迭代。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循环迭代的、逐步去趋向目标的方法能力，其实是更重要的。然后基于这个呢，我说一下我在智源研究院我们团队负责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做的一站式平台。这个平台呢是打通了从本体接入到任务规划、数据采集、标注、处理、扩增、训练、评测、部署的这样全流程。基于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大家会看到我们下边其实把各种不同的本体能够接入这样的一个体系。而且大家看到偏右边的话，其实不仅仅是接入真机，我们把现在比如说人戴的动捕手套的采集的数据的方式，这种就是比较新型的各种数据来源，也都能接入这样的一个系统。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加速模型的迭代，加速模型的测试，也加速我们对一些应用的探索。那其中呢，大家会发现，其实数据是贯穿整个全程的血液，是里边最关键的。里面呢，数据层面有3大问题：第一，数据孤岛；第二，指控缺失；第三，成本难题。基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团队其实开发了一套具身数据软件框架。基于这个框架呢，真正去解决了我们如何实现这些几个要素闭环的能力支撑。然后这是我们在顶好的一个数据采集场。然后这平时的话，大家会看到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数据采集。然后基于这些工具呢，我去年下半年就联合了蚂蚁天机还有银河通用乐聚等这些几家头部的具身公司，我们一起去做了一个数据集。然后这个数据集当时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希望什么？希望大家利用统一的工具、统一的标准去建一个开箱即用的数据集，支持这个行业的创新。然后这个数据集里边呢有15款本体，大家能看到的很多就是目前很有名的本体，在这里边其实都有它相应的数据，所以对大家科研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而且这个数据集呢，我们不仅仅是数据，里边还做了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机器人的质量上面，我们做了一个轨迹质量评价语言，通过这个语言呢，可以对每条数据做一个质量打分，还对标注做了创新，有一个能力金字塔的3层级标注。现在是大家拿到这个数据呢，不仅仅格式统一、开箱即用，而且是经过我们对质量做了深度处理的。然后这个数据集的下载量现在是466万，可能在整个具身的数据集里边，这个下载量目前是比较高的。然后前段时间就在某大社区有一个评了一个中国去年的10大数据集里边，我们也获奖。然后包括这是我们立德的这个活动上面，我们这个也非常荣幸被大家认可，被评为具身数据构建与服务的赋能者。我个人也很荣幸能够被评为去年的行业影响力人物。然后这个是我们研究院在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上面对社区的一个反馈。我们研究院呢，其实一直坚持的什么？我们要开源开放，把我们的能力去赋能行业。我们目前的模型，就大模型的下载量接近7亿次，
是全中国开源模型下载量最高的单位。同样，我们在巨声里面把我们的数据集、我们的刚才提到的 Infra 这个平台，我们也都是向社会开放使用。对，然后说回来，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怎样一个巨声 Infra？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那个平台呢，它只是一个软件产品，它虽然把整个流程各个环节都具备了，但它还不是一个理想的能够支撑4要素循环迭代的一个飞轮。要真正的实现4要素非常好的迭代，我认为它需要具备3个要素。第一个 Agentic Framework， 它是要以智能体架构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什么概念呢？就需要我们在做整个，比如说数据到模型训练到评测过程中呢，它不能完全依靠人，它需要搭建一套 agent 的系统，基于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自己去围绕着我们的模型训练的效果，能够在很多地方去自动的去迭代。然后第二个呢，主动学习，主动学习超级重要，因为现在呢，大家其实在训模型过程中，更多时候是什么？是单向的，我搞一堆数据训进去，我再搞一堆数据再进去，但这里面很缺失的一个事情嘛，我结合模型的效果去指导我应该增加哪些方面的数据。这个事情很多人在做，但这一块呢，我从我的接触的情况来说，这部分大家做的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在这方面去探索，就如何能够去让这个模型更智能的学习，能够主动的去学习。然后第三个，循环迭代。现在呢，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很难说一矢中的，一下子就找到一个完全对的路线。所以说，对于 Infra 的话，它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它要支撑的是迭代，它既支撑数据模型应用的迭代，它本体这个架构之间也是要能迭代的。所以这是应该是一个能够自动迭代的一个架构。然后这部分工作呢，挑战非常大，然后也是我目前整个工作的重点。我们如何能够去构建这样更好的 Infra？ 然后接下来说回来了，就这样的 Infra， 它支撑的是什么？最直接支撑的是模型。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的模型呢，从 VLA 到那个 Word Model 加 IDM 到现在的 WM。现在的话，这些 model 是否就已经满足我们对具身智能的所有期待了？或者用通俗的话讲，大家是不是找到具身智能模型上面的正确的路线了，正确的范式了？我这边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思考一下，从大家现在所有各种渠道看到的模型，包括各个厂商的大家做的动作，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让这个机器人给我们拿一瓶水，然后这时候呢，桌上正好有一瓶水，但这瓶水呢是别人喝剩的，然后机器人它能够知道说我不能拿这瓶水，我得去拿一瓶新的吗？对，这个是我们人是有这个常识的。如果大家的助理直接把桌上喝剩的水给大家拿过来，大家肯定很无语，对吧？因为这个是常识啊，你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的模型是不是有这样跟人的常识能够有一个对齐 ？OK， 第二个，我们让主人就让这个机器人去拿可乐，但这可乐呢，大家知道有糖的跟无糖的。那机器人呢，听到主人的这个指令的时候，他会不会主动问一下主人，你要的是有糖的还是无糖的？如果说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助理的话，我觉得他第一他会问，或者说他根据以前的经验，他已经记住了这个主人他就不要有糖的。所以在指令不完备的情况下，这个机器人是否能够去主动的去问，主动的去感知？第三个，我们如果让这个机器人在写字楼里边按电梯，按完电梯之后，大家会干嘛？大家会看一下哪个电梯到了，对吧？如果说大家按完电梯后就在那边等，看眼前电梯到不到，有可能你背后的电梯早就过去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这个机器人让它能够去主动寻找视觉线索，然后来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还有，我们让机器人去找卫生间，比如说出去找卫生间，这个时候它能不能主动去找卫生间的指示牌？如果找不到指示牌，旁边正好有人路过，这个机器人呢是否能够产生一个行为，主动问一下旁边的人，卫生间在哪个方向？大家想想，这4个场景中目前的具身的范式里面，是不覆盖？因为我现在看到，其实大家对具身里边很多时候会把它给狭隘的理解成就是操作。
我就是一个任务，我就怎么让这个币动起来，怎么把它操作，然后从 pick and place 到精细点的操作。但是对于这样的这种就是我们跟人的行为对齐方面的，其实目前的大家的关注、大家的探讨是不充分的。所以说，具身智能，我认为还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还有大量的可以探索、可以执行的一个工作。所以这里边呢，除了大家现在更多是感知，直接就执行，然后希望什么呢？希望通过我们的很大的参数，通过我们很多的数据，自动在神经网络里边形成认知了。但实际上，通过我们测试下来，发现现在的具身的模型其实在认知方面是特别弱的。所以说我的观点是，现在呢，具身智能模型里边尚且遗失2块重要的拼图：认知还有记忆。这2块呢是，特别是未来想让机器人进入家庭的时候，需要很重要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呢，你让它拿一次可乐，它知道你要的是无糖的，它如何能够把这种事情给记住？而且当这个机器人它需要记录的东西是海量的，各种不同的信息如何分类，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什么？需要从神经科学上再去找一些答案。所以说我的观点是，直接去复现大语言模型，还有自驾里边的这种就是大力出奇迹，去大量数据去堆出来的方式，可能在具身智能不一定能 work。具身智能的数据的复杂度是很高的，然后它要完成的事情复杂度也非常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脑启发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现在大家会看到，虽然说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已经站在山巅了，但这个呢，其实大家其实都很迷茫，下一步往哪走？如果说 VLA 不是范式 ，World Model 不是最终范式，那下一步的范式是什么？然后这里边其实大家会看到，就是对于如果说一个行业处于早期的话，比如说总共是100步，有的人走的是3步，有的人走的是7步、8步，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当这个战线拉得足够长，所以说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在当前这个阶段，去把具身的 infra 打造好，然后并行着呢，向神经科学、向脑启发方面的去思考，重新去思考更多 foundation 的问题，可能对于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来说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点。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姚老师的精彩分享。可能我们在海淀，大家也经常关注到智源研究院。我们很多身边头部的企业，像银河通用啊，就是我们那个王鹤老师创立的银河通用，就在具身智能，就在智源研究院来孵化。包括现在大家比较火的这次，我们也邀请叫无界动力，也是我们智源研究院。所以还有很多家，他们内部还有很多的优秀的项目，大家可以积极的关注啊。所以他们在具身智能产业研究的成果也是最前沿、最具有的引领性的。然后呢，姚老师为我们剖析了数据、模型、场景相互制约的死循环，并给出了从基础建设到数据飞轮的破局思路。然后我们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可行路径。走出困境需要强大的算力底座来支撑啊。下面让我们有请百度云架构师应如女士带来百度百科全站 AI Infra 助力具身智能模型加速迭代的主题分享，掌声有请。谢谢主持人。感谢机器人大讲堂。非常荣幸能在这里，我去代表百度智能云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百度百葛。那么百度百葛呢是构建在我们百度智能云上面的一整套全站的这个 AI Infra 系统。那么百度智能云向大家售卖云服务器的资源，其实并不是售卖之后就结束了，恰恰相反，就是我们的服务从售卖这一刻其实才刚刚开始。那么我们是做什么的呢？那么我们百度百葛会面向云服务器本身的 GPU 硬件，或者是国产的芯片，我们去做深度的研发，包括也会向上去面向大语言模型、多模态模型，去做一个大规模的分布式训练和推理的加速。
那么能够让我们的客户在云上去运行他们的模型的时候，达到一个高速的迭代和高效的运行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从25年开始呢，我们转向重点支持具身这个方向。那我今天也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具身这个方向去支持具身的模型研发，支持具身的模型加速迭代。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具身模型研发的趋势现状，以及我们做的一些技术上面的迭代。那么首先我尝试去把跑在云上的具身研发的客户他们的研发方向分成2大类，一类是操作类、操控类的模型那这一类模型就像刚才姚博士说的更多的它会 focus 在这个长程的这种操作任务，比如说家务比如说拆快递，比如说这个折衣服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任务，这个模型是为这些任务服务的。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在我下一页 PPT 的另外一个方向是运动控制的策略。那大家所见的这一类策略是为什么服务的呢？就是像春晚上面的一套舞蹈动作或者是一套武术动作，用来做运动控制的。那么我们先看操控类的模型操控类模型其实也如刚才姚博士所说的，那我们在云上看到的也是2条这样主流的范式在同时的去研发推进我尝试用一张图来展示，就是现在这2条路线所处的一个阶段这个图里面的数量呢，是我们在公开的这个论文平台上面去统计出来的这2条路线主题下面的一段时间里面的论文发表量。那么其实能看到，就是像 VLA 这样的模型，左边它经过25年的集中的研发集中的这个成果的爆发之后，它的设计模型的设计范式也好，模型的架构也好，其实逐步的大家开始形成一些共识开始逐步的架构趋于成熟那么对我们云上 infra 的要求是什么呢？由于它 VLA 它引入的是这个 VLM 这样一个 backbone 嘛，那么在新的开源的 VLM 主干出来之后呢，大家会期望我们能够快速的去适配能够让这个 VLA 能够用上这个新主干的这种能力另外一条线呢，右边其实 WAM 这条线，或者说 VLA 我们看到开始引入 World Model 那么这条线我们统计的这个从统计的力度也可以看到我统计的力度变细了，就是时间范围拉到了最近的2个月，最近的4个月。那也确实我们是从最近的4到5个月才看到像 WAM 或者 World Model 它在云上爆发大规模的训练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所见的 WAM 现在正在一个快速的试错、快速的这个范式的探索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它有什么特点？就是它的模型是高度结构化的，就是包含了很多模块高度模块化的。那么同样的，大家在探索怎么引入 World Model， 比如说有把 World Model 放在这个 VLA 外挂作为一个辅助的模块去给 VLA 做未来真的预测也有直接把 World Model 引入到 VLA 模型的结构里面来做混合的训练那在这样的一些范式探索下面，其实大家会期望这个模型结构能够灵活敏捷的在云上变更那这种需求其实我们在 VLA 发展的阶段，去年我们就已经遇到过，并且我们在 infra 上面积累了非常多类似的能力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引入了 World Model 之后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World Model 本身结构是一个扩散结构，那么它在推理端，它在推理的时候其实会遇到一些效率的问题那这块我们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和优化方案，这个我后面会讲。OK， 那操作类的模型大概是一个我们所见的现在这样一个现状下面这个是运动控制类的，就是运动控制类的是最近几个月才进入我们视野吧之前应该是一直在云下，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思考了一下，我感觉它我也用一张图来展现它现在的一个转变首先当前主流的这个训练方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从这个框图里面可以看到，它每一类动作或者每一类的任务是单独的隔离的策略、独立的策略以及单独去设计这个训练所需要的这个奖励函数的这样一个机制，这样是没有办法去做 scaling 的那么
我们看到它现在正在往 scaling 这条路线上面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认为呢？我列了2条线索在下面。一条是 NVIDIA 的开源的这个 Sonic 的这个作品啊，它用大量的人类动捕数据去获得密集的这个训练信号，来代替人工手工设计reward 的这个范式。同时它在这样的训练范式下面，它把这个运动策略 scale 到了从1兆 scale 到了40多兆这样的量级，来获得一个统一的不再是割裂的一个统一的这种全身控制的策略。那同时在工业界呢，我们也看到 Figure AI 它的 Helix 02在发布的时候，它也首次在它的这个发布页里面有提出了一个 S0 System 的概念这个其实我把发布页里面一些关键的概念都摘到下面了，就是他说的很明确，这个就是底层的统一控制策略。它是干什么呢？它代替原来的每一种独立的 reward function 这种范式那所以其实能看到工业界或者说是开源的这个学术界，其实大家的思路是非常一致的需要把独立的策略去统一化，需要去做 scaling。那么这样一个变化趋势，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就是原来大家做独立策略训练的时候，可能2台服务器就可以搞定。现在 scale 到比如说128卡，那么几十台机器集群化的管理、分布式的部署，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大家通常都会上云。那么云上有没有一套面向运控策略研发的完善的这样一套流水线这是我们云需要准备的。那我们也准备了一套流水线去承接这样的 scaling 需求。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百度百舸，在支持了 VOA、支持了 WAM、尝试去支持这个运控策略的这个阶段我们准备了一套面向具身的典型的 workflow 流水线底下呢，大家可以忽略它这个就是我们面向大模型也好，面向具身模型也好，一直持续打磨的底层的高性能存储计算网络的基础设施具身是可以直接复用的。那么上面是一些典型的具身研发所需要的工作流。首先是这个数据准备的环节，那我们也预制了一些开源的数据集，比如说刚才姚博士提到的 RobotCoin 我们也预制了包括还有一些数据集它可能会需要一些数据格式转换的算子这个我们也提前提供了。以及现在比较火的 Egocentric Data， 它如果需要一些预处理的算子，或者说运控的策略需要把动捕的数据做重定向那这些算子我们都会预制在这个环节那么数据处理好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分布式存储非常方便的去对接到我们的训练集群。那么这个里面是我们会针对具身典型的模型去做一些加速的套件让大家能够高效的去迭代以及到训练的最后是一个推理和评估的环节。那除了预制了这个主流的仿真环境之外我刚才也有提到，就是像 World Model 引入到 VLA 之后，其实推理效率上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也针对 World Model 一些典型的结构，比如说 diffusion 结构，比如说常见的 VAE encode 的这些结构，我们都做了相应的这个优化OK， 上面是一个典型的工作流。那么我们后面会针对这些工作流里面一些非常典型的问题或者说非常典型的场景去展开做几个 topic 的讨论首先是我刚才说操控模型，我们有2条范式，那么它本质上在云上我把它典型的这个2条范式下面的模型结构也贴到这里了。那么首先是VLA 这里面一个典型的双层的结构，那么它在上层大脑这里，它会把 VLM 的模型权重 scale 到非常大的量级。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200B 以上的这种大型的 MOE 的分布式训练。这个其实是我们非常擅长的部分，因为大语言模型就是这样的架构有非常多的优化是可以复用的另外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VLA 正在引入 World Model 的 backbone。那下面这张图我引用的是应该是 FastWM 论文里面一张图它其实展示了在引入 World Model 的时候，大家对于训练范式的一些尝试本质上体现出来的就是我的模型结构是在快速变化的，我的训练流程是在快速迭代的。那么大家通常在做这一类研发过程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
典型的痛点啊，就是如果我做多机的训练，我用了开源的框架它非常的灵活，能支持我做代码的敏捷变更。那么通常它的加速比不太好，就是它的性能不太好就是效率不太高。那如果它的效率非常高，性能优化到极致，那通常它不能支持你做敏捷的变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开源的这些比较灵活的框架上面去提供了一些加速的套件，让大家能够在灵活性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些平衡点。另外，我特别想在这里讨论的一个点呢是，面对现在这个训练验证的这个诉求非常之高，以及现在的这个单体 VLA 也好，或者是模型的世界模型的这个 backbone 也好，它的参数量级基本在10B 到20B 或者5B 这样的一个量级，就是它真的需要算力最强的这种卡吗？在供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实践。那我们的测试或者说实践结果呢，我们认为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的包括DeepSeek V4 最近开出来的这个技术报告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点就是它估算了就是卡之间或者是机器之间的每 GB 的互联带宽所支撑的这个模型下面的算力其实是有一个值的。如果你的模型尺寸或者你的模型结构没有到这个算力值，那其实剩下的带宽服务器厂商超配给你的带宽都是浪费的。那面对这样的逻辑和这样的供应形式下面，其实我们也针对20B 量级以下或者是这个量级差不多的这种 VLA 或者 WAM 模型，做了一套多机并行训练的这种高性价比的服务器配置和加速方案。就我们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这款硬件我们能够相对均衡的去把它的显存容量、显卡带宽、互联的带宽以及它的算力，去每一个维度均衡的使用出来而不是就是让任何一个维度都不浪费吧用这种方式，我们也能跑到一个非常好的性价比。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做的，或者说我们擅长做的事情。OK， 这个是另外一条研发线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运控策略。那么运控策略，我们刚才说它在转向 scaling， 那么上云之后需要一条这样典型的流水线那我们这条流水线呢，我们选择了去集成 NVIDIA 开源的 WBC Agile 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它有个特点它集成了运控所需要的资产的准备和调试、训练、评估整套流水线。那么基于这个流水线之上，我们做了什么呢？一个是大家做多机并行的时候，我们做了网络上面通信的优化另一个是通常这类策略大家都是在一些小卡上面去训练的小卡意味着什么？显存非常的珍贵我们会找一些常用的加速手段，把显存 offload 到 CPU 的内存上，把显存节省下来。节省下来意味着什么？大家的仿真环境并行数可以上去，就是我用一样的卡的数量，能让你跑出更大的吞吐，能让你更快的去迭代你的运控策略。另外就是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前沿的一些进展，比如 Sonic， 我们刚才提到的，2周之前它也发布了它的训练的方案和脚本，我们也在云上第一时间去把所有的依赖、所有的流水线给集成好了，大家可以一键把它部署到128张卡上。另外就是学术界一些前沿的进展，比如上海交大穆瑶老师的 CLOT， 这个也是全身这个控制策略的一个训练方案，我们也做了集成。最后这个是我们在具身研发应该是在强化学习，或者是在这个仿真在这个评测的环节都会用到的这个仿真环境我们以 NVIDIA 推出的这套仿真生态为例吧，就是它虽然说是一个生态但是它其实是高度的模块化的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可能是多种模块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用那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模块和模块之间的版本如果不兼容如果没有对齐有可能会造成性能的衰退也有可能会直接部署出错
那么我们在云上给大家针对各条流水线都预制了相应的版本组合，能够让大家开箱即用。额外的呢，我们观察到这些仿真引擎它依赖的这个物理引擎，仿真物理引擎啊，它其实是从 CPU 时代迭代过来的。那么它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卸载到了 GPU 所以说我们针对一些 CPU 敏感的任务也做了相应的高主频的调整，或者是针对 CPU 拓扑做了一些调整。另外就是本身NVIDIA 这套仿真的生态，它的核心的这个物理引擎也在迭代啊，从 Physics 迭代到 Newton， 那我们也在持续的跟进，包括我们也发现Newton 的升级会给一些强化学习的仿真的这个场景带来1倍以上的这个性能提升啊，这个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去跟进和提供这样的服务。这里是我针对上面所有环节，包括我们去支持具身，我们积累下来的很多的加速能力的一个小节，我没有一一展开啊，但是大家可以在百度百科上通过我们的加速套件的安装包，或者是这个 Docker 的镜像，可以一键的开箱去使用它。那这里额外值得提到的一点呢，是我们刚才反复提到 Word Model 它的 diffusion 的结构会有推理效率的问题。那我们最近2到3个周，我们去把市面上最近开源出来的比较有影响力的 VA、WMA、WAM， 我们去整体做了一遍这个工程化的加速。其实我们拿到的加速效果，我们认为还是非常惊人的，就是非常好的，就是推理的延迟可以降到原来的1/2、1/3，甚至1/4。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算法的创新，算法的创新可以让推理速率变快。那同样，工程的创新也可以，所以我们也期待去和更多的企业去合作，做工程和算法结合的这种加速。我相信是可以事半功倍的，让这个推理速率下到一个新的台阶，控制频率上到一个新的值的话，我们应该能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场景，有更多的不一样的研究的课题。OK，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百度百科 AI 计算平台整个从硬件到软件，我们积累下来的整套 AI infra 的能力。那么百度智能云呢，也服务了包括像上海、北京人创新中心这样的具身国家队包括像智远机器人青海图这些产业链上超过30家的这些重点的具身企业也在使用百度智能云的基础服务。那么我们也期待和更多的企业做更深入的合作，把我们的技术赋能者这个角色给做好去为企业在这样的产业创新的时代去提供更多的抢占先机的能力。最后就是这是我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关注百度智能云技术站，来获取具身 AI Infra 的最新进展谢谢。非常感谢应总的精彩分享，为我们展示了全站 AI 基础建设如何为具身智能提供澎湃算力和高效工具链，让模型从训练到推理每一个环节都加速奔跑。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软件测评中心人工智能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梁学修先生带来具身智能科具三层进阶式具身智能模型测评基准，掌声欢迎。好，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梁学修。下面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3层进阶式具身智能模型测评基准，然后我们称它为具身智能领域的图灵测试。首先从3个方面进行一个讲解。
第一个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跟问题。那么从2025年开始，具身智能首次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列为与生物制造、量子技术和6G并列为未来产业进行培育。这是一个标志着具身智能被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顶层规划，并发展关乎着国家科技竞争和经济增长点的一个长点的一个塑造。那么在最近的15规划建议当中，具身智能被列为了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国家发改委在去年的11月份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推出了具身智能产业健康发展的规划。然后今年初，工信部8部门印发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然后中提出了要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创新。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具身智能再一次被明确列为了未来产业的一个领域。那么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赛林研究院也发布了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及路径的一个研究报告，中对具身智能技术和产业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趋势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那么从具身智能概念演进和内涵的一个界定切入，提出了具身智能的核心定义与积累的一个特征，以及具身智能产品的一个分类形态，抛弃了具身智能的4个层次的技术维度的一个构架。从产业结构、应用场景与资本动向等维度分析了产业的一个发展动态，在此基础上，然后对全球的技术演进的一个趋势、产业发展的一个竞争格局以及治理的一个框架进行了一个综合研判，并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一个认知。这个报告之后就是一些成果，就是第一个就是从理论到工程的一个实践，再到一个产业化的一个推进。结合权威专家对具身智能的一个定义和现阶段具身智能发展的一个态势预判，我们认为具身智能的核心就是一个有身体的 AI， 其本质就是通过与物理世界的一个持续交互，实现能力的不断学习和进化。那么区别于传统的以数据为主的一个离线智能，具身智能的核心的运行的一个机制就是感知、行动、学习的一个闭环，强调在真实环境中通过反馈驱动持续迭代优化，并不断的一个提升性能。那么具身智能的产品我们认为是有3类，第一类是通用型，强调是跨场景与多任务的一个能力；第二类是专用型，面向工业、服务等具身场景；第三是前沿型，探索群体智能和新型的一个交互的一个模式。那么具身智能技术体系可以分为4个层级。第一层是基础要素，包括算力、数据和模型；第二是机理层，实现感知、决策和行动的一个闭环；那么第3层就是系统层，强调一个软硬件的一个协同；第4层是应用层，通过真实场景持续的一个迭代，总体就是多层级的一个协同的一个体系。那么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具身智能产业正在形成，总体上分为上游核心技术与部件、中游总机系统平台以及下游应用场景3个环节。上游主要包括了这个传感器、执行器、控制芯片以及算法平台等关键的一些技术能力，这些核心的一些组件直接决定了具身智能系统的一个性能上限。那么中游主要就是机器人的一个整机和系统平台的一个企业。那么近年来，人形机器人和通用遥操作的机器人等新型的产品不断的这个涌现，然后下游则是各类的一个应用场景，包括了咱们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医疗护理以及特种领域的一个实施。目前来看，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但整体仍处于一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主要在于问题是成本、可靠性与通用能力仍然不足，尚未形成成熟的一个闭环。那么虽然咱们现在这个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非常的迅速，但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一些挑战。第一个就是数据体系的一个不足，第二是模型泛化能力仍有不足，第三是具身载体执行能力拥有提升的空间，第四是算力成本较高以及基础软件生态仍不完善。总体来看，具身智能系统具有软硬件高度耦合，然后系统复杂度高等特点，需要我们各方各界共同的协同突破。
那么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一套具身智能测试的一套基准。首先在这里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问题，就是测试者写下自己的一个问题，然后将这个问题以纯文本的形式，就是发送给另一个房间，就是类似于70年前图灵问机器人具备像人一样的思考能力吗？那么测试者根据他的回答判断哪一个是真人，哪一个是机器。所有参与的测试的人或者机器都被分开。这个测试旨在就是探索机器人是否能够模拟出跟人类或者是相关的或无法区分的一个智能。尽管当时这个图灵测试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这个讨论和争论，但它仍然被视为评判人工智能的一个程度的一个经典方法。在目前大多数 VLM 大语言模型通过图灵测试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希望提出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机器人具备像人一样的行为能力吗？那么在这一个基础上，我们就借鉴了这个经典的方法，我们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联合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哈工大以及香港中外大学一起发起了国内首个具身智能领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测评基准。刚才讲了就是前面的具身的身可以是很多的一个形态，那么不只是人形机器人，也不只是机器人，所以我们把这一套基准就是歃写了 N 个能力的一个套件，然后我们正式的在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套件的一个情况。首先为什么要发布这套基准，就是第一个就是现阶段整个行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评估具身智能的一个标准，各家成果很像就是这个盲人摸象，我们需要打造一整套的统一的通用语言和标准，让不同的机器人在同一把标尺下客观衡量，使技术进步真正的可以测试可复现。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这套标准设计的像 X 光机一样，就是类似于就是诊断出哪个地方不协调啊，比如说是身体的这个动作执行力弱，还是大脑的不够硬，就是认知能力差，还是免疫系统有问题，就是环境抗干扰能力低，为技术的研究发展就是提供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指引，让短板可以溯源。那么第三呢，就是这套基准既要兼顾学术界对顶尖技术的一个需求，又要兼顾咱们产业界需要得到到底能不能硬，值不值得硬这样一个答案。那么一套体系两端服务，让整个学术有一个方向，让产业也有一个评判的一个依据。那么接下来我就详细介绍一下具身图灵测试基准的一个操作能力套件。那么在介绍这个套件之前，然后我们想一想如何全面科学的评判一个具身智能。那么可能现在只能是按照这个整体的一个抓取成功率，那么可能现在就看到的只是抓取成功了没有。那么我们现在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个尺子，既要测量这个基础的能力，又要评估综合的一个技巧，还要判断这个岗位是否有能力测试。这就是我们 ET Benchmark 的一个3层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这个3层的理念可以说，第一层我们就是一个通用的基础能力层，第一层回答的问题就是基础动作会不会，它测评的是具身智能的一个原子化的一个能力，比如能不能精准的抓取，能不能稳定的按压，能不能按压轻微的扰动，以及像人类的通识教育，先学会识字或者就是算术，以及这个才能复杂的一个应用。那么第二层就是一个专属的能力任务层，这一层就是要回答一个专业技术它够不够强。单个原动作做得再好，可能不能代表你能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作。第二层的测评就是多个原动作组成一个技术的一个能力的一个任务，比如说端稳一杯水行走，安装一颗螺丝钉。就像人类的专业教育不仅认识每个字，还能写出一个完整的一篇文章。那么第三层也就是我们说的职业岗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层，这一层就是回答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岗位工作能不能做，就是技术最终要服务于应用。第三层的测评就是在真实的职业岗位上完成一个工作的一个能力，比如说能否胜任酒店客房清洁服务员，能否胜任汽车产线的一个装配工，
这就像人类的一个职业教育，就是大学阶段，从实习生到专家，能不能在岗位上创造一个相应的价值。那么接下来详细介绍一下第一层通用技术能力层，就是我们用5阶能力的一个魔方，将核心能力划分为动作执行能力、物理认知能力和环境抗干扰能力3大维度，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其中动作执行能力，我们从 M1 到 M5 代表了机器人的一个身体的技能，物理认知从 T1 到 D5 构成了其大脑的一个智慧，而环境抗干扰的 E1 到 E5 就是充当了如保障措施的鲁棒性免疫系统。这个3个维度相辅相成，通过我们标准化的一个分级体系，然后清楚地界定具身智能从自动化设备向自主的一个通用的机器人的一个进化的一个技术路径。评价结果可以有效地追溯定位到咱们模型的基础能力的短板。那么划分这些动作之后，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分级。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轴就是把一个总的一个动作执行能力这种划分为5级，一个是就是触达级，这是我们碰到的这个物体能够简单的去达到它。第二个就是我们能拿到这个力控，能够稳定的输出相应的力，我们能够单手的静态的做一些按压或者提拽的一些动作。第3级就要做一些更为精细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能够精准的去戳一下，然后可以摇一下，然后这种更细细的动作去更为灵巧的一个操作。第5级呢，就像第4级就像我们这个2个手是否能够协同的去操作，完成人像手一样这个搓一个协同的腾解的一个动作。到了第5层就像人一样接近人类的一个水平，双手双臂的一个操作能力。那第2个轴呢，我们就叫物理认知，我们把这块分成5级。第1级是属性级，我们初步知道它是长得是什么样子，然后它是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尺寸。那么第2级呢，就是一个策略级，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大概能判断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重量、什么样的一个材质，然后是摩擦性是什么样子的。第3个轴就是环境抗干扰的能力，在不同的干扰因素下判断这个产品的可执行能力是怎么样的。那么第2层呢，就是我们综合性能层，重点的就是评价具身智能体在应用场景中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表现，类比于人类的这个大学专业的一个能力，特定的领域深入的学习跟综合应用。那么评价的方式就是我们看到的左侧的这个六维性的一个雷达图任务规划能力包括了任务完成的一个效率，然后是资源利用率长程的一个规划能力，以及是泛化迁移能力、系统的鲁棒性、安全可靠性等6个维度，衡量具身智能体在完整的任务周期和复杂的运行条件下能够整体的运行的一个质量。用雷达图的方式更好的反映出咱们模型的一个整体性的性能水平和突出性的一个表现。那么任务规划能力就是在完成多步骤、多阶段有依赖关系的任务规划能力，保障着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力跟规划的最优的一个性能。那么第3层就是我们最高级，就是应用的成熟层，重点就是衡量咱们这个具身智能体在专业的岗位上应用场景中与人协同的可用性或者是价值，类比于人类就是职业发展从实习生到专家的刚才说的这个职业成长的一个教育评价方式是5级的一个职业发展水平。可以看到从最初的这个学徒到最终的一个专家可能是一个5级的发展水平。那么包括了人机协同的一个效率、人机作业的一个能力、人机能力一个基线与对比的一个指标，在真实的应用的岗位上考察具身智能的一个技能性化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看到每一个原动作对应着每一个等级都有一套题库，我们将会设计不同的题库，然后答题时就是从题库中抽取相应的题目，每个等级抽取不同的一个题目题量，总分达到80分以上可视为它的本级已经通过。那么在发布这套体系之前，我们为了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测评结果的公正性，我们也做了一个前期的一个预研。我们选择了海外跟国内的2个开源的具身智能模型进行了测试，分别是派 0.5 以及千寻的 1.5。
然后在第一层原动作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抓取动作为例，就是题库中设置了很多的具身智能的代表性的被抓的物体。可能视频比较大，就是这卡有点卡。然后我们从题库设计了很多这种被抓的物体，然后从那边可以看到，现在是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最小的豆子，让常用的立方体，就是不同尺寸、不同材质的这个物体进行一个抓取，对具身智能进行了一个测评。那么针对简单的一个抓取任务，通过系统中的一个场景设计，然后我们达到了这个具身智能系统从这个感知、决策到执行3个层次，像这个解剖麻雀一样，就是考察整个具身智能系统的一个边界。可以看到，就是左边就是这个这是派0.5，就是它的加速度变化是相对较大的，运动更猛，但是不太平稳。但是右边呢可能是千寻的1.5版本，然后加速度变化幅度较为较小，然后运动程度较为平缓。另外一个就是选取了它的原动作抓取球体，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个在不同的位置，它会表现出不稳定或者较为平滑，在同一个基准下进行一个测评。那么在第2层专业技术层测试，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拉开下层的一个抽屉，然后是把台上的一个牙签盒放入抽屉里边，然后推回下层的抽屉，抓取桌面上的盘子里的积木，把积木再放到台子上的一个动作。这样不仅就推理决策了，考察具身智能模型的一个推理能力，同时在执行层还考察了机器人末端的一个作业的执行作业的一个精度。那么还能在感知层考察这个机器人以视像头为代表的一个视觉感知系统的一个识别精度。这里就是我们主要表现的是我们是与其他高校做的一个在依托于国产的自研的物理引擎与物理仿真平台开展了一组具身智能仿真测试案例。通过这一组案例，我们不仅能够较为直观地展示出现在这个测试系统对这个测评能力的一个刻画的一个效果，也能够进一步的验证虚拟化场景下的一个测评能力的一个判断。那么问题以及它失败的原因等方面的一个可操性，为后续我们评判的基准性的完善、模型的优化迭代和工程化的落地提供相应的支撑。这块的视频我们主要是从具身智能测评题库里边选出来，就是在针尺子中微小的这个细长的目标的一个抓取的一个动作。可以看到上面的针就是沿着外沿尺子这个状态下是可以抓取的，但是当我们就是放置在一个平整的一个桌面上，它是无法实现的。就是这一结果也就表明了我们能够在虚拟化的环境中有效的识别失败的来源，较为准确的区分任务的难度以及控制策略，还有执行器局限性所导致的一些问题。从这个里边，我们就是选出了物理认知知识的 P4级的动态级的一个典型应用场景，就是以不同质心的一个分布的长柜的抓取为例，然后重点就是衡量这个机器人对稳定性的一个隐性的物理属性、受力变化和动态响应关系的实时的感知和在线的一个调整能力的一个情况。这一任务所考察的也不再是静态的，那么可能就是一些机器人在操作过程中的对物体的动力学特征的一个持续性的理解，还有快速的轻重以及动态的适应能力。在这里可以看到具身智能的第5级推理级的高阶场景，通过对承重的积木块的一个选择性的抓取，评价了机器人对结构性的依赖、稳定的边界和潜在损坏后的一个综合能力。这一任务强调了很多的就是动作执行能力的本身，而是更向于这个结果层次的一个物理性的一个推演，包括了一个风险的预判
以及我们整个策略的一个选择，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机器人有这个咱们传统的但是一个执行指令、走向决策或者高阶智能的一个特征。在环境抗扰能力这个微弱抗扰的一个测试场景，我们选取了在这个基础的测试条件引入了光照的变化、阴影或者是局部遮挡等轻微的扰动，用于就是检测机器人在非理想视觉环境下的一个感知的鲁棒性与执行的一个稳定性。这一任务就是重点体现出系统在外界轻微扰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保证较为稳定的识别、定位和操作，是走向真实环境可以用的一个重要的能力的一个门槛。那么我们发布的这个 ET Benchmark 就是主要是前置于第一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北京市政府正在举办，在今年8月份要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可能这套 ET Benchmark 整个的一个测试基准要前置于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构建相应的一个测试的标准，为参赛者提供相应的从训练到测评的一个全技术生命周期的一个支撑。那么最后我们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联合发布单位的一些情况。首先，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我们是工信部直属事业单位，是最早的开展机器人检测和认证的权威性的第三方机构，是工信部机器人产业的唯一的支撑单位，是工信部唯一的领域的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我们在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方面，就是做出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拥有这个人工智能场景与智能芯片测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为全国机器人标准化委员会机器人智能化跟信息安全标准化工作组的组长单位，长期支撑科技司开展具身智能相关的工作。那么联合发起的这个清华大学，他们是主要是拥有这个是以丰硕老师为牵头的，然后在具身智能方向具有这个世界模型的智能测评的一个研究，以及复旦大学是以张丽华教授为牵头的一个团队，拥有国家高水平的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具身智能研究团队，持续开展相应的一个成果转化。哈工大大学是以赵杰老师团队为基础的，在人工智能跟仿真测试环境都均有相应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从事机器人研究，然后数十年，然后做出了很多重要性的行业的性的成果。香港中文大学是以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系的这个陈斐教授领衔的，他是在具身智能测评以及机械感知学习方面具有相关的研究。好，以上是我们整个测评体系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也希望能够和我们整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同仁共同一起去共建具身智能图灵测试的一个生态体系。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梁博士的精彩分享。我们邀请梁博士来为这次大会做关于具身智能评测，也是梁博士这边在赛迪刚才说到机器人评测中心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其实刚才梁老师也介绍，作为赛迪研究院在上一代就是机器人的这个评测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也是咱们中国6大评测中心在北京的这个国评中心。而且他们赛迪这边长期支撑工信部装备一司和科技司的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非常对咱们机器人的这个整体的评测有多年的深耕。那么到具身智能这个时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逐渐的走向成熟，也到了这样一个科考的阶段。所以刚才梁老师分享的面向具身智能的这样这个在不同维度的这个评测的机制，我们这个体系正在逐步的建立。可能下一步我们的具身智能的相关的企业，那么为了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应用能得到更多的标准化的验证，这块呢也请这个后续推动啊。下面我们来有请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具身智能研究院副教授博导陶勇老师为我们分享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行业标准建设与发展浅思。陶老师呢，我再跟大家多汇报2句啊，就是因为长期其实也是在我们北航，然后我们王天满老师团队是吧，围绕我们机器人成果转化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我们其实大家看到了在北航里边走出来的多项比如像9号机器人，像这个天智航是吧？罗森伯特等一些头部的机器人上市公司和准上市公司，这些都是我们陶老师大团队孵化的成果。现在我们北航呢，在具身智能这个时代，也成立了魏红星老师牵头是吧？也成立了这样具身智能的研究院。我们陶老师在里边在开展专业工作。同时呢，我们在春节之后也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航标委。航标委呢，陶老师在里边任我们的专业化的组长是吧？整机组的组长，所以这块陶老师也是为我们带来在这方面最新的标准的建设。好，谢谢，感谢。谢谢潘总的介绍哈。我是来自北航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陶勇。今天呢，很高兴啊，借助这个机会呢，给大家汇报关于工信部牵头的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行业标准委员会最近半年来啊开展的相关的工作。汇报的题目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行业标准的建设，主要啊从以下5个方面给大家进行汇报和分享。首先呢，就进行分享一下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行业标准委员会啊它的一个背景，是吧？整个呢是由工信部指导下，尤其是在工信部科技司的领导下成立的这个行业标准委员会，由工信部的总师谢少峰总师啊作为这个主任委员，同时呢秘书处啊是下放在中国电子学会，是吧？由电子学会的梁亮秘书长担任整个这个行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和整个的秘书长。同时呢，我也成立了有70多位行业和大学院所等专家组成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行业专家委员会。例如说呢，汇聚了像宇树啊、王星星啊、智源的彭志辉啊，以及呢我们北航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的院长魏红星教授啊等70多位的这个行业的代表都在这里面，可以说具有很典型的代表性。整个航标委呢下设了总体组、肢体与部件组、类脑与智能计算组、整机与系统组，还有应用与安全组。大家看到一共有这个6个工作组，我本人呢是在牵头这个总体组，也是叫共性与技术组。那航标委的作用呢，实际上就发挥这种标准的引领，是吧？基础性的作用，是吧？从行业啊发展从0到1，今年呢有可能慢变到1到10，是吧？今年预测呢，人形机器人有可能实现5到10万台这样的一个量产，是吧？去年呢初步统计是1到2万台，可以说呢今年呢将实现小规模化的这个量产。那针对这种规模化量产的窗口期，工信部牵头啊就要致力于构建和覆盖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全产业链的这样系统的标准化的体系，推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啊这样的一个未来产业实现高质量的这个发展。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整体的这个工作的框图。行业标准委员会呢遵循了是快优强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标准，推动相关的行业标准的预研和迭代，模型的训练，共同部署，探索一个什么模式呢？就是研发即预研，量产即冠标这样的一个研发与标准推广和制定的模式。目前呢已经发布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标准体系，也是在今年春节后啊，在亦庄呢召开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行业标准委员会的年会，在年会上呢发布了2026版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体系，并启动了第一批的重点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制定的工作，对吧？同时呢，发布了这种身份管理与产业安全的这个倡议，明确了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安全的框架和底线。如图所示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整个的有6个工作组，分别是你来说最底下的就是基础共性组，是吧？这就是我们总体组。中间这块呢，例如说有类脑与计算组、肢体与部件组、整机与系统组，或者说从部件、整机包括大模型的计算这方面，分别有3个工作组。另外呢，还有最顶层的有应用组，在工业服务和制造
是吧？特种行业不同的应用。左边这块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我们的安全框架的整个的一个标准的情况。这是我们整个标准开展的这个工作呢，就要加强前沿的基础研究啊，紧跟国际发展的前沿。第二个呢，强化标准的预研，同时呢，要以项目制的形式推进相关标准的这种全流程的这个制定，加快这种标准的制定和推进。我们预计6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将制定和发布一批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这个行业标准，同时呢，加强人员、资金这方面相关的专业的保障能力，并定期的进行交流，是吧？进行交流。那我们看这里呢，就是整个的人形机器人与这个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呢，标准体系呢，分为了以下6个方面，分别对应的呢，也是有6个工作组的相关的职能。例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基础共性组，一会儿会把我们组这个工作呢详细的进行介绍。那第二个呢，就是类脑与智算组，跟前面这个姚博士介绍的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也在牵头这块的相关的大脑模型这方面的能力的评估的工作。第三个呢，就是整机肢体与部件组，是吧？包括整机与系统，以及呢面向应用场景以及安全保障这个方面呢，开展标准的这个制定。这是工信部发布的我们整个6个组的，例如说这个组长和相关的这种牵头的单位，是吧？第一个工作组呢，就是由我这边来进行牵头，同时电子学会智源语数北京人形中心和上海人形中心都是我们的这个联系组长单位。那第二个工作组呢，就是肢体与部件工作组，是由这个语数科技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启洲来进行担任组长牵头。第三个呢，叫类脑与智算工作组，也就是 W73 组，是由这个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王中远院长来担任。第四个工作组呢 ，W94 是由系统与整机工作组，是由上海人形机器人中心的北研中心的梁振杰是吧主任呢来牵头。第5个工作组呢，称为这个应用工作组，是吧？面向应用领域的，就是由智源机器人公司的副总叫胡矿副总来进行牵头。第6个组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安全工作组，是由北京人形中心的任荣伟来进行牵头，是吧？同时呢，也制定了相关的这种定期的交流标准的制定的规范以及呢相关的这种审批的这个流程。整个的流程呢，给大家进行简要的介绍。这个行业标准首先呢需要提出来这种立项的建议书和申请，包括相关的标准的草案以及呢预研的报告等相关材料，提交到各个工作组之后呢，秘书处统一进行审核，最终呢是由工信部科技司组织专家进行这个评审，决定是否立项。第2个阶段呢，工作组要完成相关的行业标准的草案，广泛征集意见，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这种征求意见稿，是吧？大家进行反复的修改，达到行业的这种共识。第3个阶段呢，将进入到审查和报批阶段，由秘书处和工作组审查报送稿，提交这个标准委员会航标委的委员会全体委员要进行投票。刚才提到的有70多个这个委员，要达到2/3以上的赞成才能够进行这个通过。最后呢，报批稿进行上报，然后呢，最后是由部委工信部这边呢主管部委对报批稿进行复审和批复，才能够最终发布整个的一个行业标准。可以看到呢，整个行业标准从申请开展到立项批复整个过程呢还是很严格、很严谨的。那第2个方面呢，给大家交流一下我们6个工作组的基本的这个情况，是吧？例如说这里看到的就是整个我们发布的6个工作组这个工信部的一个批文，包括相关的这个框架，因为时间关系呢就不再赘述了，是吧？第1个工作组呢，那我们就称为这个总体工作组，也称为这个共性基础组，是吧？共性基础组这边呢，重点面向的，例如说机器人的术语与定义、分级分类、数字身份、机器人的中式与概念验证、测试与评估、可靠性与可维护性、开源开放等方面呢，我们开展相关的这个研究，已经有11项，目前有行业标准已经准备进行立项，一会儿也会大家详细的分享相关的研究工作。那第2个工作组呢，就 WG2 肢体与部件工作组，刚才提到了由语数进行牵头，包括北京人形中心进行参与统筹的，例如说像人形机器人类人的肢体，是吧？相关的这种感知模组、执行模组、通讯模组、芯片模组、能源模组，还有等等相关的这个模块，重点呢围绕人形机器人的一体化、灵巧性、模块化这些方向呢
开展研究。那 WG3 组呢，就是类脑与智能计算这个工作组，由北京智源人工研究院来进行牵头，包括了上海商汤科技公司以及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来共同作为这个副组长单位开展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人形机器人它的这种大脑以及呢智能计算的发展趋势，统筹数据模型训练这方面相关的这个标准，重点研究的，例如说前面也提到了高质量的数据分轮啊、神经元呀、世界模型啊等相关的这种行业标准。WG4 组呢是系统与整机工作组，是吧？包括了刚才提到的上海人形机器人中心、北京北研中心作为组长单位，以及呢联系组长呢是由深圳市优必选机器人公司，还有中国信通院，是吧？作为联系组长单位，重点围绕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应用系统的这方面，统筹整机的制造和整机的与系统的应用这个方面。例如说整机的规范、软硬件的协同、急用先行，是吧？敏捷迭代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吧？包括相关的这种具身的整机啊、操作系统啊，都在这个组。然后第5个组呢，就是 WG5 的应用工作组。刚才提到了，是由智源机器人公司来牵头，由北京是吧星图测控公司、京东世纪、京东方这个京东公司以及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这个救援中心等相关单位的构成，重点围绕的是3个领域。首先呢是制造领域，例如说新能源汽车的制造，是吧？相关的这种3C 的制造，是吧？不同的制造领域。第2个呢，那就是围绕特种领域，例如说巡检呀、抢险救灾呀，这第3个呢就是民生服务、商业服务啊，包括未来进入家庭相关的这种标准的这个制定，是吧？标准制定。WG6 组呢是安全组，重点的围绕着这种，例如说机械安全、电气安全、信息安全、功能安全、伦理和社会治理安全、群体智能安全这方面呢，开展相关的这个研究工作。以上呢就是整个我们6个工作组主要的分工和开展的研究工作。那下面呢，给大家重点的介绍和汇报一下呀，我牵头的这个 WG1 总体组的目前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是吧？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图呢，实际上就是我们 WG1 组目前初步制定的总体的一个框架，是吧？以及我们重点要做的相关的这个任务的情况。例如大家可以看到有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的术语的定义，包括它的智能化的分级，是吧？总的智能分级以及它的这种运动能力的分级、操作能力的分级、交互能力的分级等等，它的智能化分级，包括它的这个数字身份、它的这个中式概念的验证，以及呢它的这个测试和评估。因为前面咱们这个赛迪的专家也提到了，测试评估这块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的方向，包括它的可靠性与可维护性，是吧？包括它的开源、开放、绿色、可持续发展这方面都是我们这个 WG1 组啊所关注的相关内容。前面提到了我们整个这个核心的专家组啊，目前呢参编单位呢核心的单位有9家，整个会员单位呢有100多家，例如包括了像优必选、智源、宇树、乐聚、银河通用、行动机源等头部的机器人公司，以及呢像北航、中国电子学会、北京人形中心、上海人形中心、北邮等国内的这种相关的知名高校。同时呢，我们也定期的会召开线上和线下的这种交流会。目前的这种第1轮的会员单位啊，征集呢刚刚完成，我们有154家单位已经通过了审核，是吧？在这里呢也是打个广告，欢迎咱们在座的呀相关的这种机器人的，不管是企业也好、主机厂啊、部件啊，包括软件测评的呀、大学院所的，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加入我们 WG1 的这个工作组。例如说呢，我们典型的这154家会员单位有些典型的代表。首先呢，例如说有消费电子类的，是吧？例如说像中兴啊、小米啊、富士康啊、晨讯科技啊等等都加入了。第2个呢，就是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领军企业，例如说科大讯飞、阿里巴巴的达摩院也申请加入了 WG1 组。另外呢，机器人的这种明星的企业，是吧？前面提到的优必选呀、上海富力业、智源等等都在我们这个组里面。大学院所刚才提到的，北航、清华、北邮、信通院，对吧？包括还有这种中汽研的汽车研究院、武汉天津中心、中国移动、杭州研究中心等等，都加入了我们这个整个的工作组。这是我们工作组的成员单位啊，它的这个组成和构成呢进行了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就不再展开了。下面呢，给大家介绍和分享一下 WG1 总体工作组。我们目前呢正在
做的这种工作的职责，包括初步已经正在开展的11项标准的这个研究工作。首先呢 ，WG1组的主要职能是做整个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行业的这种标准的顶层规划，包括基础性的、通用性的标准的这种研究和制定，对行业的共性问题开展这种预研和研究，是吧？同时呢，与各个组进行协调一致，保持各个组的这种连贯性，是吧？与协调性，并开展这种前沿性的、战略性的研究，是吧？同时呢，我们制定标准的实施和宣贯的这个工作。刚才提到的，我们整个的围绕着这种术语的分级，是吧？能力的分级，数字身份的研究基础，完善中试和测评的评估体系，保障这种可靠性中试等等的可靠运行的这个稳定，支撑产业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是春节后我们在亦庄已经召开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年会，其中呢 WG1组我们也召开了这个工作组的这个线下的会议。同时呢，我们邀请北航计算机学院李牧教授围绕具身智能的前沿技术研究进行了研讨，大家呢也是线下进行了研讨。那我们总体的开展情况呢，第一呢，我们制定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总体工作组的一个标准化的工作体系，是吧？如图所示呢，已经制定了，这里面呢涵盖了整个的架构和要开展的相关内容。目前呢，经过第一轮的征集，我们已经有11项，是吧？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行业标准准备进行立项，要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是吧？也欢迎相关的单位呢能够有意愿的话积极加入到这标准的制定和研讨过程当中。例如说已经立项的，那第一个标准就是由中国电子学会牵头的人形机器人的智能化的能力分级相关标准，是吧？后面例如还有人形机器人的术语、交互能力、实验方法、运动能力的分级、作业操作能力的分级，以及呢人形机器人的自我认知的评测标准，还有中试平台的总体的架构，还有人形机器人的能效测试方法。另外呢，人形机器人平均无故障的时间的测试与评定，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的标识相关要求，以及呢人形机器人智能产品的类型分类准则，对吧？这是我们11项的整个的一个已经制定的相关的标准情况。下面呢，我们简要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标准的情况。第一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称为人形机器人智能化的这个分级，由电子学会进行牵头。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那基本上它分为了 L1 到 L2、L3、L4 智能汽车不同的这种无人驾驶、辅助驾驶的它的等级。那我们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呢，也希望围绕它的智能化呢进行分级。如图所示呢，我们也给它初步制定了 L1 到 L5这样的一个这个等级，是吧？5个等级，分别是涵盖了大脑从感知、认知与决策、小脑运动与作业能力，还有协作、人机交互和协作这方面的3个维度的核心功能，分别是 L1级呢，就是基础执行级，再往上呢就是环境适配级、自主协作级，以及呢高度的智能级，还有完全智能级，这5个等级，是吧？5个等级。同时呢，我们也重点考虑了，例如这里面提到的感知认知能力、决策学习能力、执行表现能力，还有协作交互能力，是吧？这几个能力呢，都是我们在做智能分级的时候要考虑到关键的这个因素。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再展开了。那第2项呢，由这个术语这块呢，也是由中国电子学会来进行牵头的。例如说，如何界定人形机器人的双足，也还有轮臂这种人形机器人的形态，它的基本概念和自主的任务属性。要在它的智能软件层面，如何区分操作系统以及呢机器人的大脑与小脑的架构，在结构与硬件方面，包括了它的这种关节、驱动器，是吧？灵巧手和自由度这方面的一些定义，涵盖了从基础共性的术语、结构与硬件的术语，是吧？智能与软件系统的术语、感知与导航的术语，以及呢任务与行为以及性能与安全伦理这方面的整个的一个术语的安排。目前呢也在征求这个术语进一步的征集。第3个标准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围绕智能分级下面的交互能力的实验分级，也是由智源机器人公司来进行牵头，是吧？包括了也是 L1 到 L5这样的一个分级，是吧？也是涵盖了从感知认知、决策学习和任务执行这方面能力进行分析和决策。另外一个呢，第4个标准就是围绕智能分级下边这个运动能力的分级，是吧？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来进行牵头，分为了 L1 到 L5 5个等级，分别是涵盖了从人形机器人的行走、
跑动、跳跃、攀爬等核心的指标。大家知道，前面一段时间刚刚在亦庄召开了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实际上也是对它的这种运动能力，就是快速的奔跑能力的一个考验，是吧？那针对这种运动能力呢，也是分为了从 L1 的这个基础功能级到场景限定级、拟人的适应级、高动态的这种强化级，以及呢类人的进阶级，初步划分了运动能力呢从5个方面进行。另外，除了下半身的运动能力之外呢，那它的上半身、上肢的和灵巧手的作业操作能力，我们也制定相关的标准，由优必选机器人公司来进行牵头，分别是涵盖了从工具的使用、灵巧的操作、双臂的协同和移动作业这些方面，如何划分它的这种灵巧作业的能力，并针对工业、家庭、商业和特种不同的这种应用场景，它的作业能力提出了相关的这个要求，也是涵盖了从基础操作能力、初级的动态能力、中级协同能力、高阶自主能力，还有全自主的智能能力这些方面呢进行体现。第6项标准呢，就是自我认知与评测规范，由浦江国家实验室来进行牵头，也是分为了4级，是吧？从分级的角度呢，例如说跟随执行级、理解推断级、交互主动发现级和自我闭环级。例如说跟环境的感知、自我的认知和交互这方面呢，也要进行这个标准。第7项标准呢，就是由中视平台的总体架构这个标准，由上海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来进行牵头，也是围绕着，例如说从质量管控层、业务服务层、功能实现层、安全防护层，还有基础设施层这些方面呢，围绕它的中视，例如说工艺优化、系统的优化和技术攻关这方面呢，来制定相关的标准。第8项标准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能效测试方法。大家知道，像我们的这个家用电器汽车那就是它的能耗，是吧？几级能耗，几级能耗。那人形机器人它的耗能和绿色化、节能化情况怎么样呢？就是由上海上电科，是吧？上海电气研究院来进行牵头，进行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轮式人形机器人的这种能耗的测试规范，通过站立、行走还有搬运、行走这种不同作业的模式制定了典型的3种工况的这样的一个量化评估的标准。由于时间关系呢，就不再展开了。第9项标准呢，就面向可靠性的人形机器人平均无故障这个时间的测定与评定方法这方面的标准，由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来进行这个牵头，围绕着人形机器人它的 MTBF 的抽样方法、测试条件与步骤这方面，明确人形机器人故障的判定和处理的原则，主要是围绕它的这个可靠性这方面开展研究。第10个标准呢，就是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的标识要求，是吧？因为像手机一样，或者其他的每个设备呢，都有自己的这个数字身份证。那人形机器人如何建立它的这种数字的标识，是吧？建立它的数字身份证，这边通过硬件物理的指纹与统一的这个标识符，这样双重的防伪机制，使得实现人形机器人全场景的识别流程与方式，规定了它的这种加密防篡改全流程可追溯，是吧？这样子的方式实现一机一码，是吧？对它的有效的识别。第11个标准呢，就是正在开展的人形机器人的产品类型的分类准则，是由乐聚机器人公司来进行牵头。例如说呢，制定了人形机器人整机的它的这种统一的分类的准则，从边界的对象的边界、术语的定义、分类维度，是吧？类型判定和表示等方面呢，对它进行分类的类型进行讨论。所以呢，前面呢是对我们 WG1组正在开展的，是吧？我们11项标准目前正在相关的开展情况，也是欢迎呢咱们在座的各位单位感兴趣的话加入到这11个标准当中来。第二个呢，也欢迎这种龙头的企业、相关的院所牵头制定新的这种标准，只要在我们的框架范围内我们都欢迎牵头提出申请。下面呢，再用2-3分钟的时间简要汇报一下北航的具身智能机器研究院我们正在开展的相关的这个研究情况。如图所示呢，我们也是面向人形机器人上半身的这种完全自主的机械臂加灵巧手，以及呢面向物品的操作这方面呢，作为我们的重点的研究对象，由北航的这个魏红星教授作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的院长，是吧？我们也开展了相关的，例如说这种智能的分拣、遥操作相关的这个研究工作。同时呢，我们是要构建这种人形机器人上肢的这种本体，增加它的双臂和灵巧手的灵巧操作能力，提升人形机器人不仅仅是
表演呀、武术啊、奔跑啊，而且更重要的呢是具有这种实际的操作，具有上半身的这种干活的这个能力，是吧？所以呢，整个面向复杂、危险的这种作业场景，实现类人的这样精细的操作和技能的学习啊，这是我们重点攻关的这个对象，攻关对象。同时呢，北航这边啊也组队与北京人行中心基于这个天宫机器人平台，我们进行2次开发。由我呀带领着我们的团队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也参加了今年刚刚举办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是吧？我们通过基于这种 Sim-to-Real 端侧的自适应的参数的调整和优化，实现了在人形机器人上快速的部署和快速的训练。在参赛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团队啊和相关的学生啊也解决了，例如说如何赛道的避障，如何解决电机的过热、步态的失稳这些问题，是吧？我们以优异的成绩啊完成了整个20多公里人形机器人马拉松的这个比赛，是吧？如右边这个图可以看到呢，北航这个公众号上啊也专门啊，包括北航的首页呢，也对我们这个团队比赛的情况进行了这个报道。通过这个比赛呢，我想对我们的团队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同时呢，我本人也在牵头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研究，就是面向航空领域的人机协同装配的这种轮式的双臂机器人，是吧？双臂的操作机器人，它这种安全控制的方法，包括灵巧的操作啊、人机交互的安全呀，是吧？这方面的也正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和攻关工作。重点的呢，我们将围绕人形机器人的双臂协调与自主灵巧操作技术，开展这种研究和攻关。例如说，解决这种双臂协同的立位混合控制这方面的研究，如何对物品进行识别分拣，如何搬运，是吧？料箱这样的相关的操作任务，生成式的双臂协同规划算法，对吧？如何形成这种基于流匹配的双臂的高维的操作的合成，以及呢非对称的立位混合控制算法，安全的约束和相关的安全操作都是我们重点开展研究工作。另外呢，本人我在牵头机器人重点研发计划当中的工业机器人工艺应用程序集成开发平台这方面的工作，通过3年的这个研发工作呢，我们针对工业机器人这种数据采集、工艺的优化，包括本地端和云端相结合的这种工艺应用程序集成开发平台呀，我们在航空、航天、船舶，包括水力发电、3C 等领域的高端领域的工业机器人啊，像工作站呢都实现了释放应用。昨天呢也刚刚通过了产服中心啊组织的评审。另外呢，我们重点围绕动态非解构环境下的这种机器人的实时的感知，是吧？双臂协调的这种立位控制和灵巧的操作，人机共融这种协作的任务规划和动作交互。因为未来的人形机器人要走入工厂，走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它要和人在一个环境当中进行工作和协调。那如何解决这种任务规划和安全交互的问题？第二个呢，基于多传感器的协作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上肢的安全操作，是吧？包括基于变导纳控制的机械臂的接触力的控制和导纳边界的约束方法，以及呢双臂的人形机器人抓取位姿的优化，以及呢安全操作的规划、任务规划呀，都是我们重点正在研究工作。基于大模型的多模态场景感知和双臂的这种任务的理解感知能力，双臂还有腿臂相协同的这种精细的稳定的作业能力，以及呢机械臂和灵巧手这种联合建模的表征，以及呢人机环的人形机器人的环境的共融能力呢，都是我们正在开展的这种相关的研究工作。这也是我们前面已经出版的相关的这个专著和教材的基本的情况。最后呢，我们也是对未来的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啊，我们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同时呢也作为未来产业的重要的一个方向，对它的发展和未来的这种技术和产业化的突破呢，我们也是充满信心，是吧？以上呢就是我的这个汇报，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非常感谢陶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国家工信部在我们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的标准建设方面，其实也在抓紧开始实施。那么年初的这个会议呢，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当时头部的企业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应该就在春节之后的第1周，我们也这些企业快速的开始了标准的建设工作。专家也在分享，就是这个标准呢，其实我们正在快速的成立，后边大家都有机会快速的向陶老师这边可以靠拢，多去
开始开展我们的标准化的工作。同时呢，我也分享了我们北航的这个在具身智能的最新的成果。刚才有我们就是智源研究院代表北大，还有北航啊。下面呢，我们邀请我们这个北京邮电大学的拔尖教授，顺恒智能首席科学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认知系统与信息处理专委会秘书长方斌老师，为我们带来具身智能、灵巧操作、本体、场景、数据、模型迭代思考。方斌老师啊，长期在这个我们具身智能领域，然后之前呢在清华大学啊，我们那个孙富春教授的这个团队，然后现在在北航在北邮一直长期从事在我们灵巧手的这个研发，也培养了我们大量的这个团队的人才。而且我们在这个方老师应该是有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学会里边开展很多相关的工作，也是成立了我们相关的这个社群和公众号。这块我们经常作为合作一起来推动我们专家的成果啊。感谢方老师。非常感谢潘总的这个介绍，也非常荣幸啊，能参加咱们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大会啊，这个也是参加了第3届了。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我在灵巧操作这个方向的一些思考吧。那我们知道，本身这个刚才几个报告里面啊，都提到了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那包括在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啊，关于操作这个方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核心方向。那本身操作这个事儿，其实啊，这个因为它本身应用的面很广啊。然后我看到今天咱们在展会上各个展位上也有很多的灵巧手啊、触觉啊这个方面啊，也可以看到这个方向的这个火热。那包括在大模型出来以后啊，这个具身模型跟这个操作其实也是一个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热点啊，包括今天看到的很多的一些代表性的工作啊，其实都是围绕这个方向再去开展。那我们怎么去看操作这个方向，或者说在这个操作里面啊，无论是在我们一些生产制造环节，还是我们家庭服务这个场景里面啊，我们怎么去让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啊，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包括这个它的这样的一个轨迹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前段时间啊去提了这么一个L0到L5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分化啊，也是这个参考了咱们自动驾驶啊在L0、L5等级这样的一个分类框架里面啊，我们去提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从智能化和通用化这2个维度去划分的这样的一个分类。那当然，从早期的我们知道，机器人最早其实就是为了在工业场景里面去给我们做搬运或者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啊，这样的一个开始啊。那当然，后面随着随着视觉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去融合视觉去完成一些这样的一些定位抓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的发展啊，其实也是目前我们看到很多在这个工业产线里面啊，去和视觉结合去完成的一些生产制造啊，都是在L0，在L1啊，或者说基本在L1、L2这样的一个级别上。那L2可能是这个会往着更开放的这个场景去发展啊。那到我们今天这个围绕的是不是能更拟人化的一些操作啊？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工业臂的这样的一个成熟度啊，这个关节都已经在中国已经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灵巧手应该说还是个起步的阶段，对吧？所以说我们灵巧操作其实本质包含的这个本体概念上是这个臂的灵巧和手的灵巧啊。那所以说在 L3、L4这个级别里面，我们怎么把这种手的灵巧性去融合进去啊？不仅是完成一些简单的一些抓取，那是不是也能像我们人一样去使用工具啊？甚至到 L5这个级别，我们是不是能像人一样能形成这种熟能生巧的这样的一个包括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还是值得我们很大的一个时间去期待的。那在这个划分的这个类型里面啊，这个也可以看到，在操作里面，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性是在于，这个可以本身的从操作任务上说，它其实是可以很多样化的去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它不一定说这个任务的复杂度我们是
这个一定是在高阶的这个等级上去完成的，其实也可以通过场景环境的约束来减少它这种不确定性啊，来形成这种更低维度的啊更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来去实现啊。当然在本身的 L0 到 L2 之间还是这种体现更多的 B 的灵巧性，那我觉得在 L3、L5 上还是得体现 B 加上手的这样的一个灵巧性啊。同时在这样的一个等级的类型的发展中，也是可以看到它应该说是越来越开放啊，尤其是对于场景里面和我们人的这种交互能力上，其实是越来越实现这种人机共融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趋势啊。那在这个趋势里面，我们知道本身在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发展这个热潮里面，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它本身一个很大的能力，其实是在从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本体端啊，到今天我们一直说的具身智能要进入场景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大模型这个时代啊，数据具身智能这种数据是很缺乏的啊，所以说在场景里面去生成数据，然后在数据里面我们去迭代模型的能力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这个迭代其实是应该是我们啊这个今年啊，或者说我们未来在具身智能这个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包括这个去年 IROS 上啊，我们机器人这个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名会议上啊，其实这个也提到了一个工业6.0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啊，那其实也是啊围绕的这样的一个在 AI 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怎么把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4个啊元素里面啊形成一个迭代飞轮的一个效应，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刚才其实这个对吧，也说到我们本身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具身智能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其实数据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融资啊，在这样的一个素材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啊，包括啊之前这个从 Aloha 开始啊，一系列的各种素材方式出现啊，到我们今天最这个火的这个 Ego 啊，第一视角的这样的一个素材方式，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在素材这个赛道上的发展，我们可以大概简单的梳理一下啊。这个从早期的摇操啊，就是说具身本体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里面，摇操可能是早期的一个方式啊，包括铜柜类也好，穿戴类也好，还是首饰类的哈，这个优美这样的一个方式里面啊，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应该说具身智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啊，或者说一个事件，其实就是 Aloha 的这套这个摇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Stanford 当时推出了这个方案，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很多的啊不同的公司啊也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素材方式里面啊，其实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啊。其实这个我应该在2014年，其实我就自己就开始做的就是基于这种穿戴式摇操作素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模仿学习的这套技术路径。啊，只是当时14年的时候啊，我们无论是在数据上，还是在模型能力上，还是在算力上，还是比较落后一些啊。那到近2年啊，这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方式啊。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不同的啊一些这种这个公司啊，也都这个推出了这个方式。所以说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创业公司和以前10年前的有一个很大不一样。啊，这个很多的一些公司，它开始慢慢的，自己会去做一些全站式的或者说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划啊。那还有这个包括那个从去年年底到今天比较火的这个优米的这套方式，对吧？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这个推进了 Genius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啊，其实就是用了咱们国内的啊基于优美的这套素材方式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说，其实这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啊，就在模型的这个能力的引领上，还是以美国这些公司去引领的这个方向啊，但是在素材的这个价值上啊，其实还是以中国的这个素材公司为主。啊，所以说其实是美国的这些做模型的公司找中国的啊这些素材的这个企业啊去采这样的一个这些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些数据啊。那当然在这个里面，
这些数据啊，真正是不是能产生我们最后想要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能力的一个体现啊？我觉得这个技术路径上其实还没有特别的收敛啊，包括刚才这个姚国才老师啊，说的啊，他们也在推说到咱们具身智能这个阶段啊，其实也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一定是在数据和模型上能形成这个双轮的这样的一个迭代效应啊，可能才是一个终究的一个方面。那其实也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基于这种夹爪式的这种出彩方式，也慢慢迭代到基于我们这个人手啊，就是我们仿人无之手这样的一个出彩方式上去发展，对吧？那包括也有不同的方案，包括是不是也可以从互联网的数据啊，或者从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去做啊，包括基于一些合成的这些数据去做。那这些数据，终究来说，在具身智能的整个应用上，我觉得还是得去基于真实的数据和仿真的数据啊去做融合啊，以不同的配比，然后在模型里面去形成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包括我们今天看到这春节以来吧啊，这个世界模型也是一个很火的一个赛道，对吧？有很多投资人去投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赛道啊。那终究这个方面是不是啊真正在我们能解决操作这个问题啊，也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啊。当然也是正是因为本身有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技术路径没有去收敛啊，所以说才有我们啊这个创业公司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科技公司啊这样的机会去发展啊。那其实也刚才看到了，也提到了啊，就是说基于数据这块啊，其实我在2014年其实就做了啊这种动捕的这种全身的数据啊，然后去做模仿学习啊，然后包括啊这个早期的都是16、17年啊去做的遥操作的这种范式啊。那这个其实是啊，虽然我们今天说 VOA 也好啊，这种遥操作，但其实都是基于这种直接视教的方式啊，就在我们学术圈啊，这个本身在路径上其实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很明确的一个划分啊。这种遥操作就属于是在模仿学习里面是直接视教的方式啊。那基于我们这种穿戴的，包括 Ego 的啊，今天的那其实在模仿学习的这个路径里面，它属于是间接视教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啊。所以说我们其实很早的去做了这个工作啊，包括也很早的去，我们也早期我就这个是19年、20年出版的这个英文专著啊，其实是做了这个方向的工作。那只是确实是当时的啊，无论是数据量还是模型能力上啊，还没有做的今天这么完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这些真实的数据确实是很难采啊，那是不是我们得有相应的这种，尤其这种触觉的数据啊，它其实是属于是啊，又对于这种磨损能力也很大的一个方面啊。所以说早期其实我们就在想着，是不是把我们能做一些触觉的这个仿真的数据啊。所以说太极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个方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就至少在触觉这个赛道上嘛啊，除了英伟达的这种触觉的仿真器，那其实就是只有我们的太极的啊这条路线。所以说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属于啊纯全国产啊纯自主控制的这么一个仿真器啊。当然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小团队，对吧，也很难和英伟达啊这种大的大厂啊去抗衡啊。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坚持的去做我们这样的一个仿真器的这样的一个包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算法啊，去做 Sim266的一些工作啊。然后包括为什么我们啊最近也成立了顺恒智能这样的公司，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些技术积淀能真正的能有更大的团队啊，能把我们的技术来做一个转化，然后真正的服务到我们的社会啊，来推进我们社会的发展。所以说我们从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些视数学传感器啊，然后包括我们其实现在也做了一些成果啊，也服务于我们航天5院、我们空间站啊在轨操作的一些任务上啊，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技术啊也能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啊。然后包括啊我们也是
最早的团队啊去做了基础模型的啊，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RoboGPT 啊，其实就是早先我做的一些工作，所以说也是我们也做了这个关于啊基础模型给我们操作到底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这个也是在机器人顶开 IGR 上发的一个工作啊，也是把我们整个这个思考啊，包括未来的这个布局啊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这个一个调研的一个工作啊。那这篇工作其实也是很完整的去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操作和基础模型结合的啊这个框架啊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框架啊，然后包括我们也是首个去把我们的这个触觉和模型去结合，对吧？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是 VLA 啊，但我们也是最早去做这个 TLA 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触觉语言动作的这个模型啊。其实大家知道，在操作里面啊，如果说这个没有触觉的这个信息，其实你很难去完成一些精细类的这个任务。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 VLA 的很多的任务其实还都是对于材料啊、对于属性啊、对于操作的精度没有那么高啊，其实还都是一些 pick place 的一些任务，或者说对于一些比较这个属性材质没有变化性的一些操作。但是如果说真正进行一些精细操作啊，触觉还是一个很必不可少的一个任务啊。包括我们最近也是这个。刚刚做的一个这种精细操作的这个任务，我们也是和我们最近的派 0.5啊去做了一些对比啊，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视触觉融合的这么一个小脑的操作模型啊，然后在这个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统一的 Manipulation Net 啊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啊，包括这里面的这个精度其实是从这个毫米级到这个0.1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等级上啊去做了一个测试。我们也是目前和派 0.5这样的一些模型去做了对比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能力上啊达到90%这样的一个精度，所以说这个还有包括在工业的0.1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装配精度上啊，我们达到80%的这个成功率，所以说在业界是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数啊。那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理念，或者说让同行去这个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说在操作里面啊，这种触觉的重要性还是很明显的啊。尤其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操作序列里面最后的那个0.1毫米甚至0.01毫米那个这个 action 的这个输出上啊，其实在触觉的这样的一个attention 的这个方面啊，还是这个就是它所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是更为显著的啊。那在这个里面，当然我们也是一直这个包括我们其实也是服务于立讯啊、三星啊这个国际国内的这些头部的企业啊，希望去解决他们很多精细装配的这种操作任务啊。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也在这个用我们的灵巧手啊，这个给立讯在做这样的一些这个任务，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是应该说目前首个啊去完成了这个手机啊这个结合我们灵巧手去完成的一个精细装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系统啊，也是目前我们也交付给了啊这个立讯的这个用户方啊，目前也在他们的这个产线上去做迭代啊。那真正在手这块，其实我们也是这个和陶老师这边啊，我们也是国内这个最早去开展这个方向的研究。当时我在清华啊，其实就已经和北航那个一起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灵巧手，包括我们也早期用在车灯装配啊、手机装配啊这个方面，这个确实也是包括货检那个物流分检啊，但确实我们这个团队吧，这个都比较做的比较技术啊，宣传很少啊，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上啊，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和各界多去交流啊，多去这个和大家多共同去合作吧啊，然后包括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是啊这个首个去实现了啊这种动态的这种操作能力，就是说我们人很强的一部分是这个去使用工具，这个能点一下吗？这是个视频哈，这个包括我们这里面去很重要的去把我们的这种人的这种动态使用工具的能力啊，去迁移到我们的灵巧手上。那这里面我们其实是给残疾人去做服务啊，但是其实实际上在这个能力上啊，其实也可以迁移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上。那其实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我们应该说在国际上嘛啊，首次让这个我们这种
这样的一个灵巧手、假肢灵巧手啊，去使用工具啊，包括去让这个机器人去实现啊，包括这种那个锤钉子呀，刮东西啊，然后包括收拾东西啊，这种动态性这种操作任务，因为本身我们知道操作里面你这个尤其这种动态操作里面啊，其实你跟工具和物体啊，它的这种接触的维度是更复杂的啊，然后包括在这种操作过程中，它是有这种动态的这种撞击的啊，这样的一个干扰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方面啊，所以说怎么去啊能把我们人的这种动态操作的这种技能啊，这个提炼出来啊，然后迁移到我们这个灵巧手上啊，一方面是提升我们残疾人啊这样的能力，就是我们不仅是给他在生活上给予帮助，其实也能让他去融入社会啊，去完成啊一些一些各种各样的任务。你可以看到我们啊这个很多的任务其实也是在国际上首次让残疾人对吧？你看很顺畅的去这个完成啊这种这个刮这种这个水果的这个胡萝卜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啊，包括去完成这些分拣的这样的任务。所以说这个其实在未来在我们人形机器人上啊，这个去使用工具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已经走出了同行啊往前更快的一步吧。啊，那当然最终去完成操作，对吧？我们其实这个应该说还是有很多多样化的这个方面啊。所以说，这种末端的这个智能啊，应该还是我们应该在具身智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那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啊，具身智能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需要和环境去做交互进化啊。就像我们本体场景数据模型，一定是在不断的交互里面去形成交互，来形成这样的一个进化啊，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方向啊。那最近因为我是前年吧，从清华调到了北邮啊，然后这个成立了一个 Deep Touch 的实验室，然后也包括啊这个我们这个成立了这样一个公司啊，然后呢希望和大家更多的合作。好，谢谢。非常感谢方斌老师的精彩分享。方老师在这个灵巧手方面确实经过几十年的扎实的深耕，然后让我们构建了一个从本体到场景、从数据到模型的闭环迭代框架，让灵巧手操作不再是盲人摸象，而是有章可循。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乐聚机器人副总监曾义斌先生分享具身智能开发平台建设。我们乐聚机器人啊，在这个去年在产量方面有了1000台的突破啊，也代表了我们哈工大这个相关的校友啊，我们那个冷总和常总2位校友创立了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本体企业，经过多年的深耕，在这些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在下面有请曾总，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那个主办方的一个邀请，然后的话，今天的话，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机器人企业在我们具身智能还有人形机器人的方向做的一些实践和探索。首先的话，近1-2年来，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非常火热。然后目前的话，其实我们关注到一个点，就是在早些年啊，具身智能的它的一个发展，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细碎的、零散的，但它逐渐的现在伴随着现在的一个发展，它其实走向一个集群，还有一个平台。然后今天的话，其实我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具身智能的开发平台的一个建设，以及它怎么样在人形机器人产业化落地去做一个支撑。然后首先的话，我们乐聚成立是在16年，截止到目前也是将近有10年。然后在去年的话，我们做了几个事情。首先的话是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我们完成了1000台级的这个批量的一个交付。然后的话还有一些5G-A 的一个工业场景的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联合华为还有中国移动一起去做的。
然后的话，在数据，也就其实是具身智能这一块，我们主导了国内多个人形机器人增肌训练场的一个运营。然后接下来说一下我们整个产品的一个迭代。过去从2018年开始，我们目前已经经历过7次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迭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一直是聚焦在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去做持续的一个突破。然后这个是在去年比较出圈的一个事情啊。这里面其实有2个特点，第一个的话，它是通过5G-A 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实现了在全运会上，一个5G-A 的人形机器人0号火炬手。这里面的话，它5G-A 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新的一个通讯方式，它的一个特点是低时延还有高带宽。然后这里面的话，它的运动范式的话和我们比如常见的一些极简的这个轻量化的运动设计，它其实是末端拿了一个大概几公斤重的一个火炬，然后通过整套流程实现了一个远程操作，然后完成了整个火炬传递的一个任务。好，这里我就先往下。然后接下来我再讲一下我们整个做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具身智能的开发平台，以及它是如何对我们的开发者去做一个支撑。然后这是我们整一个技术体系的一个架构。其实早在具身智能这个概念出来之前啊，其实我们也是整理了整体的一个板块。然后目前来说的话，其实从本体上来说，这个我们其实各行各业其实在逐渐的是一个趋同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在它的运动控制，就小脑这一块，其实也是整个技术在这1-2年也是在不断的一个收敛。其实呢，未来的话1-2年的挑战，它的其实核心在于它的一个大脑。其实这部分的话是通过它的一个数据，然后通过数据驱动的一个经验的技能的一个学习。然后的话是我们目前首先是一个小脑这一块，小脑的话我们相当于其实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就是视频上啊，或者说短视频能看到很多机器人跳舞，然后它的跳舞也越来越成熟。那它整套的过程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相当于是给用户提供了一个从开始的从动捕系统去采一套那个人体的动作数据，然后到数据的映射，以及那个机器人的模型的训练，再到最后的增肌部署，其实有 Sim to Real 这整套过程，我们给用户提供了一套极简易用的工具链。然后这里面其实核心我们是觉得，就是在未来的话，它其实面向的是一个万亿级的这么一个产业的发展。那它其实运控这部分作为它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能力，它其实目前来说还停留在科研的一个阶段。那它其实是逐渐的走向说是甚至是一个这种职业技能。所以我们目前做到的这部分的工具链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面向说零基础的这样一个用户，他可以通过大概1周的时间就可以上手实现说是一个比如说场景 demo 的一个训练。这也是看到的从那个动捕采集那个人体的轨迹的数据，然后还有仿真的训练，然后最后是在增肌上面去验证一个部署。目前的话，我们是在全尺寸还有中尺寸机器人上都实现了一个通用的框架。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就目前的话是，其实我们现在说采数，很多采集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上下身割裂的一个数据，它很多时候它其实只是上肢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其实做的一个事情是全尺寸的一个，就是全身协同的一个运动控制。好，这里面的话是我们通过有一套，比如动作捕捉的系统，可以是动捕，或者说是一些 VR 的头盔，然后去采集数据，然后有一个基座的一个运控模型，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整一个的闭环的一个迭代的过程。这里面的话，其实相比于说上身来说，其实只有这种全尺寸的全身协同的数据，它其实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双足人形机器人在场景上的一些应用。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全地形的作业，那这些是比如说轮臂，它是这些所无法替代的。就举个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未来机器人它可能要爬到车底下去做一些维修，对吧？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任务，它其实是需要把上下身去做一个统一协同的。然后的话是在我们那大脑的这一部分，大脑这一块其实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其实是核心是一个降低成本。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链条，它从数据的采集这里需要一些大批量的一些高质量的增肌数据，然后再到模型的训练，可能会有一些开源的，然后一些基线的一些算法，然后最后到增肌的部署测评，它整一套链路其实是比较长的。然后像蔬菜的话，它动不动可能要几百、几千条，甚至更多的一些数据。那我们这边其实是给用户提供了2样东西，第一个是高质量的增肌数据集，我们有开源一个 OpenLight 的一个数据集，一会儿会具体展开。然后再是一个从数据、从采集、训练、推理、测评整套链路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开发工具。其实说白了就是让用户去不重复造轮子，然后能够去专注于他们在算法上的一个迭代。然后这里面是看到我们目前实现的就是2个基于开源的模型去做的2个模型的能力。第一个是这样一个就是面向这种泛化的场景的做的一个分解，然后还有一个是长程任务，就是一个调酒任务的整个流程的一个实现。好，我这边继续往下。然后这里面的话，其实核心的部分目前其实是在数据上面。数据的话，其实我们说增肌数据，目前其实在未来它并不一定说只是增肌数据它可以是一些仿真数据，刚刚也有提到的合成数据，这些其实都是 OK 的。但是在我们早期的阶段，其实我们所训练的模型，它的上限其实就取决于它的数据的瓶颈。因为在当前的话，具身智能模型它并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基座模型下，它其实就非常迫切的需要它的一个增肌的数据的模型。它的算法的训练其实它是无限的去逼近它的一个真人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效果。像我们这边的话，其实这里面包括有基础的一些操作模型，刚刚说到上升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灵巧操作，这里面包含了有触觉的信息，然后再是全身协同的一个数据。然后目前的话，其实我们这些都是面向开发者的。然后这里面其实当时我们是开源了一个 OpenLight 的一个数据集，其实当时开源了大概1个月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开发者跟我们去互动，大概它下载当时1个月大概下载量有大概是40到60万。所以这一部分其实是能看出来现在大家对一个增肌数据的一个迫切的需要。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我们有上述的一些这种有一个平台，然后有我们的数据，它最终是如何去在产业上去做落地应用和转换。目前的话，其实我们在探讨说未来这个，比如说我们是亿万级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那它的整一个的产业化的路线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分成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它其实是一个科研还有商服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再往后是工业的话，它更多的会是一些标准的一些场景，其实最复杂的是在家庭里面的一个场景。然后目前科研的话，其实从我们创立之初的话，其实一直都是有做很多的一些科研的一些合作。这一部分目前其实相对来说是已经做得比较成熟。我们跟很多高校包括头部的一些高校都有展开很多的一些包括横向课题等等的一些合作。然后再往后的话，其实是商服的这种导览的一个场景。这部分的话，其实目前今年来看的话，其实是各家都有了。但是在去年的话，其实主要是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去做，因为当时的话，批量化的交付其实是一个门槛。当时比如现在它其实技术的门槛不高。目前的话，其实能看到很多这场景慢慢的有做很多的一些应用了。然后其实最终我们可能未来这几年要扎根的地方，其实是在工业场景。这个场景的话，其实是第一个，它其实这个之前争论也有很多尤其是在早期的一些阶段，比如说大家看，那我们工业场景里面，对吧？我们有机械臂，它肯定会算一个 ROI 嘛。那这部分的话，它要求你那个要能算得过来这个成本。那我们现在，比如我们现在来看，所以我们去年1年去找了很多的工厂实际去沟通，然后有实地的去看过。目前比如说像那个整个流程里面，比如冲焊涂种
前3样其实目前其实我们工业的机械臂其实已经能很好的去完成这些任务了。但其实在最后一个总装线上，它其实几方面，第一个，它现在很难去招到对应的这样一些工人大家不愿意去干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它其实不是一个标准化的，它比如说是有很多非标的这样一些场景。然后目前我们其实已经实现了面对这些场景上的一些需求，我们实现了几种技能。第一个的话是这种拆垛，然后还有一些空箱的搬运，还有 SMT 的这些料盘未来的话肯定是会有更多一些这样的场景去做这样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然后的话是我们当前整一个的就是我们过去1年里面在做的，包含了其实有机器人的上下游包括我们有一些灵巧手还有一些我们核心零部件像一些那个关节，我们去创建了很多的一些合作伙伴，就是其实是一个生态链的上下游包括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今年的目标其实是为了让它机器人进入一个标准化还有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就是可批量的交付。然后这是我们目前和东方精工一起去联合去做的整一个产线，也是前些时间的话是正式的发布。目前它经过一系列的一些标准的测试，像 ESD 然后 EMC 等等。我们所确保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很多的这些，比如大脑、小脑这些模型，那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模型是否能够在机器上面达到一致的效果。就我们当前面临的其实并不是说某一个场景它做的极致，或者说在某一个 demo 实验室的 demo场景下做的非常好的效果。我们所希望的是它能够在产业上的一致性的这种批量的去做交付。这个是我们前几天发布的整一个是在我们深圳的一个佛山产线。然后的话其实实现的话是半小时完成一台机器人的整一个的生产和交付，30分钟下线一台机器人。然后这里面的话包括现在其实我们融合了一些之前去做新能源汽车的整一个的一些经验的基础，然后包括它的一些零部件的这种组装装配，然后每一个环节的这种检测。像这里的话，像手部组装等等，还有一些自主的那个生产的一些节拍。它最终目标其实是实现的是一个面向这种万台级的这么一个产线。这也是整一个的部件的一些测试，整个上肢的测试。然后时间关系，我这里不继续展开了。然后的话，其实是有了上述的基础之后，我们所希望其实是做的，不管是我们的上下游，还有我们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平台，整个最终是希望说去构建一个整个具身的一个生态，然后去通过我们数据的整个去驱动整个具身生态的一个构建。这里面的话是我们目前就是在去年整个全国有14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训练场。这里面我们参与了其中的9个，目前的话，整个数据的话，像北京的话，目前是全国国内最大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素材训练场，可以年实现上百万条的一个真机数据的一个交付。然后这里面其实我们整体的是全年产大概2500万条真机数据。然后我们这里面是有几方面，第一方面的话，我们把这些数据会和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比如说去做模型的一些团队，然后有一些我们去把它放到一些开源的一个数据集，面向我们的开发者去提供这种应用，降低他们去做数据采集的这个成本，还有整个它算法包括大脑算法的一些这种迭代。然后目前的话，整个开源的 Lite 这个数据集在社区下载量超过100万次。目前是全网开源具身数据的下载榜的首位。然后我们整个的训练场，它其实是通过和我们的整一个的产业链闭环是紧密结合的。
首先的话，我们的那个数据训练场，它都是依托于我们真实场景的一个需求去做搭建的，就我们确保它搭这些数据采集的都是有真实的意义和价值的。然后包括整个数据的生产过程中，也是有一套严格的检测的标准。然后最终的话，其实还是为了服务于产业。目前我们整一个的数据产业的一个生态体系，从那个我们的本体，其实就素材的一个硬件包含像轮式的，还有人形的。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数据存储的一些合作伙伴，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那个数据交易的一些平台。最后的话，还会有开源的数据集面向我们的数据的开发者。最后的话，一方面其实是有比如做模型的一些团队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工业和物流的这些场景，我们去把这个技能去在场景里面去做部署应用。然后这里面的话，是我们和当前行业里面去比如做数据基模的这些一些团队像一个是 RoboCon， 是目前一个我们是里面唯一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数据提供方。然后还有白虎数据集还有蚂蚁凌波这个做模型训练的一个团队去做 VLA 的这些模型。我们和这些生态合作伙伴，然后一些科研院校，还有一些科研的那个高校一起去做这一个整一个的一个生态，从数据到模型完整的一个链路。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些像现在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个赛事。一方面的话，我们我们在前段时间吧，就是整一个具身智能国内国家级的一个具身智能开源数据集的社区。然后我们在后面大概6月份左右会有一个 Accra 的一个顶会上面有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赛事大概奖金的话是超过9万美金。然后参与的队伍其实也非常多然后像包括其实除了这些顶尖的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职业技能的上面的一些赛事上面，像去年的一些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上面，然后还有像那个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目前的话，我们整个像各类的各种各样的比赛，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比赛没有列进来。我们其实参赛队伍有超过1000家，然后像开发者的话，整个超过1万家。我们希望的说是去跟更多的这样一些开发者，然后去做联动，然后共同去推进整个具身智能的一个生态。然后这里最后是我们整一个的一个生态的一个途径。像我们的训练场其实作为我们的一个数据的来源的一个基座。从训练场，然后我们产出了真机的一个数据集，然后从数据集到有一些这种中式基地，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特别也做的特别好的一些种子的一些选手，然后这是做一些场景，然后再往上面，其实我们对应还有成立一些这种基金，比如说去对这些创业的团队去做一个孵化，还有一些成果的转化。最后的话是到我们整个的开源，形成我们的开发者的一个开源的一个社区，然后这是我们整个完整的一个开源的生态，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有感兴趣的可以共同的一起参与进来。对，我的报告大概是到这里结束。好，感谢大家的倾听。非常感谢曾总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看到了乐居机器人在开发平台如何降低具身门槛、研发门槛，让算法团队和硬件团队能够高效协同，加速创意到原型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在训练场和赛事过程中，我们乐居机器人的风采。那么在平台之上呢，运动控制是衡量人形机器人的硬指标。然后我们下面有请优宝特机器人创始人 CEO 范勇先生带来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全身运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主题分享。感谢范总。大家下午好，我是优宝特机器人创始人范勇。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这个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全身运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行者泰山，一听这名字就是山东
级，是吧？我们是山东济南的本土企业。行者泰山，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是诞生于24年初，我们是用了48天的时间，从立项、研发到落地行走，也是创造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开发的速度之最。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25年的6月份，也是业界首个去泰山进行拉练的人形机器人，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我们行者泰山参加去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这个100米预选赛的冠军，4×100米接力赛的季军，400米障碍赛第4名，等等，很好的成绩。而是在刚刚过去的亦庄马拉松，我们派出的3支队伍全部完赛。大家可能也比较清楚，这次马拉松比赛总共是105支队伍，300多个机器人，26个机器人品牌，其实最终47支队伍完赛，这其中有我们3支队伍。从这个排名来看的话，我们3款机器人在这105支队伍里面是排在了30位、31位和36位。但是，如果把一机多队合并同类项的话，我们的机器人是在全国8强。因为有好多这个机器人是由大概10支队伍、20多支队伍参赛，所以它的这个这种名次是怎么说来着呢？占了很多。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在过去吧，我们一些成绩。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从这3个方面来汇报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做的一些工作，包括从关节电机、本体设计以及小脑的运动控制和这个大模型驱动的自如作业与场景的应用。对于人形也好，还是4组也好，其实关节模组是它的关键元部件，它决定了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运动的上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马拉松比赛，是吧？还有在拿着那个降温去喷的那个干冰，还有再去做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电机，它从它的功率密度，从它的扭矩，从它的散热，其实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怎么做出一个适合我们机器人运动这种关节电机至为关键。所以我们是全部自研的机器人关节。我们从热仿真，从这个线圈扎数的优化、基槽比这种优化等等，我们全部自己设计。我们就是以低站态的温升、高峰值扭矩以低转动的波动为目标，来开发我们的关节电机。在这个就是关节电机的底层控制这一块，我们也提出了这种低噪声、低抖动的混合多模态刚度控制方法，可以实现数据的平滑处理和噪声的抑制，会提高我们这个关节电机的控制的精度，从而我们实现我们机器人的这个关节模组响应时间小于10个毫秒，关键的扭矩的检测精度0.1个牛米。这个体现在这几个参数体现在运动控制上面，就是机器人的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十分快，然后它的运动的精度更高。我们现在系列化的关节电机已经覆盖从50瓦到1000瓦，然后
扭矩从5牛米到200牛米系列化的关节电机，已经满足我们系列化的4组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开发下一代的关节电机，就是这种小功率压撒轴向磁动电机。这是下一代关节电机的技术。我们期望是在扭矩的密度、这个转距的稳定性以及纹生集成度方面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本体设计其实也至关重要，因为本体如果有重的话，就像一个胖子，它的运动性能其实是不够灵活，是吧？所以我们在它的轻量化，从它的材料结构设计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可以看到，我们也是基于这种从踝关节、从胯关节，从这个方方面面吧，我们也是从它的集成化或者仿人化方面，这个进行了优化的设计。从而我们也开发了这个系列化的人形机器人。在人形机器人这个高动态的运动控制方面，比如说，我们从它这个拟人化的行走，我们就提出一种基于对抗性运动先验算法的人形机器人拟人运动控制。我们是用这个动捕设备来去采集拟人化的这种奔跑的数据集，然后通过这种自然的运动风格来学习这种鲁棒灵活的运动技能，从而实现它的这个拟人化的行走或者高速的奔跑。其实这视频都是比较早的了，右边这个拟人行走，大概这个视频应该是在25年的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吧，来开发的这个拟人行走。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运动步态已经远远优于这种步态。左边的这个跑步的这个姿态，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早期一些。我们在100马拉松的跑步的步态已经远远优化于这个效果。在这个多运动行为统一运动控制方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大家如果你细心观察今年的马拉松比赛的话，就会发现有的机器人高速奔跑，跑得特别快，但是呢停下来以后走就走不稳了。其实大家可能说它电机发热，然后受到影响，其实不完全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运动控制算法，它就基于单一模式进行训练。比如说它训练一个高速奔跑，然后在高速奔跑的算法再部署到它去行走、低速行走的时候，它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比如说走、跑，然后跨越复杂地形等等吧，我们来统一建模，说我们可以实现单一策略来够覆盖全身的运动控制，并且我们采用这种全身自由度的控制，然后实现从手、脚、躯干的协调，兼顾它的这个运动性和这个运动的安全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基于这种策略，我们部署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上，从它这种强干扰的这个运动，从这个爬台阶，这个从走到跑吧，这各种不同的运动，我们是用一个策略来去实现，这是我们做的一些成果。然后我们针对于比如说机器人跳舞，这个翻滚，跌倒恢复等等，我们把这些拟人化的这个目标，其实我们基于这种多场景的，我们提出一种多场景的交互行为人机重映射与轨迹跟踪的方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 VR 的设备，然后来去采集数据，
然后把数据映射到机器人坐标，然后通过这种优化的这个轨迹跟踪，然后我们可以实现它的这个跟踪的稳定性，从而增强它的这个运动的鲁棒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种高度保真的映射，我们在单框架可以实现这种起立、跳舞、打拳什么这种动作的一个统一的策略框架。包括就是我们这个左下角这个动作叫五龙交柱、五龙绕柱，可以说是现在网上我们是翻身、起身、秒起，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有特色的这个起立的方式。我们针对这种机器人运动作业，我们提出一种行走和操作任务的分层解耦的摇操作控制技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上身作业的运动控制器单独设计。这个单独设计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 VR 来采集人体的数据，然后映射到机器人坐标，然后我们把逆运动学的优化映射为一个多任务的优化，就比如说位置精度、姿态的精度，像这个运动的平滑性以及能量效率，这是把它对应用到这种任务的优化，从而我们通过逆运动学的解算，我们得到上肢它的关节的位置或者关节的扭矩，然后来实现它的这个上肢的运动控制。然后我们通过 PPO 这种强化学习算法，针对于上肢的运动来优化我们底层的运动控制器，从而实现这种分层解耦的摇操作控制技术。这个就是我们在基于这种技术，我们实现机器人在不同的搬运、抓取、分拣、推车等等这种作业的任务。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基于大模型驱动的自主作业与场景应用。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提出这种多模态大模型和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交互的技术框架，其实就是利用大模型，利用云端这种大模型的自然语言的处理能力，我们构建语义解析与这个任务的这个分拣，然后把任务的内容转化成一个任务的执行序列。然后我们要基于端到端的 VLA 这种模型训练与优化。大家看到我们在单臂和双臂的分拣任务，这个做了一些部署。我们还提出一种基于语义、目标语义约束与热图引导的这模块化的 VLA， 其实就是我们针对于传统的这种抓取的方法，它难以利用这种高层语义的信息，它的目标指向比较弱这种问题，我们引入了这种多模态大模型，对用户指令与这个视觉感知信息进行联合的推理，从而可以实现作业目标的语义提取与这个实例级的这种分割，然后在这个目标语义约束下来构建高时热图引导的场景感知模型，然后生成这个高执行度的抓取的未知。这是我们在我们叫腿臂机器人，就是四组机器人上的一个臂上面，我们是做了一些这个策略的有效性的评估。同时，我们现在也针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现在的一个导览，我们也进行了开发部署。
其实就通过这种预定义的知识模板，实时多模态的感知和这个大模型的自主推理，我们来实现这个机器人导览的这种大脑模型。然后我们通过这种 SLAM 的定位，然后全身这个运动控制，实现它的这个小脑的运动控制。同时我们通过这种定制化场景，然后实现这个展厅的自主导览的这个讲解。我们现在这一些已经部署到人形机器人，并且在很多的场景已经在开展了应用的推广。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范总的精彩分享。我们这个范总这边在优宝特机器人，其实大家可能长期关注也了解到，我们其实来自于山东大学是吧？成果长期转化，然后在里边基于我们的这个硬件，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非常优秀的性能，然后日常在胎山上训练，然后实现了我们在不管是运动会啊，还是在这个马拉松上面的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然后也在目前呢在很多领域里在持续的推进应用。感谢范总的精彩分享。然后接下来呢，让我们在机器人这个动起来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感知来做的更稳一些。这里边呢，我们有幸邀请到最后一位分享嘉宾是宇力仪器市场部经理雷志荣先生，然后分享精测稳漂抗扰易装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新标杆。然后我们宇力仪器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在黄总的带领下，像在我们汽车碰撞这个领域里边，基本上是全球为数好像就2家做得很头部的。我们国内在这个方面是唯一一家，所以在具身智能方面，宇力仪器的这个6微粒传感器也是在行业内非常领先的。下面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还有我们的行业同仁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来给大家演讲的主题是精测稳漂抗扰易装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新标杆。在智能制造、机器人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力感知已经成为各项智能设备实现精确操作、柔性交互以及安全作业的核心关键。就像人类的触觉神经一样，一台没有力感知的设备，就算拥有再先进的算法和结构，也很难去完成一些精细、灵活以及安全的协作任务。而6微粒传感器正是为机器人以及各类的智能设备装上了类似触觉神经一样的核心部件。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多微粒传感器研发、设计、生产以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力控的领域呢，已经有30多年的技术积累。1990年的时候，我们的创始人黄约博士曾任美国 Humanetics 的总工程师，主导开发了全球首款商业化假人的商用有限元模型，并主持设计了超过100多种多微粒传感器，参与制定了美国交通法规第572类国家标准。07年，宇力正式在国内成立，研发生产碰撞假人的多微粒传感器，与通用、上汽、大众等头部企业进行合作。2010年，宇力将传感器的技术应用在了机器人行业，并与 ABB、库卡、安川、富士康等企业进行合作。2018和2020年，我们与德国工程院士张建伟教授携手举办了2届机器人力控峰会，推进了行业的力控技术交流。2021年，我们的上海分部正式成立，聚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传感方案。而到了2025年、2026年，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的量产需求，
公司完成了全面的产能升级，实现了大规模稳定的交付能力。凭借着这些深厚的技术积累，宇立的六维力传感器广泛的应用在工业机器人、医疗康复以及动力学测试、人形机器人等领域。那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六维力传感器，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可以先用3个问题简单的来认识一下它。首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六维力传感器？简单的来说，它是一个能同时测量3维空间中6个分量力的精密传感器。这6个分量呢，指的就是3个力 Fx、Fy、Fz， 简单的理解就是前后左右上下，以及围绕着这3个方向的力矩。也就是说，在空间上任意一点的推、压、拉、扭、转，这些它都能精确的去捕捉。第二个问题，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传感器它分为固定端和加载端，当两端发生了相对受力时，粘贴在弹性体上的应变剂发生变化，通过惠斯通电桥转化成电信号输出，再经由数字处理，最终输出一个精确的力值。第3个问题，它的作用是什么？一句话总结，六维力传感器就是机器人的一个触觉神经，让机器人从瞎用力到会感知、会控、会保护以及会精确的作业。没有它，机器人只是一个刚性的执行机构，而有了它，机器人获取了柔性与智能。这里是从4个层面来分析有无六维力传感器的一个区别。首先，我们先从精度层面，在没有传感器的时候，机器人依赖开环定位，无法感知环境，误差是不可控的。而有了传感器，机器人就能实现实时的力反馈，动态的调整位姿，定位精度提升了一个新的数量级。从良品率层面，没有传感器，机器人就容易造成刚性卡死、夹坏工件、过载，以及导致废品率变高。而有了传感器，机器人就能自动兼容工件的公差，有效地降低了废品率。从安全层面，没有传感器，机器人容易发生刚性的碰撞，容易损坏设备，对人员造成伤害。而有了传感器，就可以对力阈值进行一个监测，并保护出现异常时触发急停，从危险的机器变成安全的生产伙伴。从应用边界上来看，没有力传感器，机器人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重复度比较高的，比如搬运、码舵等工作；而有了力传感器，机器人就可以做更精密的一些装配、打磨、人机协作，极大地拓宽了它的上限。而我们基于这么多年的技术积累，我们主要推出的有6大系列的传感器，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工况的需求。比如像通用型，这一个可以适配大多数的实验测试环境；具身智能型是专门为人形机器人设计的，体积小、集成度高、响应快；而高精度型则是用于提供给一些教育科研机构实施一些高端的检测。工业型就是用在工业机器人上面，适配一些重型的装备，大量程、过载能力强。协作型就是用来适配协作机器人，而超薄型这一个是用在一些空间受限环境比较严重的地方。所以从微型到重型的设备，从工业产线到人形机器人，我们都有成熟的力控方案。接下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实际的应用案例。第一个是通过搭载6维力传感器的环境下的工业机器人，可以实现横力的控制、打磨、抛光、去毛刺等柔性作业。同时，它还可以用于装配的力控引导，能精确的控制力，避免损伤工件与设备。
检测异常受力，如果触发异常立即停机，保障产线与人员安全。接下来是在医疗方面，在医疗康复场景中，机器人在携带了传感器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人机交互力的感知，精准地匹配患者的康复程度，有效避免在康复过程中出现拉伤的情况。此外，它可以对患者的运动姿态进行矫正，引导他的康复姿态。接下来是针对动力学的一些测试。传感器可以实现多维载荷的同步采集，提供准确全面的数据支撑，可以模拟真实的工况并进行仿真验证，同时助力于机构运动的优化，有效地降低设备的振动与能耗，提升整体的运行效率与稳定性。接下来是在人形机器人上面的一些应用，这个是应用在手腕上的6维力传感器。该传感器可以实现上肢的一些柔顺运动，有效地消除刚性抖动，保持运动的平衡性，并且可以实现负载重量与力矩补偿，显著地提升机器人的负载稳定性，还可以实现双臂的协同操作。接下来是指尖的6维力传感器。在人形机器人指尖6维力传感器的应用中，它可以实现精密抓取的控制，可以做到轻拿轻放易碎品，避免损坏物件，并且通过力的变化去感知物体，自动调整它的夹持力度，支持比如像拧瓶盖、插拔等精细化的需求。最后是机器人足底6维力传感器。该传感器可以实现实时调控行走的姿态，帮助机器人去适应一些陡坡、凹凸等复杂情况的路面。它能感知到地面环境的一些变化，自主地去切换步态，同时实现落地的缓冲减震，减少机身损耗。可以说，人形机器人想要走得稳、抓得准、用得安全，6维力传感器是一个十分核心的零部件。我们应用在人形机器人上的6维力传感器主要有以下3大优势。第一个就是超紧凑的尺寸，可以轻松地嵌入到灵巧手等小型关节。第二个就是内置数据采集卡，集成采集模块，无需连接外设，简化布线，节约成本。第三个特点就是支持原生 eScan 通讯，高速传输，适配各种工业与人形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并且它还有5项优异的性能。第一个就是高精度的测量，它的精度可以做到满量程的5/1000以内，测量稳定可靠。第二个就是优异的零点漂移，它在室温每升高10度的环境下，可以做到零点变化在满量程的1/1000以内。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一个超强抗冲击能力，这一个可以避免在一些异常工况的时候触发一些紧急急停，可以保护一下设备。第四个就是单侧便携式安装，可以节约更多的空间，容易维护，安装更快。第5个就是隔离电源的供应，我们采用了隔离电源的设计，这样就可以做到在一些强电磁干扰环境中，它也可以让信号更加纯净、更稳定。以上这几个特点，正如我们标题所说的，精测、稳漂、抗扰、易装。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6维力传感器以极致精测、优异稳定的零漂、强抗干扰、结构紧凑、易安装集成的几大特点，为人形机器人与高端的智能设备提供了真正高灵敏的触觉感知能力。未来，随着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的普及，
6维力传感器将成为一个核心的零部件。从工业制造到医疗康复，从家庭服务到前沿的探索，不断地去拓宽机器人的应用边界，让机器人真正的拥有灵魂之手，实现人机的无缝协作。与力愿同在座的各位行业同仁一同携手并进，以顶尖的传感器技术共创机器人的智能美好未来。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各位。非常感谢雷总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看到了在触觉感知领域的新标杆，高精度、抗干扰、易集成，让机器人有了更高的工业级可靠性。那么最后非常感谢各位同仁坚持到最后，然后一直坚持到我们议程的圆满结束。然后我们各位嘉宾也为我们全景式展开了具身智能从实验室到实战版图的每一步关键的突破。然后不仅看到了技术落地的痛点，也指明了我们产业落地的方向。那么我们第3届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就圆满闭幕了。非常感谢2天议程里的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咱们各位同仁的全勤参与，然后感谢我们所有的伙伴的辛勤付出。好，再次感谢大家，明年我们再会。好，谢谢大家。
是力控系统赋予机器人的生命，对生产柔性的极致追求，对复杂精密作业的需求，对人机协作安全的要求。星汇传感，洞悉市场，以客户期待的产品价值为导向，从6维联合标定设备尼比鲁系统的开发，到传感器结构的创新性突破，星汇传感的每一步创新，都源于对客户价值与行业痛点的深刻洞察。全功能小型化6维联合标定架尼比鲁 1.0， 高集成6维联合标定仪水星 1.0 自主研发，双重配合。它将解决工厂标定难、客户验收难的端到端行业痛点。星汇推动行业从卖方声称向双方可测的信任机制转变，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凝聚行业顶尖人才。星汇核心团队来自行业领军企业，具备深厚的居民两用技术背景，在结构设计、算法开发、信号处理等关键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经验。结构创新始终是国内外6维力传感器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星汇以技术突围为使命，助力中国机器人核心部件走向深度产业化与开发协作，助力真正意义上的全身力控机器人快速落地。依托资方中鼎股份的供应链优势，协调年产量20万家自建标准化工厂，星汇传感全方位保障产品质量的批次稳定性，形成兼具技术深度与制造实力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行稳是穿越周期的智慧，我们的致远是共赴未来的承诺。星汇传感不追逐一时风口，只坚持长期主义。殷实机器人创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于微小精密运动执行器和灵巧操作末端执行器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作为行业领先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殷实机器人及研发、生产制造为一体，总生产经营面积近1万平，包括北京、苏州、深圳3地，分别作为研发总部、制造工厂及销售中心。核心产品仿人五指灵巧手和微型4伏电钢，在微小型、高精度和力控技术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作为仿人五指灵巧手行业领导者，是中国首款商业化量产五指灵巧手先驱，依靠灵巧手核心部件自研自产，解决灵巧手价格高、无法量产的难题，并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支持。作为微型4伏电钢开创者，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获得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定。微型4伏电钢不仅是灵巧手核心驱动关节，同时赋能众多精密制造设备，实现智能化升级。殷实机器人目前已拥有国内外知识产权80余项，服务客户1800多家，不仅包括国内众多头部企业，产品还批量出口海外，灵巧手累计交付数量超1万只。微型4伏电钢年产能10万台，广泛应用于机器人、新能源、半导体、3C 电子及生物医疗等领域，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acquainted with the subject will recognize it as a conspicuous failure. Fooling around with alternating currents is just a waste of time. Nobody will use it, ever. Heavier than air flying machines are impossible. A rocket will never be able to leave the Earth's atmosphere. No matter how advanced science becomes in the future, it is impossible for humans to land on the moon. There is no reason for any individual to have a computer in his home. 640 kilobytes ought to be enough for anybody. I predict the internet will soon go spectacularly supernova in 1996 collapse. I propose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can machines think? 这个时代，云上的电缆学会了自己思考，地下3000米的无人区独立有序的运行，大模型可以自动推导新材料的合成密码，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跨境电商的热点趋势。AI 正在陪伴人类探索世界，想象未来的无限可能。Those who can't imagine anything can't create the impossible. 世界有一条线，连接光明与黑暗。机器人也有一条线，连接虚拟与现实。而大多数机器人只停留在感知的这一边，看得见物体，却看不见空间结构；看得见形态，却看不见物理规律；看得见动作，却看不见自主决策；看得见现在，却看不清下一个状态。晨昏线科技为机器人装上真正的大脑。作为一家致力于构建能够场景化落地的具身机器人大脑的公司，我们打破硬件壁垒，让智能真正流动。以世界模型为核心，构建机器人的底层认知，在空间中理解结构、速度与方位，在物理中感知材质、力与运动规律，在时间里看见因果，预判趋势，自主决策。Termi Brain 具身大脑，让智能真正落地，突破空间束缚，精准操控分毫之间，从理解到预测，从预测到